是我刚刚从日本拿到，在东京找到的片子，是黑泽明导演。黑泽明各位听过吗？后面你听过黑色的黑，3点水，沼泽呀，黑泽明的作品，他是一个日本人，他是一个日本导演，他是一个港片导演，他是一个世界的导演，他已经不属于日本人，他属于全人类所有，因为他是文化展，他是文化展，那就再比一下你的意思吗？好像在这边有按照前面。那这个片子是有日本发日本化，那我在找到的时候是有中文字幕的，那也有英语字幕，有西班牙字幕，有俄文字幕，有很多字幕。那我希望能够选到中文的字幕，可以看的。那么需要用日文来发音，所以在没有把我们主题是有点难搞，有点难搞。第一个播出当时待会要播出的是这种地方的梦，我们今天准备看3个梦，看3个梦。第一个梦是桃子园，那讲说5月5号那天是日本的女儿节，女孩子的节日。那女孩子节日在上面还有放一个飘逸的袋子没放，所以以及还有那个很多我们了解，就是那个娃娃，日本做的那个娃娃。但那天女孩子都可以享受女孩子的服务，这样子。比如说她弟弟就要赶快送到学校去吃，那所有的姐姐们就是要坐在那边。但是那一个弟弟就发现说，这个来的这些姐姐的朋友，总共加起来就是5位嘛，他是按照有6位，他就会解释说，大概六盘那个东西啊。而且跟你说干嘛？一个人就说就好了。这里6个，不会数就是5个人，就是6个人，发烧了，姐姐很失望，姐姐打他的头，然后他就给我们看，那个女孩子在那边，突然有一个灵魂在那里，他就说在那边，所以姐姐一回头一看，不见，他就赶快跟去，原来他是什么桃树精。日本人把那个桃树全部都砍掉，你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意思是这样，因为当你没有中文字幕的时候，你大概努力了解这个意思，了解这个意思。那这还不是讲到环保，有一种最象征那个桃花是象征的这些女人，这些女孩子。女孩子要是自我不尊重，或者没有可惜的话，滥砍滥伐的话，那么这些是女人将来不是日本人的妈妈，如果是日本人的妈妈怎么办？他有这样的希望怎么办？他们家里都是人家的妈妈。都是同时自我尊重的时候，那怎么办？那可以看到，这部片子在30年前就拍好了，得到凯泽影展的12项大奖，囊括了所有大奖。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为了看这片，为了录制或为了怎么样，而且是情绪性的那种做法。OK， 那这个片子得到了12项大奖，你可以看到那个服装、镜头，所有东西都是最美的。我们可以看这些都讲最美。我们看第2个梦，桃子园，从第2个梦开始看。第2个梦，可以吗 ？OK， 好，请应该有2排都关掉就好了，2排关掉就好了。高中嘛，不太清楚这个前车之后这个时候，而且我同意相信他们的这些，而且非常辛苦练的时间，在第一步，最后要家庭这个之前的这个以前的只有2年，然后一直到他如果还有3
讲，一个小孩子在打雷雨的时候想要出去，他母亲就交代他说：“你不要出去。”这个时候后面这里，那就是不要娶亲的日子。不会娶亲不会让人看见，你要是看见，你会遭到很多。这个小孩子才8岁，你不说他反而不会想去看，你越叫他不要看，他越想去看。他走进了森林，果然就看到狐狸娶亲。他回到家之后，这妈妈就拿一把刀子就给他说：“你要自杀，因为狐狸跟他来过，所以你要让他们娶亲。”你就快求，他说：“你要去，前面还有狐狸，只有说你带这个刀子去找狐狸，请求他们的谅解。狐狸住在哪里？他说狐狸住在彩虹的底下。这男孩子就不断地走，开始走，彩虹就后面，他不断地走，不断地走。我姐姐是念经济系的，我所有的知识跟认识都是我身边的人，我就用我姐姐我妹妹的她所念的系，她有的课本跟内容，我去了解。写下我人生中第一部中编小说，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永生》里面写了很多实验室，我写了很多生物系的实验室，做实验的诚不诚实啊，或者在大学的爱情啊，或者大学生的处境。那现在看起来，也许里面有蛮多的技巧上的不成熟，可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改它，因为我觉得它蛮能够反映像我那样子，刚刚才进大学，我大概是念大学就开始写作，大一、大二就开始投稿，所以里面保有很多是那个年龄的信息。那我其实写到现在已经写到第80本书了，这80本书你可以回顾最早第一本到现在第80本，我所关心的事情其实差不多，我所比较想关心的，我想写的事情。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的追求跟那个他的教育、他学习，然后他的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从第一本写到第80本，我中心的关心都差不多，只是写的故事不太一样，跟题材不太一样。记得要全是美，可是要做最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基本上，说像地理啊、夏装牛车，还有我们教授的一些像那个文学啊、人物本土戏剧的那些，这些戏剧节目也是练成也是说像那个薰衣草啊，然后李斯坦之为这样使用偶像剧的手法，这样来塑造文学生活化的那个戏剧节目，然后是什么样的动机，然后属实会有这样风格迥异的那个尝试。其实我今天来这边，待会的课程里面我会讲到，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因为早期的台湾电影跟文学是脱节的。那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就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另外呢，当我从事电视工作的时候，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引进了很多台湾的小说，比如说《逆女》这个小说，我就改编成一个7集的迷你连续剧，还有《流氓教授》，各位比较有印象的当然是《流氓教授》，因为它是一个8点档，它也是一个人的自传。你们都不要太紧张哈，那个你一紧张我就跟他很紧张了。那个《流氓教授》其实也不是一个小说，它就是改编那个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嘛。那我就会想说，这个故事如果变成连续剧的话，它可能很有一些情节，也很有一些励志啊，我就把它改编了。换句话说，我本身一直觉得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应该要有自己的艺术，它应该有自己的舞蹈，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音乐，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学，它甚至于应该要有自己的电影，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电视剧。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台湾本身应该要有能力生产自己的好电视剧，所以包括偶像剧啊，我都认为说偶像剧好像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找自己的故事自己拍。所以各位大概有一点印象，我在台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叫做《名扬四海》，名扬四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名扬四海就是很典型的是也没有改编日本的漫画，也没有改编什么，就是在台湾本地找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北部去求学，奋斗的故事。那后来拍了到1、2年，后来我都离开我的工作了，之后才上映。那像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我比较喜欢的。那后来还有一些偶像剧都是台湾从
10年的工作，我是很乐意去把我们自己拍的那个电影文学介绍到欧洲去。那换句话说，既然欧洲人都知道我们的东西，我当然会今天会特别来这边，希望带给这边的孩子，国中生也好，小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知道一点我们自己故事。我大概是这个心情。经过了一个电影跟电视的改编以后，台湾有很多文学作品被很多人知道。比如说各位中央电视有个烈子，对不对？烈子是一个作家白先勇，那个都比我大个10几岁了，是我们这一代比较崇拜的作家，比我大概10岁的一个作家叫白先勇。那他的作品在台湾，其实在我们的年代每个人都看，那到了我们下一代很多就不知道他的作品，所以经过电视一播以后，那很多人就知道有一个白先勇这个作家，然后他有作品叫烈子。所以电视跟电影实际上有帮助我们去在文学作品上面知道而已。那未来我最大的梦想是因为我看到美国有迪士尼他们的动画，然后美国的迪士尼其实是台湾加工的，所以美国很多这个来台湾就来看这种迪士尼的动画，就各位我想从小到大看到很多这种动画，其实有一大半是台湾的加工，加工完之后再还给他们在全世界演出。那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说台湾有能力自己做台湾自己的创作的故事，自己的 idea， 自己拍动画，然后这个大概是我所有实现的梦想里面还没有实现的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实现很多梦想，那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很大的梦想，其实蛮难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动画能够全世界发行。那现在青少年十分缺乏阅读文字的动力，那你对于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资讯太发达以后，我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些影像，对不对？然后打开电脑打一打字，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就像你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去电脑上打一打“小野”2个字就出来很多东西就可以问我。然后，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我们就越来越没有时间去消化一些去看一本书，很完整的看完一篇小说或者读一本书，越来越没有时间，都依赖那个工具。什么叫工具？就是说我只要打开来按一按就出来了。它那个好处是非常快，坏处是你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你的知识。对不对？比如说你变成一个作家，你可以问他很多问题，可是你可能完全没看到一本书的时候，你怎么样问都问不到那个核心啊，或者说你看到。我只举例是说，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书啊。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了。如果你没看过他书的话，你去电脑上一按“小野”2个字，打出一大堆小野又是日本人的啊，很多小野，那你可以找他说问题。可是那个东西可能距离他已经好20、30年以上了，你会觉得很遥远，懂吗？就是所以刚才讲看书，其实看书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能够了解这个世界，你会记得让自己进入一个世界去看一本书，把你的心情会安静下来，心情会安静下来，不会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非常快速的往前进，然后心里慌慌的，好像读了很多东西，好像每天都在看电脑，每天看电视，好像知道很多，又好像知道不多。那看书是唯一让你能够让自己觉得说，我很实在的看完一本书有收获。那心中是否有好词可以推荐给我们高中生？然后可以介绍一下年龄，他为什么会有世界纪录？其实这个问题问的我不会答，因为台湾每一年每个月都出几百本书，我很难讲哪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我有个建议啊，就是说青少年阅读应该是很广泛比较好，不要太局限于说像我那个年代，我会被鼓励说只看传记啊，看名人传记，看成功的传记。到了这个年代，我会鼓励同学少多看，尽量多看不同成长的问题，比如说你爱看侦探的，你爱看武侠的，你爱看漫画，你爱看一些爱情小说，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阅读本身是一个进入文字世界的一个门。当你开始喜欢阅读以后，你就很自然的也许读一读这个，读一读这个，读一读那个，然后慢慢就喜欢其中一样。我讲个笑话比如说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什么都读啊，他有人跟我讲说他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他说他要买一套，他那个念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钱跟我给他的钱去买了一套金庸，那很多父母亲想把小孩看金庸。
最近看到有人那个想改编那个吉米的那个改编吉米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好几本绘本，对不对？像有部电影叫《向左走，向右走》，它就是从吉米的那个里面改编的。那其实改编动画题材啊，在台湾有很多题材。你从比较古老的传说里面去找题材，你从中国的神话小说里面有很多题材。其实动画是因为怎么样做，而不是题材。比如说，你看迪士尼最后做到最后，花木兰他都可以做啊，他把中国古典的花木兰都可以做成一个动画，然后日本人可以把中国的《三国演义》做成电动玩具的电玩这样。所以说，题材本身其实很多，主要还是能力。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些做得有趣？比如3D 动画的技术、绘画能力。所以台湾如果要做动画，其实条件不好，因为台湾除了早期的上游的话，上游这个想故事的导演以外，从开始画图到加工到完成全部都有。在台湾有很多这种公司，最大的一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公司，在台北的一个台北县的一个叫红网公司，它里面有几千个员工。那我曾经带领他们做过一个西班牙的卡通，有带领过他们一群人在做自己编剧，所以我蛮希望在我可见的未来，大概5年、10年之内，看到台湾可以生产自己的动画、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导演、自己的编剧，自己做，我觉得不会太难。这个同学问的蛮好，各位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难得来这边跟大家碰面，你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你可以问很难的，也可以问很简单的，然后不要不好意思，谢谢。遇到红灯直走，对，遇到红灯直走，泰国的话，那个是笑话。老师，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对你对人物的描摹就是非常非常的生动，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好像自己就进入到书里面去，然后变成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这种功力啊，除了多观察、多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对于人物哈，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心理医生的话，那个我的病人走进来的时候，我通常看他什么，我看他习惯，比如他会摸鼻子啊，我就看见从他动作开始看，比如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注意你摸哪里啊，或者说你手不知道该放哪里啊，就类似这样，这是一种观察开始，对不对？然后人从习惯开始观察这个人，他的习惯，然后慢慢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后一步一步越知道越多，他家庭背景，他生活在哪里，然后你就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清楚。像我们从事编剧工作哈，要做一件功课，就是在编剧以前，对你每个角色哈，都要重新写一遍。比如说某某人几岁，小学读哪一个小学，国中读哪一所，比如兴国高中。兴国高中位于哪里？这个高中有什么特色？会影响这个人的什么想法？就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物啊，是要这么仔细的，从他的成长到读书到现在遇到过什么事情，写一遍，好像写报告一样。写出来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写出来之后，你在写作的时候，他怎么讲话，你就差不多知道。他讲话的口气啊，比如说你讲话口气，你喜欢用的口头禅，你是用哪一种语言？然后你个性是很害怕的，还是很爱讲话的，还是胆子很小的，都随着我们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就知道了。到时候再往下写小说或者写剧本都很有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很多人说，他们说怎么样开始写小说，怎么样开始写剧本？我说，那你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要写的所有人列报告，花一个时间去做研究跟调查，然后写下来，然后都放在自己身边。写作写不出来的时候，再回头翻这个人到底什么学校毕业的，有没有什么故事啊？他是兴国高中毕业，我给他设计家的同学好了。同学当然也是兴国高中的家的同学，就是说你会从你人物的分析里面不断的找到材料。不断找到灵感。你要是没有这个人物分析，你凭空乱想一些，想故事讲不出来，没有灵感，还不如乖乖的回到最原始的，把这些人物调查好，做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不断的往下写故事。还有没有同学要问？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我的书？哪一本？或者对这个东西有点好奇或者不太懂的，都可以问，没有关系。你可以问得很轻松也没有关系，我不会笑你。你问得很轻松，我也不会笑你幼稚。你问得很难，我就回答的你想知道的东西。
不要不好意思，你们要练习自己发问嘛。你看同学脸皮都很厚，很快就讲话了，比我想象中好一点。我本来想说南部的孩子都比较害羞啊，都不敢问问题，结果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问的蛮好的。好，我一讲完就有一个女生了，很棒，好。然后后来他这几个阶段或者就是啊，我要先说抱歉，因为我没有看过小野老师的书啊，然后就是对你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不太了解吧。不过我刚才在听你说啊，就是你刚刚有说到说，就是你写小说啊或者一些故事之类的，都在探讨那种生命的意义啊。然后我想问你说，你从第一本到80几本书中啊，你所探讨出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课本上还有讲过，这个深奥。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书上告诉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如果这样的话，我的生命意义达到，因为我有2个孩子嘛，所以我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那星座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我必须告诉你说，大概是没有答案的。就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生下来那一刻开始追求的。有些人生命意义非常伟大，就我最近读了一本书，讲一个韩国企业家，他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女孩子，全家人都唾弃他，就后来一场战火爆炸了，他只有5岁就被遗弃了。那他后来看到一个炸弹丢下来之后，他身边的几个最好的朋友都被打死了。那他那时候他5岁。他那一刻，他告诉别人说，他突然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创造一件事业，帮助别人的，否则活得没有意思。因为一瞬间看到很多朋友都被炸弹炸死，那是他的生命意义。那每一个人会因为他的环境不同，经验不同，给自己赋予的意义。人本身活着本身就是他的意义，应该这样讲。就是人你活着，你想想看这个生命本身多么奇妙。在你之前，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祖父、祖母、你妈妈那一边的系统，只要有一个人死掉，就没有你，对不对？我们往前推到远古时代，中间要不能断掉，才会有你这个生命诞生。所以一个生命诞生之后，你要告诉自己说，它是很奇妙的。就像我看到蝴蝶从蛹变成蝴蝶，我觉得哇，生命好奇妙，怎么有生命这个东西？当你觉得生命很奇妙的时候，你就要赋予生命很丰富的意义，而不要单一的意义。啊，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如果没有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了，那多可怜呢？万一我追求不到我的目标，我是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人其实活着就是它本身的意义。至于你要追求什么，随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跟学习、跟经验不同，给自己下定义。我之所以一直在写作，其实我也不断的在书里面在写一些人在追求他自己的东西，我不断的在探讨这个东西。他不会有一个一定答案，因为如果有一定答案的话，可能我们都不需要上课。不需要花这么多力气去研究、去写作、拍电影，做各种艺术创作，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力气去追求生命中最奥妙的东西。所以我当然是没有答案。如果有答案，我可能觉得人生没什么意思，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我也不会想再写作，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因为我已经找到答案了嘛。好，还有同学，我们定一个时间看到几点钟好不好？我们下一堂课是刚才讲几点？6:50，没关系，时间这个机会宝贵，给大家继续问，那就35分。好，老师问。就当时其实自己也是这样的水准。而且我会鼓励你们尽量要表达自己，你就心中很大声，很生气，怒气抒发。心里很开放，非常 easy， 你跟他在一起就这么自然哈。所以你不要去害怕说你的问题，因为你们才10几岁，当然你问的问题一定是会比较10几岁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害怕，任何问题都难得碰到这么好的机会，老师在这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把握。那刚刚有几位有话的，自我表达应该是自我表达就是人生的一个学习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懂得表达自我的情感、自我的思想哈。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你很幼稚，因为我们都是学习者哈，应该是这么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老师，请问小伟老师你喜欢旅行吗？那因为我是觉得说旅行其实跟阅读是应该是相通的，旅行也是阅读的一种，阅读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旅行哈。那我本人是也蛮喜欢旅行，我想请问小伟老师，你如何结合旅行跟阅读，让生命更丰富跟精彩？
这位老师问得很好，因为我才刚刚旅行回来，我刚才讲过我去德国，那其实蛮好玩的，只是今天时间不太够啊。就是说我以前旅行的时候，假使我是带着我的2个小孩去旅行的话，他们是最讨厌跟我去旅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次要去旅行前，我在出发前都要上一课说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哪里，然后我就拿出地球仪说我们来讲一遍这个我们要去的地方的历史地理。他们俩就看着我说，哎，算了，跟你去玩不好玩了。我们自己随便玩就好，干嘛跟你去？去了你一到巴黎，一到哪里又要看那个博物馆，要参观那个各种那个古迹啊什么，那个什么好看的嘛？有什么东西肚子饿了，什么东西好吃就吃嘛。有河流就看，没东西就再到处玩一玩，没关系。所以我小时候我2个小孩很怕跟我去旅行，可是又没办法，因为太小，只好我带嘛。等他们比较大一点之后，就开始比较敢自己出去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鼓励他们自己去玩。那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在出发前一定要拿出地图来把我要去的地方全部研究一遍，因为我们小时候旅行蛮难的，不像现在，以前出国都很难的，所以我的记忆中，我们同一代人每次一去到一个地方拿起地图来，用跑步的到每个地方拍一张照片也好，比如说知道这个地方有5个古迹用跑步的快要关门的。在夕阳落山前，每个地方拿去拍一张照片，10秒钟，拍完照片到此一游，赶快跑步又到下一个点去。从这样开始玩，到后来渐渐的觉得说这样玩也没什么意思。那我后来就越来越领悟到说，其实旅行甚至于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在东西南北在哪里，你只要飞机票一买去了再说。我这次旅行就是这样，因为我答应了一场演讲。因为时间很忙，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我去的那个城市到底在那个国家哪里，我都搞不清楚。我去一个叫法兰克福的地方，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南边，后来我才知道在南边。那我一上飞机前就在忙别的事情，忙到要准备演讲稿、准备纪录片，全部 OK。有上飞机的时候，法兰克福在哪里？飞机会带我到就是了。到了之后什么都没看到，看到一个旅馆跟一个那个火车站，就住进去了，开始我旅行。然后等我演讲完毕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地图也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看，走了接下去看到什么就算什么这样。我终于玩了一次，是从头到尾没有拿到任何资料，也没有买一本这个旅游手册的一次旅行，然后自己带一张白纸，走到哪里做记录，走到哪里做记录，把东西看没搞清楚，然后到火车站去看。研究一下几小时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火车来了赶快跳上去，坐错位置也没关系，被人家赶一赶再换个位置，这样子玩回来到有一天玩了差不多7、8天要回台湾的时候，我才伸手去买了一本本来应该在出发前买的书，比如说法兰克福导游或者海德堡导游，就是我要回台湾的时候想想有点可惜，我来这边已经玩那么久都没有买一本这边的那个导览，所以等于是离开前才买了一本人家刚到时候应该买的书。回到台湾来，我好像还带在包包里面，我包包还来不及整理，还放在包包里。我包包里还放了一本法兰克福的导览，我还没开始看，因为我才已经玩回来了。所以我刚才回答老师的问题就是说，尤其是你们这个年龄我给你们很珍贵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做了一些研究当然是不错，但是比研究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自己用自己的脑袋、身体、眼睛看到什么是什么，把它记录下来，那永远是最珍贵的。尤其是你做错，比如说走错路，你永远不会忘记你走错路。像我就走错了，走到最后突然走到一条河流上面，这是哪里完全不知道，心里有点害怕，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可是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不会丢掉，因为反正那个地方再大也走路走得到。但是你曾经走错的，曾经因为完全不知道而做记录的东西。永远是会是你生命中最记得的事情。你根据资料去找完之后，你可能看到拍张照片之后，你回来都忘记说那铜像叫什么名字，真的会忘记。那我就是去玩的时候，我就很小心的自己玩到哪里就把那个树叶落在地上的树叶把它捡起来，放在那个笔记本里面做个记号，说这是在哪里的树叶。然后如果是什么树，我就做笔记；如果不认识它，我就回到台湾以后，家里有很多那种那个资料很容易找，家里一本植物全世界植物的博览，我就去查这个树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下来了。我曾经在几月几号到达法兰克福的一个歌德的铜像的后面有一棵银杏树，这个叶子就是银杏树的叶子这样我就觉得人生这样子自己去摸索跟探索是很有趣的。你们这个年龄还对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以后我会希望你们每一步都是自己去体验到，什么是人生从旅行里面你也看到很多东西，只有你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东西。
所以刚刚老师问到旅行，刚好刚刚才旅行回来，就很深刻的感受，就这一次我终于没有依赖任何地图跟资料，完了回来以后才慢慢的回来再看看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感受一不一样。我跟别人感觉也没有别人以为写昨天去了这个地方。那大概就这样的经验了，这个经验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分享。那个女生们我也会，就我们那个毛老师看起来，各位看看有没有？怕，因为安全上要顾。啊，这位女生。安全上顾。就毛老师大叫撤退，撤退，撤退，干什么撤退？没这么严重的事情，你看就是一直情那个老师您好，我想我们学校啊就是有帮我们举办那个英文话剧的那个活动啊，那我们就让学生自己尝试写那个剧本。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因为本人是很喜欢戏剧，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剧本就是这样写嘛，后来自己尝试写之后，真的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您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您是把人物构思之后呢，是把整个大纲是想好你要写什么，然后再写细节，还是说您就先起一个头，然后边写边想这样？我们来干什么？那个写剧本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个最根本就是你第一要问自己说，你这个剧本想说什么？就你这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你在写之前，你要问自己说，我这个剧本想写的是一个寂寞，寂寞也是个主题啊，或者说很拥挤的城市，就你要给自己先想，你这个整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很悲伤，或者表达一个喜剧，很好笑，很好笑也是主题啊。很悲伤也是主题啊，所以你要先想出来这个。想完之后，当然是所有的戏剧都是透过这个人啊发生故事，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有个戏剧都没有人啊，一只牛啊，然后旁白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要设计人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说，你这些人要干什么？就你一步步推嘛。比如说我举例子，你这个戏剧要表达是寂寞。用谁来表达寂寞啊？一个老太太跟一个流浪汉，好，可以 ，OK， 两个角色在哪里遇到，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不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那这两个人背景是什么？背景有差别哦，因为这个老太太有可能是她其实还有儿女在国外，她一个人住台湾，这也是一种老太太。一个是她儿女不幸的都比较早离开了，她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故事又不一样。然后他遇到了流浪汉，那流浪汉大概几岁？他为什么变流浪汉？他是自己不得已当流浪汉呢，还是他其实在南部有个田地，他很贱，他想当流浪汉，是不是也可以？所以当你去想这个人的时候，越想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在对话中讲出来。对话，那比较高明的写法是不要直接说，不要直接说出来说，各位我是流浪汉。我怎么啊？各位，我是这个老太婆，我是很寂寞的。你绝对不要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就不用编剧了。你一定要透过很多行为，就知道这个大概是很无聊的，或者是很寂寞。你要用行为啊，然后要用方式，就是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去表达那个你想要传达的意涵。这个间接不要那么直接，也是一种技巧，对不对？就像说你要介绍我叫什么名字，我好像不用说，各位我叫王大毛吧，我没有那么笨的方式说，各位我叫王大毛，你可能就他走过去有人叫说王大毛，他已经告诉你他叫王大毛，对不对？我现在讲是最简单的方式，就说你这个方式在编剧上是要稍微有点技巧，这样懂吗？这样讲大概就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如果你想编剧或者写故事的话，我给各位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情绪，就是如果你这个舞台剧是有5幕一幕一幕这样接，有5幕的话，告诉自己说，第一幕老太婆流浪汉坐在那边讲话，这第一幕，我想表达的是很寂寞，请注意，寂寞就是情绪。第二幕一翻开，老太婆不在了，只剩流浪汉一个人站在河边。他想自杀那我想传达给看的人的东西是很悲伤。第二幕情绪是悲伤。第3幕，他突然看到一只小猫走过来。第3幕是希望，小猫走过来了。为什么小猫给他带来希望呢？我们中间带一点悬疑。第3幕就是希望加上悬疑，这是你的情绪。我想讲下来，大概就知道说，如果你编不下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检讨说，我到底想说什么嘞？我想说寂寞，我想说
2个人的故事啊。那我透过谁来表达呢？2个角色。那这2个角色我用什么情绪表达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终于找到了第一幕是急迫，第二幕是绝望，第3幕是希望，第4幕是什么什么。当你抓到每一幕的情绪的时候，你的故事就可以往下写。否则你会写下去，我说没灵感的，不是你没有灵感，是你还没想清楚。你应该想清楚，那是为什么写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说没有灵感，其实是因为你一开始没想清楚你要做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要写个故事是你妈妈，我举例子，或者你爸爸，你身边这个人，你妈妈或你爸爸，你那么熟悉的人，你怎么会没有灵感呢？你没灵感的人，看到他进进出出，或者他做什么事情，甚至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你不管怎么样，他说你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啊，你很容易写他，你从他身边的一些活动、行为、讲话就可以模仿嘛。所以很多人编剧或者写东西的时候，他会想一个他认识的人，就刚才这位同学啊，叫于中燕，对不对？好，于中燕这个同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干脆编一个叫做小林，这个小林的所有样子就是于中燕的样子，那是不是就变得很好写？很好写嘛？他平常跟你讲什么就找他平常骂你的话，他平常怎么样走路的，通常编剧最好的话就是去想一个你熟悉的东西，开始写。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要试着写作的话，其实就写自己的故事，写日记，写自己。先从这一个简单的方式写起，再开始写小说，写别人，好，就不用担心说，开始我要写一个天马行空的伟大的巨著，那你可能会发疯。就不要做那么难的事情，就做个简单的事情。我小时候，我爸爸也跟我讲说，你先学会写日记，写自己身边的人，啊，写每天的事情，你就慢慢会写下一个东西这样。2只鞋子就走。那我好像一般你在编剧了。帮你讲很多了。有的鞋子要远行，不能让它对，其实我们同学们多把同学的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那小燕老师，我们现在可以要求一下帮我们。老师也把鞋子丢下去。那现在要前面同学可以到前面来。来，7班的班长来。我们想顺时方向走，那5部分清楚。都回去先准备考试啊。找一个协副长跟我来调，找一个协副长跟我来。找一个协副长来。协议嘞，协议。找一个协副长来，跟我到办公室拿考卷，发给大家，10位啊，发给大家做哈。拿了那个本子，那高老师坐在那个最后那个讲的那个座位，他教我，我会出去，还是我随便出去，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年7位老师今年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就很关于讲的就是因为老师都是一个学生，然后就一个自动。ところであなたはおいくつです？おいくつ？いや、9歳。就因为我要你做印就是安排，你譬如啊，これについては何とかにもけるんだ。それから人間の機動的に正直生きているのはいいのかみたいな。それとも面白い。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早上看了这8个动作，其中4个梦，我们这些人都值得我们尊敬。震撼的社会，人力的金钱，对人类的社精神。一个人看过之后，心中有什么感动，有所思想。加入骗子，也让我们看其他人不来不及的骗子。就这次来参加我工作人员，让我们留下来。我们决定有责任跟义务坐在这里，好好看看他们的名字。可以看到水中的水草如此流过，想想看，20年导演在外面的骗子骗半的木头，但现实跟梦幻之间的边际，它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在水之中之夜，水之中之梦这个地方，即便它深处了，有些无际，有些就是个女人，也就是因为我们确定了，我们来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旅程的一段，于是我们更加的积极，要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能够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东西，是这一类的，能够让我们自己发光，也让我们自己发热，也让有幸和我们在一起的朋友、老师、同学、亲爱的人，能够感受这样的光和热。这片子是如此的积极又正面的，是我们死亡的诉说生命的存在。就是这些人，今天早上，吴金强老师对我们介绍了客家的火楼，那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一个过程。那样的语言是那样的细细的出生前的秘密。就是暗自说，我们在心里，不要像孩子一样的说，暗自说，我们要像阿桃，我们今天听到的阿桃鼓、陈永涛足为我们写下这么多好的歌，天味、水路、长沟沟，那么精彩的一些作品，也要说一些。有这种认识，但是我要说，希望你看自身，我们非常强烈责任导演，认识他，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看着这样的片子，我们知道他自己有生命，我们要跟他说，看自身，我们要尊称他一声先生。水草不断地往下流去，却它是有上流的。今天吴老师的客家的文流，这个客家文化的课，也是告诉我们一个文流。艺人总是知道一个文流，即便你不是客家人，
是你总是很没有主的人，你很是汉族的人，你给他汉族之间的一个安宁，你汉族之间的合理人，你汉族之间的含义。他的创作已经没有什么，但是自从已经到了教宗的地位，因为我还记得那个三重记给的那个就是影响台湾经济只有这个单一，这很危险的事情。我想到很危险的事情，但是我开始念了。罗老师在我们到所以教堂就是被台湾采取这有一个努力的说9月的水江花开的正好，它真的吹过山谷的时候，你会不会到乱写嘛，不怎么办？那是这样子。当我的鞋子有一脚鞋子掉到手指的时候，把你的鞋子给丢下来。有没有人说就知道有戏？也许很多人不懂，于是也脱下来鞋子给我们学习。老师也把鞋子，但是我们老师在后面旁边，因为老师是最近他拍了一部电影，他本来跟一个他的女叫做李康生，你看吹牛，联合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剑散》。如此，我怎么办？我是第一块，然后我讲一个，我是立下去好还是不立？我是站着念好还是坐着好？我是出去好还是在里面好？什么都不好，我怎么可以念？到这边为止，我们讨论跟大家聊一下，因为第一阶段时间还是要不多，我想还是按照原来的时间，因为我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那今天很抱歉，就是因为我带的DVD是带到国外去，有英文，主要字幕是英文。那因为我想说他的语言是国语、台语，他应该听得懂。那看到这里为止，功课又好，又伶牙俐嘴，诸多的优点就加注在他身上。而且他是我们班上的，而且他的爸妈是修那个另外的段落就是他读这些电影从开始他爸妈的那种到后来慢慢经过几年以后。他妈永远都是嘴巴咬一排点滴，咬一排点滴，爸妈都是咬一排点滴，然后跟医生前面有人很激动，然后同时还可以聊天，那个咬字还很清楚啊。那我们那个文社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啊，他好厉害，那功课又好，然后又有这种功能，他实在是太厉害了，你真的很喜欢他。看到这里为止的时候，刚刚各位看到一些人都是一些电影导演，然后有一个各位刚才老讲话在讲的，那个人是当时那个中央电影公司的总经理，老师就是说，就是他到我们几个年轻人开始采那我下午继续跟各位同学开始谈这个东西，特别是讲今天这个，跟他谈的一些文学跟电影的话题。那等一下我们下午的时间，各位再做个表就好，因为这个东西完之后，后面就开始要讲的更后续的一些背景人士，一些佛教的背景人士，还有我这样过了一生的一个。这文章也写得那么好，但是透过他念出来这个完之后就讲新电影之后，各位我们来表决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就看到这个为止，算了，这样就开始大家。我来跟大家讲点东西，然后大家来发问，还是说把后面那个部分看完，后面部分大概剩下20-30分钟，我们来表决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我认为讲课本身还是用大家同学自己上才比较重要。好，我表决一下，你不要不好意思啊。就忘了我是谁，忘了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啊？就这样把它看完了，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的，举手。这真是念得太好。好，放下。你看到这里觉得差不多了，应该留点时间让我来讲，然后你比较想听我多讲一点，不要觉得差不多了，满足所有人交代一点，同学们都是这样子，举手，没有关系。是啊，是这样。那做两脚。OK， 放下。好像前面的多一点点哦。前面的多一点点哈，我们等一下第二节就是下午这堂课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发看这个。不过也利用这个时间，各位刚刚看到这边，我想问几个问题啊。现在看起来有没有对于我刚才所说电影中的这个文学性有再多懂一点？
就是我看我们叫的电影都是文学性嘛，他刚才这个电影每部电影都充满文学性，所以你会觉得暗暗的闷闷的，这样有很有震撼，很白的样子。那时候我看起来还可以啊。我举一个刚刚才结束的画面吧，杨德昌导演还拍一个恐怖片，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他开一个要进来用手把他挡住哈。黄老师是牙齿最漂亮的，他把他挡住。今天注意看，哎呀，因为那个已经疯了。他想打他那个，上很多个这边的牙齿最漂亮。然后所以那个趴进来那个人叫金世杰，那这两个都是舞台演员。那他有一个镜头，好奇怪的一篇文章，这样一篇文章，整个班级气氛，你在那一片会不会吓一跳？因为他的声音，我们跟那老师忽然就贴了，声音发生的时候，你根本猜不到他的事情有没有发生。他是故意用他的挡住他手，你会有个期待。这时候他声音突然响的时候，你一定被他吓到。老师就第二声响，你注意他已经倒到地上的时候，他镜头里面那个人是趴在地上，画面是空的。这个时候被他开枪打到这个人的头啊，从画面里面一点一点出来。你注意他这个镜头，就是导演的语言，他要知道第二次把你吓一跳。这时候他就让那个人慢慢一点一点往前爬的时候，画面中留下许多空白。这个空白为什么你猜不到干什么？看见。这时候声音突然又响。他响的时候有没有拍到一个人拿枪打他？没有。他没有拍到一个人这样子。反击拿来扣下去，他没有，他完全拍一个空的画面，一个人往前爬，突然声音响，这个响的时候，这个枪声跟画面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开枪的时候应该拍到一支枪，就像电话铃声，铃铃拿起电话来，我看到电话，听到铃声。新导演的拍东西，尽量让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这叫做音画分离，声音跟画面是分开的。这个地方就是有文学的。通常文学是写一些东西描述一些想象的东西。当我把这个想象的东西做出来，就会达到一个效果。所以刚才你看的时候会给他吓一跳，因为他用了一个技巧，就是我给你看到画面，什么声音，什么语言，那杨德昌最拿手就是，对杨德昌导演要是将来都是个手法，你没有习惯就是那个空气一棵树，你可以考虑去当作家。你跟我们讲的是打起来，下一天都看到那个人拿着棒子，就觉得很纳闷，他们就把你的声音先到里面一棵树底下，你会以为发生什么打雷啊，或者说发生一个什么过程，这也没发生。下一个镜头是他得到很大的帮助，从此我们在班上的地位很巧妙的组上，造成一种真正的空间。我在那个班级最好的功课就是1、2年，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1、2年。因为永远拼不过那个红颜色，我也拼不过他要拍一部电影，他必须找到一个角度，电影说明是非常客观的、有距离的看一个事情，好像天空那个老鹰飞过，好像看这个世界，他非常非常客观和冷静。所以他到拍那个有一部电影叫《风归来》，各位看到几个人在跳舞，在一个女孩子前面那边跳舞，然后在那边互相脱裤子，然后那边最爱他是讲的4个人当当兵的，我不会写这种啊。当兵实在没事干。作文你照会写我。我开了一家那个，很无聊，一家面馆，开家面馆，你找我取名字哦。我哪会啊？我刚才取又讲越无聊。我想越花没有非常好，因为拍的无聊。有学问。因为他却呈现的当时年轻人要没有事做。他们做的这个当兵的伙伴呢，就在这个海岛上面追来追去。这时候他的镜头就用远远的镜头，就是用比较远的镜头来看这个世界。所以人都小小的，可是海洋很大，画面很大，这也是文学，这也是文学。所以我刚才各位看完这个时候会得到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是用电影来说文学的方法。接着休息一下。那个下一节课我们把最后看。其他人请先就座，先就座。
拿些工具来，站这边一边。吃完了就请回座。有没有哪一个同学是中小生还没有登？中小级老师登记的有没有？手上那张，请同学配合注意事项，务必前后要看清楚。 等一下回教室用完餐之后，12点20分这边就位完毕啊，12点18分更正，18分就位完毕。已经签完名的同学可以开始写你的学习单啊，你可以跟同学先一起分享一下啊。那么看看学习单怎么写啊。那么3张，总共3天有3张，你今天就写第1张啊。那我们需要总共有3种今天只有发1张，对不对？好，那就是先写今天这1张。你可以跟别人讨论该怎么写，但是不能用抄的啊。这个将会有评审啊。那么如果发觉你是用抄的啊，那就给你退保啊，甚至给你提报处分啊。学习单是明天早上啊报到的时候，明天早上报到的时候啊交回来。同学都要交啊，如果你没有交，这个会让你没有办法完成报到手续，你会增加很多困扰。你还没有拿到学习单的举手，你没有拿到绿皮书的举手。好，等一下给你们啊。还没有拿到学习单跟绿皮书的同学，请你等一下，11点50分，我宣布可以回教室的时候上前面，就可以帮大家这边来拿。
师说按摩没关系，来帮老师按摩一下。没有，然后我帮你拍照。老师，我们2个啊，好。就是要这样去看啊，现在是非常的赞叹，而且惊叹啊，这么多人写这么多书，我要在什么时候才看得完啊？没有想到我的赞叹居然引发了那一年最大的影响。我没有刚好是这个，但是没有影响，但是有很有他们这个诗会已经开始讲，到他知道那个诗会，又是对他有事，4台、2台、3台、4台，这个4台诗会一开始讲。让我欢迎小野老师。是呢，接触到先生的时候呢，我是在《永之声》这本书里面，当时我就非常强烈的感觉到，老师对于人物性格的描摹呢，有一个独到的功力，就连没有个性的性格都能描写的非常精湛。当我发现呢，书中人物和自己有雷同的个性时，我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样瞬间的共鸣，不是我现在用3言2语可以形容的出来。一跑出来就骑到我前面，他就跑过来。对，老师，看老师就非常的紧张，然后过去。一脚就滑过去。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老师的作品对于人生的启发。我觉得当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中的主角啊，都会做茧自缚，然后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然后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利益，自己人生的利益，然后寻找自我，然后当我在看书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寻找自我，体会书中人物的感觉，然后让我自己也跟着书中人物的蜕变成长。当我在看完书的时候，你感觉到自己是变成一只成蝶破茧而出羽化的感觉，真的就像是一场魔术一样哦。然后其中的虚虚实实，然后我实在也搞不太清楚。那我们现在就请小野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他魔术的技巧。谢谢同学讲那么精彩哦！我刚刚来到嘉义的时候是飞机差点搭不上，跑到那个柜台，他说剩下最后一个位置，他那个位置是坐在那个飞机的那个驾驶后面，空中小姐隔壁最后一个位置你要不要坐？你要面对所有的那个乘客。我说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也要面对很多人。所以我先试试看坐在前面什么滋味。所以我来的时候差一点没搭上飞机，不过上帝保佑，我终于来了。我搭最后一个位置，面对所有的顾客，假装眼睛闭起来没看到大家，飞到这边来了。然后今天这个场面真的很特别。我刚才在来这边的路上讲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演讲。然后我最近的一场演讲是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去跟德国一个国际书展的德国现场的国际观众讲一个台湾的文学电影的，讲完之后我就把台湾的主题带到这边来给你们分享，所以我也非常高兴，选择你们学校真的蛮特别的。你看刚刚的开场就知道，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开场这么慎重的，有点把我吓到了。我也知道你们非常热情，因为前面有一次本来是 SARS 没有来成的，我就收到一些同学的来信。然后卡片我看了非常感动，想说下一次如果再办的时候，就算再忙也要来。所以果然等到今天，其实我是非常忙的。当然我想说又不能不来，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各位失望的表情，所以我就来了。来这边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共同的经验嘛。那我们就开始好不好？在场有些人要发问，是不是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所以没有关系，各位不要紧张，你们就要开始吧，我们自由发问。我独自月下归来，就凄凉一个人，凄凉就是我就月亮山风切乱了窗子上的灯，那个山风一直起的味，会把那个松树吹乱的那个觉得是小风，那就是你切的风，吹不散我心头的人。要看小李老师大学面试。先生写，他写这么好，自然科学不老的人，他怎么老啊？
上，怎么会写情书啊？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说，其实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位同学开场白说，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念生物了，因为我们生物老师很凶，然后我很崇拜科学家，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念生物。当时老师送了我一个蛹，一个蝴蝶的蛹，他告诉我说这个蛹你摆在家里面观察10天，但是你小心它会很快就飞出一只蝴蝶来。后来我就把那个蛹带回家去，放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不到10天它就破了，然后就飞出一只蝴蝶。那只蝴蝶是南台湾屏东少见的一种叫黄裳凤蝶，黄色的衣裳叫黄裳凤蝶，那个翅膀黑色的，身体黄色的。我看完之后非常感动，觉得生命实在非常奥妙，觉得生命本身非常奥妙，所以我想了半天，生命很奥妙，应该念什么系呢？就念了生物系。后来发现，我想如果了解我如果想了解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系，因为生命的本质可以念哲学系，哲学系可以探讨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可是我当时因为念高中嘛，不太清楚这个选择，于是我就念了生物，而且我如愿以偿也考上生物系，而且也非常辛苦念了4年，成绩也不错。最后为了要立志当科学家，就去了一个医学院研究2年，教书。然后出国念书，念分子生物，一直到差不多快要30岁，我恍然大悟，觉得说我如果喜欢生命的话，我应该做许多创作，跟创作有关的事情。后来我就重新开始我的生命，所以其实我的生命改变很大。后来我开始创作，包括拍电影，然后写小说、写童话，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大学时代念生物也没什么不好，一方面增加蛮多生物的知识以外，科学训练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科学训练对我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比较理性，我比较不会情绪。那我觉得有时候你学一样东西，有时候不完全只是知识嘛，对，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第二个问题是，第一部小说《勇之声》啊，在1990年就是中国时报评选为那个40年来影响读者最深的那个书籍嘛。那对于这部小说，你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和缓慢的过程。我人生中第一部小说叫《勇之声》，就写的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老师送我一个蛹变成蝴蝶的印象我实在太深刻了，所以我第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勇之声》。那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太会写小说，那我唯一能够掌握就是我念生物系，所以我让那个男主角是念生物系的。然后他的朋友有人念中文系，有人念经济系，因为我妹妹是念中文系的，我姐姐是念经济系的，我所有的知识跟认识都是我身边的人，我就用我姐姐、我妹妹她所念的系，她有的课本跟内容，我去了解，写下我人生中第一部中篇小说。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勇之声》里面写了很多实验室，我写了很多生物系的实验室，做实验的诚不诚实啊，或者在大学的爱情啊，或者大学生的处境。那现在看起来，也许里面有蛮多的技巧上的不成熟，可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改它，因为我觉得它蛮能够反映像我那样子，刚刚才进大学，我大概是念大学就开始写作，大一、大二就开始投稿，所以里面保有很多是那个年龄的心情。那我其实写到现在已经写到第80本书了。今天早上，吴金老师他老虎接着民工的路上的，向这里觉得今天早上是民工路上的，今天的这一个早晨，就让他。此刻我站在这个地方我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笑，突然忘了我是谁，因为我变了。因为我看了这几部片的时候，真的也是真正的受到感动。我妈坐在后面的位置，旁边有几个同学啊，似乎他们也深深的受到感动，那种感觉。而且很想大家手牵手啊，有彼此的情谊，互相交流。那文学之美啊，激励人们的那种心灵的激动，还有那种澎湃的思潮跟灵泉啊，此刻都被我们李老师勾引起来了。请大家再一阵阵的掌声。现在还有时间，那个移请到我这边的12点，不要太晚了好，12点，好，12点就12点啊，12点在各教室点名就在教室各教室我们要发放便当请你回到知道那么现在如果你要签名的同学请从这边来请问你谢问题吗？在场有没有人要向老师提出问题的？举手问他。没有吗？那我先问老师，那你刚才提到说，我们要维护自己的赤子之心，然后不可以紧张事业感动到。老师，你一定听到过，就是情报会让自己的世界感动到。那老师是怎么维护自己的世界感，然后一直到现在都在保有这个纯真的赤子之心？然后我们说没有，我怕，因为你在保有一个，比如说你对这个人的坚持，你对是非的，你对对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你是一个有好的想法，你在做对的事。他说你有一个好的想法，在做对的事。那你觉得你的好的想法是透过你的理智跟感情的这条线通过之后，你觉得你这是好的想法，而且你的做法也没有错的时候，那有很多人的心里对不对？而且很糟
沉默跟同一个声音要大。任何地方都一样，不管你今天是个大人，你做老师的也好，你做什么也好，往往那个反对的声音是极少数，但是声音很大。你们以为说哪一个人在反对你呢？这地方你要把握好，我有好的想法做对的事，我无所谓，我更好是我跟他沟通好，我已经做一个充分的解释说，我觉得我是好的想法做这个事，我就做。那这里说到就我们前面讲那个，你要叫别人讲一下你就脸红了，然后你就开始受不了了，你就退缩了啊，你太要脸啊，我们当然是个缺词，我们是有尊严的。那在这个时候有义务任何不要加一个光，加一个引号的，这样记住了吗？智慧，就智慧。有时候我们一件事情，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其实世间很多事情都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解决一种事情，它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解决一种这个事情。那一个聪明的人，基本上一个聪明的人，他可以很快的找到减轻快捷又便利的方法。但是那个方法是聪明方法，对不起社会的方法，那可能会伤到对方，会伤到对方的尊严，伤到对方的习惯，伤到对方的很多很奇怪的东西。那个人的某些造诣，你要去碰到。那有智慧就是还要考虑到对方他可以接受的程度，两者去找一个公正，或者是找一个重叠点。做下去，现在花很多功夫，也很耐心。我很缺少这个，我是讲，非常缺少这个耐心，然后慢慢去跟人解释。而且这方是我很看不起的。我说他真是不对，不是普通的笨。已经讲了好多次，他都还是不理解这样子。我就会想要很快就想把它放弃掉，但是你不会伤到他，会啊，我也不会伤他。他后面再讲一句很难过的给你。你要很算，就说没有关系，我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去跟你这样子啰啰嗦嗦的，不要在这个阶段我要完成，我值得这样做一个相应的事实，所以要加一点智慧，这个需要有耐心，而且是综合两方的立场、两方的观点，两方的对话。我觉得老师刚才也非常厉害。
喜欢远，你看要多上去。他的路，那我觉得说很高的优点，都不太熟悉。但是你可以说到这个人的才能上的优点，那你就会拿到。然后朋友的交往需要耐心，需要耐心。还有一个观点啊，你千万不要去找一个跟完全一样的人，要作为你终身的伴侣。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也是自私的，也是不太统一的。所以最后的情侣之间的摩擦，都是因为他不能满足你的期望，不能满足你的期望。你想想，我们可以满足对方，完全满足对方的期望吗？很高很难。我们可以多欣赏对方的优点，那对方的缺点要让你不能忍受，那就不是你终身的伴侣，也不会有心灵的伴侣，也不会有心里交心的伴侣。要是他的缺点不能让你容忍，你无法忍受他的优点远少于他的缺点。那些缺点很奇怪，缺点也不一定是有些地方有人看不觉得缺点，比如说他很省掉，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子，他不能看起来掉，但他的另一半完全不能忍受。你就我要他掉你3天2天的事情，他很早他从10几岁我就知道他喜欢掉人家，他就喜欢掉人，而且他掉人，掉到基础就很疯狂，他半夜就会去掉，然后早上回来，你这礼拜6几个礼拜6，他晚上掉了，因为你早上来，他晚上睡觉，没有睡觉，所以遇到的事情我们不觉得是。还有一个病人他不能忍受他先生的缺点是什么？他先生每次都养了很多狗，非常喜欢的狗，他把狗就养死了，然后后来就把那小狗卖掉，那个时候连领狗也卖掉，后连猫狗也卖掉。他为什么不能忍受？他就说，这是我卖他，你不要我卖他。就他这个不是不能受到的解释，他说，那你为什么把我卖掉？不把我卖掉，这就是无语句。那先生完全不能忍受这样子。比如说，我们有几个箱子，这都是优点，他的缺点，不要去琢磨。所以你最早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就是你多留意他，多看一看他，就看他，就看他。你看那不是每次跑到他前面去看他，根本就吓死了。你看有点技巧，就是有什么事情去请教他，去问他，你眼神必须跟他交换。一个人每次看到你说眼睛很饱和、很闪烁，这不是很胆怯、很有自信，就是这个人跟你完全不来电，完全没有频率，那你就不要有什么希望，要不然你就不理他。他多欣赏他的优点，发掘他的优点，而且不是五官，不是身材上而已，而是还有些内涵上去充实吧。这样好吗？很好啊。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带他来。老师你好，我想要请教你说，就是在人生嘛，就是有时候会遇到挫折啊，你都怎么抒发你就是不错的心情啊？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排解？有时候可以再小一点，比如说遇到别人抛弃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比如说那样子的，不要去面对挫折，当人生挫折非常非常多样嘛哈。所以要是你问题问得很大哈，那叫大灾问。那大灾问就会被用我觉得就很简单，对于计划就回答就是你克服嘛，哦，你就克服嘛，那就可以的。所以我们每次都是讲，小一点，小一点，再小一点，对。小一点，徐志远也蛮方便的。你这眼睛又跟谁放电，你都忘记了。就是阿爸，就是那个在你那个校门这个年代的时候，然后要是你课业上遇到危险啊，你是不能排解的话，你会怎么办？我从
确太糟糕。当然没有像洪一勇那么好，但是洪一勇在学校的时候，洪一勇大家听过吗？洪一勇在学校听说功课不错，对。那我好像功课没有他那么好。我能够就是一点照顾大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第一天其实那时候是来自像高中、高中，我大学来自粤语，我为什么是很爱我做我的想法，同学们都要深入跟我，那对这个从出发会比较准确跟等，然后跟老师之间的沟通还也不太好。那我也在怕同学，不只是在怕同班，因为我怕同班同学，怕那同学，而且我也怕那个高中这些同学没有到会怕。我觉得他们就是，可我觉得他是人才，他有比较实际上，我就主动就跟他们接触，他会不会轻视那个幼稚的才？所以他意思就是觉得，我会这些无声，我就是幼稚。对不起，我上面的几句话跟几句我都没有知道。那会失落，还是那个时候就给我很大的信心。那挫折当然也有，在认识的过程里面，也有会经历这种可能的，因为不会，不行。他觉得说，我这个第0节我要高级班上这样子，因为他被人家认识，就是说他也销售上到这一个，但是也会有这样子很奇怪的事情，然后说跟1级的，说我高2的跟高1的来这边谈话什么，他就是说你们是在干什么？你们高2进来我们这里干什么？那我觉得在这跟你相处久了之后，他们都还会了解，会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掌握自己才能。你去认识自己的才能之后，好好去发挥，那你会做的感觉会降低，会降低。就算你有学过钢琴，那你就只是想要做一件或是或者说跟我妈非常快乐，你自己也让自己快乐，学习让自己快乐。那你的某些内容也让你自己快乐。很重要，只是学校的书而已，外面的书、课外的书，或者是不让自己快乐。像前几届那一个台大生物科技还是什么啊，有一个是学生啊，大一的啊，为什么从13楼跳下来怎么样？而且一直跳一往走上去，跳不了对。我们是觉得其坚定，学了一好的经历。但是你想想，高课肯定是好的，说路上我到台大修课，其实一定是从小就是一定是第1名或者前3名在路上，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想到他生命中的价值没有，他觉得他也不会去影响他爸妈，也不会去他的工作好，也没有办法让女朋友跟他走，他的工作好也不会得到同学真正的敬重。很快没有因为他有这些经验，也是为别人学，他没有从这里得到快乐跟满足，他尽量去找这个东西，给自己快乐，给自己能够才能发挥，给自己那个在快乐学习的时候，你学习勤力不用忘了，就算他画一张那他不画很好的时候，你会让自己发光，那时候你就会有回转。用挫折就相对相比，这个快乐相比，当每次是越高，快乐越高，你挫折感觉越低，你越上度越低，它是相对的。实际上，要应用起来，有一点口中做得很好，有一点这个人只有比较好，那就是真好，就是画画的真好。就是给自己的才艺经历，我自己也真好，我真好的事情。因为我在打电脑的时候，没有为什么有时候你发你自己写课好，你那个你自己写课好，有人怎么写课好，中间就是很快乐是吗？对，那增加一点这个奖。谢谢老师。
全部都是。没有办法。所以在对生的爱恋里面，尤其是失去
抵制，所以王尔德是不是可以对我们的时候，所以那个往太跟我讲的时候，哇，好像看到他19岁、20岁的年纪，你看年少不知道走个个我就想说，哎呀，曾经经过很多嘛，我觉得他是19岁啊，对他讲的就是一个技能，就是一个技能，但是他是说有一块很柔软的田地在那边吗？那个田地什么？对在一个什么中央队伍的，这小提琴不好看啊！喜欢看吗？喜欢看鼓掌。最近看到好像公司的工地啊，老师说我在内资一个小朋友球啊，为什么我是老动家手号签一下？有现在来签到啊？有时候可以来签。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所有同学所以那时候跟那些年轻导演合作那段时间，听你是讲什么样的难过？我觉得那个时代是可以他好像到一个新的思维，到了电影，他是自己的创意，比如说很多学电影的人懂得那个突然有机会来他们杭州，就是有一个在地或者其他的有一个他能够做完的，还有就是你现在在画会给你多加一点再有那我就把你大概只拍我有的意见也给我说，那我就可以所以你不要再给我
不行，这个那个经过后面就开始。练第9名，对，那这是他第9名，他经过辩证之后进入到第6名，啊，在最后关键中必然会变希望奖最佳影片。那可是这个红会的所有宣传都走向用枪、用血、用震撼的东西宣传，结果很多观众都被骗进去，以为它是一个警匪片，但是一看完之后不是，它里面其实讲的是一个整个台湾社会的变迁到每个人的人生。压迫在边缘，随时会爆发。啊，18一通电话打错、找错，就发生一个命案。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是想让他们拍电影拍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一个非常的对台湾社会的观察到非常细微。恐怖分子对我而言，就是从全部拍完以后呢，我都不知道我在演什么。我知道大概这个人是什么，但是我的表演方法应该怎么样，我一直不清楚。我倒没有说被打击到，说没有信心到对自己表演完全失去信心，没有。当我看完了《恐怖分子》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部电影拍得很好，比我想象的好。因为原来老娘要拍这么一部电影，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希望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到了差不多1984年左右，开始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一方面在一方面发展变力立足，越来越多的这些文化。但是很多人是说我会说英文，但是不要忘记语文，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代表。除了语文之外，我们却如何的融入到文化里面？我们如何把话说得更到地？也就从发音，从腔调，我们如何去融入？更重要的，我们在用的能力部分，我们应该怎么跳脱？我们应该怎么改变我们的想法？纸笔测验真的不是英文的主流，那是台湾某种很特别的一项产物，它真的抹杀了学语文的乐趣。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扭转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在观念上做一个理清。我们今天学英文的目的到底是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大家去更了解英文它的乐趣在哪里。也希望大家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英文绝对是一种能力，它绝对不是一科学科。我们希望几年的英文学校，我们将来能够走遍全世界，不用怕，好好的为我们自己的未来
后场冠名的一天。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来到学校，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学习。我们是以最热烈的掌声来表示我们的谢意。这是我刚刚从日本拿到，在东京找到的片子，是黑泽明导演。黑泽明各位听过吗？OK， 你听过？黑色的黑，三点水，沼泽呀，岩林的林，黑泽明的作品。他是一个日本人，他是日本导演，他是一个亚洲的导演，他是个世界的导演，他几乎属于一个导演。他属于全人类所有，因为他是一个文化产，他是一个文化产。那请再问一下你的意思什么？在我这边有按照新闻。那这个片子是有日文发音的，日本话。那我在找到的时候是有中文字幕的，那也有英文字幕，有西班牙字幕，有俄文字幕，有很多字幕。那我希望能够学到中文的字幕可以看的。那么需要用日文来发音，所以你的语法理解就是有点难搞，有点难搞。第一个播出待会要播出的是这种女花和梦，我们今天准备看三个梦，看三个梦。第一个梦是桃子园，那讲说5月5号那一天是日本的女儿节，女孩子的节日。那女儿节日在上面还有放一个飘逸的鱼在子梅花，所以一起还有那个很多我们家有就是那个娃娃，日本这个娃娃，但那天女孩子都可以享受女孩子的服务，那种比如说她弟弟就要赶快送好几个公司，那所有的姐姐们就这样的大大的坐在那边，但是那一个弟弟就发现说，这个来的这些姐姐的朋友们，总共加起来就是5位嘛，他这个看到有6位，他就会觉得说，你看六盘那个红旗啊，他姐姐就说，你们干嘛？我们一个人做就好了。这有6个，那不会数就是5个。就是说就是6个发烧了，姐姐很凶的，姐姐打他的头然后他就给我们看说，那女孩子在那边，突然有一个灵魂在那里，他就说在那边，所以姐姐一回我一看又不见了，他就赶快跟去，原来他是什么桃树记，日本人把那个桃树全部都砍掉你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意思是这样，就是当我们没有中文字幕的时候，你大概有一个了解是这个意思了解这个意思。这还不是讲到环保，有一种最象征那个桃花是象征的这些女人，这些女孩子。女孩子要是自我不尊重，或者别人没有很奇的话，乱砍乱伐的话，那么这些是女孩将来不是日本人的妈妈，都是日本的国民，怎么办？日本将来希望怎么办？他们将来都是人家的妈妈。都是年轻自我尊重的时候，那怎么办？那可以看到，这部片子在30年前就拍好了，得到凯泽影展的12项大奖，囊括了所有大奖。台湾都不知道，因为台湾那个时候说，为了看日片，为了用日货，为了怎样，为了情绪性的那种有做法。OK， 那这部片子得到了12项大奖。你可以看到那个服装。镜头，所有东西都是作品。我们可以看这些得奖作品。我们看第2个梦，桃子园，从第2个梦开始看。第2个梦，可以了吗 ？OK， 好，请那个两排灯关掉就好了，两排关掉就好了。
个故事讲，一个小孩子在打雷雨的时候想要出去，他母亲就交代他说：“你不要出去。”这个时候我会回这里，那就是狐狸要娶亲的日子。狐狸娶亲不会让人看见，你要是看见了，你就遭到横祸。这个小孩子才8岁，你不说他反而不会想去看，你越叫他不要看，他越想去看。就走进了森林，就看到了狐狸娶亲。他回到家之后，这个妈妈就拿一把刀子就给他说：“你要自杀，因为狐狸跟他来过了，说你偷看他们娶亲。”你就快起来。他说：“你要去想要一个活命，只有说你带这把刀子去找狐狸，请求他们的谅解。狐狸住在哪里？”他说：“狐狸住在彩虹的底下。”这个男孩子就不断地走，开始走，彩虹就后退了，他不断地走，不断地走。我刚才不是问说，什么叫做电影中的文学性吗？刚才那个电影，部电影就充满文学性，所以你会觉得怎么暗暗的、闷闷的，这样是有那个震撼的。那我跟各位解释，都有这样东西，各位。Doesn't mean that you have to be the best. 杨德昌导演刚才拍一个恐怖片，第三个只是最好。因为我看到那个，他拍一个人，他进来用手把他，是不是有点搞不清楚？他进来他赶往 It just means that you just give as much as you can. Give your 100%. 你不一定要 perfect. 你不一定要 perfect. 你要做自己。做尽力而为。Just try your best, try your hardest, and if that's not perfect, if that's not 100,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 did your best. 如果不是完全十全十美的话，没有关系，只要你尽到力量。So remember, be the best you. Don't try to be anybody else. 记得做最好自己，而不是做别人。And then be the best you. Just try your best. You don't have to be perfect. 不见得要十全十美，可是要做自己最好的。And if you remember those two things, well, I think then that you will be a really great person. 如果你能记到刚才的2项的话，为什么你猜不到看？这时候声音突然又响。他响的时候有没有拍到一个人拿枪打他？没有，他没有拍到一个人打击他的。后来他没有，他完全拍一个空的画面，一个人在突然声音响，这个响的时候，这个枪声跟画面是没有关系。跟昨天的开枪的时候应该拍到一支枪，你比昨天的电话铃声叮铃响起来，拿起电话来 ，OK， 看到电话不断铃声。跟别人比的为错，尽量让这两个东西分开。每天带这叫做冰化声，跟自己比会更加的进步。OK， 当我们愿意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给环境、带给周围的人一些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提醒，对环境的关心都会更加的健全起来。所以下面有一首歌要跟你一起分享，是我们自己在这1-2年之内。这个团体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提醒，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 be the best you in Taiwan， 就可以 transform 这个台湾的状况，在黑暗的地方，我们可以点燃一束光芒，照亮这个社会；也可以在冲突的当中，我们带来和平；在竞争当中带出爱。OK， 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就能够带起一个爱的家园，让台湾可爱起来。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重点，不然就是我叫严所说的，当他要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呢？电影说明是非常客观的、有距离的看一个事情，好像天空那个老鹰飞过，好像看那个世界，他非常非常的冷静。所以他到拍的有一部电影叫《风未来》，有一个视角。他一个然后那个最后这一段，他们讲的4个到当兵的，4个是到当兵上的时代，无聊，然后这部电影很无聊，很无聊，换成4个之后，在那边转来转去，因为电影在讲什么？讲的这个
除了排队的同学之外，其他同学还是可以坐下来。旁边的同学说。
you have a minute after the program to come and say hello. We'd love to say hello and talk to you for a moment. Thank you once again on behalf of all the teachers in Heaven and Melody. Goodbye, everyone. Goodbye. 谢谢，再次感谢所有承办这次活动的老师。同学，如果你等下这个课堂结束了以后呢，有一点点时间的话，老师他们非常乐意在门口那边跟你们握手，跟你们 say hello。那么，请你们就现在就将这个回应卡传给班长，班长可以收集的拿到前面来。接触到先生的时候呢，请你们记得，我们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是什么？ 《永之声》这本书里面，当时我就非常强烈的感觉到，老师对于人物性格的描摹呢，有一个独到的功力，就连没有个性的性格都能描写得非常，精湛。当我发现呢，书中人物和自己有雷同的个性时，我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样瞬间的共鸣，不是我现在用3言2语可以形容得出来。遇到红灯直走。对老师，看到老师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老师的作品对于人生的启发。我觉得当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中的主角啊，都会做茧自缚，然后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然后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利益，自己人生的利益，然后寻找自我，然后当我在看书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寻找自我，体会书中人物的感觉。然后让我自己也跟着书中人物的蜕变成长。当我在看完书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是变成一只成蝶破茧而出羽化的感觉，真的就像是一场魔术一样了。然后其中的虚虚实实，然后我实在也搞不太清楚。那我们现在就请小野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他魔术的技巧。我刚刚来到嘉义的时候是飞机差点搭不上，跑到那个柜台，他说剩下最后一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就在坐在车台那个飞机的那个驾驶后面，空中小姐隔壁最后一个位置你要不要坐？你要面对所有的那个乘客。我说没有关系，飞下我也要面对很多人。所以我先试试看坐在很多人前面什么滋味，所以我来的时候差一点没搭上飞机，不过上帝保佑，我终于来了，我搭最后一个位置，面对所有的顾客，假装眼睛闭起来没看到大家，飞到这边来了。然后今天这个场面真的很特别，我刚才在来这边的路上讲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演讲，然后我最近的一场演讲是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去跟德国一个国际书展的德国现场的国际观众讲一个台湾的文学电影的主题，讲完之后，我就把台湾的主题带到这边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也非常高兴，选择你们学校，你们学校真的蛮特别的。你看刚刚的开场就知道，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开场这么慎重的，有点把我吓到了。我也知道你们非常热情，因为前面有一次本来是 SARS 没有来成的，我就收到一些同学的来信。然后卡片我看了非常感动，想说下一次如果再办的时候，就算再忙也要来。所以果然等到今天，其实我是非常忙的。那我想说又不能不来，因为真的不忍心看到各位失望的表情，所以我就来了。那我想来这边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共同的经验嘛。那我们就开始好不好？在场有些人要发问，是不是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那其实他的起步不是很早。所以没有关系，各位不要紧张，你们就要开始吧，我们自由发问。出书很早，我觉得出书从24岁就《永之声》就出了，在大学中出书，在有一些以前出书更难，以前出书更多。我们那有几个问题。他能够有这样子走到后来，小野老师的整个人生的变化，都跟他最早的写东西都有关系。然后他认识了，我说做电影科学方面，那后来为什么会走上？那吴念真是自己写小说，然后后来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说其实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位同学开场白说，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念生物了，因为我们生物老师很凶，然后我很崇拜科学家。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念生物。当时老师送了我一个蛹，一个蝴蝶的蛹。
他告诉我说，这个蛹你摆在家里面观察10天，但是你小心它会很快就飞出一只蝴蝶来。后来我就把那个蛹带回家去，放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不到10天它就破了，然后就飞出一只蝴蝶。那只蝴蝶是南台湾屏东少见的一种叫黄裳凤蝶，黄色的翼裳叫黄裳凤蝶，那个翅膀黑色的，身体黄色的。我看完之后非常感动，觉得生命实在非常奥妙，觉得生命本身非常奥妙，所以我又想了半天，生命很奥妙，应该念什么系呢？就念了生物系。后来发现，我想如果了解我如果想了解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系，因为生命的本质可以念哲学系，哲学系可以探讨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可是我当时因为念高中嘛，不太清楚这个选择，于是我就念了生物。而且我如愿以偿也考上生物系，而且也非常辛苦，念了4年，成绩也不错。最后为了要立志当科学家，就去了一个医学院研究2年，教书，然后出国念书，念分子生物，一直到差不多快要30岁，我恍然大悟，觉得说我如果喜欢生命的话，我应该去许多创作，跟创作有关的事情。后来我就重新开始我的生命。所以其实我的生命改变很大。后来我开始创作，包括拍电影，然后写小说、写童话，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大学时代念生物也没什么不好。一方面增加蛮多生物的知识以外，科学训练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科学训练对我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比较理性，我比较不会很情绪。那我觉得，有时候你学一样东西，有时候不完全只是知识嘛。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就会把国家败坏掉。可是有那么严重吗？我感谢这个，是会后续都是，其中一个确实被抓的，都是哪里？第二个问题，第一部小说《在1990年，就是中国时报评选为那个40年来影响读者最深的那个书籍嘛。那对于这部小说，你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和缓慢的过程。我人生中第一部小说叫《蛹之声》，就是写的是我刚才跟各位讲的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老师送我一个蛹变成蝴蝶的印象我实在太深刻了，所以我第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做《蛹之声》。那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太会写小说，那我唯一能够掌握就是我念生物系，所以我让那个男主角是念生物系的。然后他的朋友有人念中文系，有人念经济系，因为我妹妹是念中文系的，我姐姐是念经济系的，我所有的知识跟认识都是我身边的人，我就用我姐姐我妹妹她所念的系，她有的课本跟内容我去了解。写下我人生中第一部中篇小说，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蛹之声》里面写了很多实验室，我写了很多生物系的实验室，做实验的诚不诚实啊，或者在大学的爱情啊，或者大学生的处境。那现在看起来，也许里面有蛮多的技巧上的不成熟，可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改它，因为我觉得它蛮能够反映像我那样子，刚刚才进大学，我大概是念大学开始写作。大一、大二开始投稿，所以里面保有很多是那个年龄的心情。那我其实写到现在已经写到第80本书了。这80本书你可以回顾最早第1本到现在第80本，我所关心的事情其实差不多。我所比较想关心的，我想写的事情，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的追求跟那个他的教育、他学习，然后他的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从第1本写到第80本，我中心的关心都差不多，只是写的故事不太一样，跟题材不太一样。那我们继续念第3个说像帝女啊、嫁妆牛车，还有流氓教授等这些像那个文学啊融入本土戏剧的那些这些戏剧节目也是你也持续制作像那个薰衣草啊，然后杜斯南之吻，这样使用偶像剧的手法，这样来塑造文学生活化的那个戏剧节目，然后是什么样的动机，然后促使你做这样风格迥异的那个尝试？其实我今天来这边，待会的课程里面我会讲到，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大量
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因为早期的台湾电影跟文学是脱节的。那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就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另外呢，当我从事电视工作的时候，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引进了很多台湾的小说，比如说《逆女》这个小说，我就改编成一个7集的迷你连续剧。还有《流氓教授》，像各位比较有印象的当然是《流氓教授》，因为他是一个8点档，他也是一个人的自传。不要太你们都不要太紧张哈。那个一紧张我就跟他很紧张了。那个《流氓教授》其实也不是一个小说，它就是改编那个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嘛。那我就会想说，这个故事如果变成连续剧的话，它可能很有一些情节，也很有一些励志啊，我就把它改编了。换句话说，我本身一直觉得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应该要有自己的艺术，它应该有自己的舞蹈，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音乐，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学，它甚至于应该要有自己的电影，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电视剧。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台湾本身应该要有能力生产自己很好的电视剧，所以包括偶像剧啊，我都认为说偶像剧好像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找自己的故事自己拍。所以各位大概有一点印象，我在台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叫做《名扬四海》。名扬四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名扬四海就是很典型的是也没有改编日本的漫画，也没有改编什么，就是在台湾本地找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北部去求学奋斗的故事。那后来拍了大概1、2年，后来我都离开我的工作了，之后才上映。那像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我比较喜欢的。那后来还有一些偶像剧都是台湾自己本地自己创造的。我一直在觉得说一个环境啊，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台湾社会，我们台湾的这种环境，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己从我们环境里面找故事，找能力来完成。就像我刚刚来的时候说，我为什么去德国做演讲，是因为德国人知道台湾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拍了很好的电影，跟文学改编，希望我去讲给他们听。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大概10-20年以前一直进行了差不多10年的工作。我是很乐意去把我们自己拍的那个电影、文学介绍到欧洲去。那换句话说，既然欧洲人都知道我们的东西，我当然会今天会特别来这边，希望带给这边的孩子，国中生也好，小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知道一点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大概是这个心情。真的实现了吗？那对于未来你是否有什么目标而继续努力？经过了一个电影跟电视的改编以后，台湾有很多文学作品被很多人知道。比如说各位公共电视有个镊子，对不对？镊子是一个作家白先勇，大家都比我大个10几岁了，是我们这一代比较崇拜的作家，比我大概10-20岁的一个作家叫白先勇。那他的作品在台湾，其实在我们的年代每个人都看，那到了我们下一代，很多人就不知道他的作品。所以经过电视一播以后，很多人就知道有一个白先勇这个作家，他有作品叫《镊子》。所以电视跟电影时常有帮助我们去让文学作品让别人知道而已。那未来我最大的梦想是因为我看到美国有迪士尼有他们的动画，然后美国的迪士尼其实是台湾加工的，就美国很多那个来台湾很多人在看那种迪士尼的动画哈，各位我想从小到大都看过很多这种动画，其实有一大半是台湾在加工，加工完之后再还给他们在全世界演出。那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说台湾有能力自己做台湾自己的想出来的故事，自己的 idea， 自己拍动画，然后这个大概是我所有实现的梦想里面还没有实现的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实现了很多梦想，那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很大的梦想，其实蛮难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动画能够全世界发行。那现在青少年十分缺乏阅读文字的动力，那你对于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资讯太发达以后，我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些影像，对不对？然后打开电脑打一打字，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就像你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去电脑上打一打"小野"2个字就出来很多东西，就可以问我了。然后，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我们就越来越没有时间去消化一些，去看一本书，很完整的看完一篇小说，或者读一本书，越来越没有时间，都依赖那个工具。什么叫工具？就是说我只要打开来按一按就出来了。它那个好处是非常快，坏处是你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你的知识，对不对？比如说你面对一个作家，
你没看到一本书的时候，你怎么样问都问不到那个核心啊！我不是说你们两个，我只是举例子说，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书啊。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些问题来。如果你去没看完他书的话，你去电脑上一按“小野”2个字，他说一大堆小野，也有日本人啊，很多日本小野，啊，你可以找到很多问题。可是那个东西可能距离他已经好2-3-4年以上了，你会觉得很遥远，懂吗？就是所以刚才讲看书，其实看书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能够了解这个世界，很安静的让自己进入一个世界去看一本书，把你的心情会安静下来。你的心情会安静下来，不会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非常快速的往前进的，然后心里慌慌的，好像读了很多东西，好像每天都要看电脑，每天看电视，好像知道很多，又好像知道不多。看书是唯一让你能够让自己觉得说还会很实在的看完一本书有收获。那在心中是否有一套书来可以推荐给我们高中生朋友？那然后大约介绍一下里面内容，然后他为什么适合他自己？这个问题问的我不会答，因为台湾每一年每个月都出几百本书，我很难讲哪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我有个建议啊，就是说青少年阅读应该是很广泛比较好，不要太局限于说像我那个年代，我会被鼓励说只看传记啊，看名人传记，看成功的传记。到了这个年代，我会鼓励同学什么都看，尽量多看不同成长的东西，比如说你爱看侦探的，你爱看武侠的，你爱看漫画，你爱看一些爱情小说，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阅读本身是一个进入文字世界的一个门。当你开始喜欢阅读以后，你就很自然的，也许你读一读这个，读一读这个，读一读那个，啊，然后慢慢就会喜欢其中一样。我讲个笑话啊，比如说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什么都读啊，他有人跟我讲说他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他说他要买一套。他那个念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钱跟我给他的钱去买了一套金庸。那很多父母亲很怕小孩看金庸，可是我儿子很小就看金庸，看完很熟。然后我儿子也是玩跟大家一样玩电动玩具，然后你会觉得他花很多时间在电动玩具上面。那他念的大学是念社会系，有一天他毕业了，他去应征工作，他看到有一个分工作室，一熟读金庸小说者，2很会打电动玩具者。他一看2个都符合，跑去应征了。他发现这种人很少，第一个是把金庸小说全部看完的，第二个电动玩具打得很快的。那这2个人可能各一个都可能，同时在同一个人身上很少。结果我儿子就去应征了，就他终于找到那个他在他小时候自己纯粹是兴趣，不知不觉忽然发现有一份工作他可以做。我不是说这个好坏了，我只跟各位聊天说，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个书单说我只能读什么书，我倒觉得你们可以试着按照个人的兴趣读各种不同的东西都没有关系。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待会还有什么？要不要开放现场？有没有人要发问？有没有开放的同学？有没有同学要发问的？啊？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因为我们时间还有一些，对不对？原来我们到几点？好，那我就来。好，现在你刚刚说想做动画啊，关于动画的题材，你觉得哪一方面是你最想做的？这个同学问到那个动画哈，我站起来讲一下好了。我最近看到有人那个想改编那个吉米的那个改编吉米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好几本绘本，对不对？像有部电影叫《向左走，向右走》，它就是从吉米的那个里面改编的。那其实改编动画题材啊，在台湾有很多题材。你从比较古老的传说里面去找题材，去从中国的神话小说里面有很多题材。其实动画是因为怎么样做，而不是题材。比如说，你看迪士尼最后做到最后，花木兰他都可以做啊，他把中国古典的花木兰都可以做成一个动画，然后
日本人可以把中国的《三国演义》做成电玩这样，就是说题材本身其实很多，主要还是能力，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有趣，比如3D 动画的技术、绘画能力。所以台湾如果要做动画，其实条件很好，因为台湾除了早期的上游的话，上游这个想故事跟导演以外，从开始画图到加工到完成全部都有。在台湾有很多这种公司，最大的一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公司，在台北的一个台北县的一个叫红广公司，它里面有几千个员工。那我曾经带领他们做过一个西班牙的卡通，有带领过他们一群人在做自己编剧，所以我蛮希望在我可见的未来，大概5年10年之内，看到台湾可以生产自己的动画。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导演、自己的编剧，自己做，我觉得不会太难。这个同学问得蛮好，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难得来这边跟大家碰面，你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你可以问很难的，也可以问很简单的，然后不要不好意思，谢谢。开启了河水流过的桥墩，整个流过的水草的地。我们去到那边，我们去把河水。老师，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对于你对人物的描摹就是非常非常的深刻，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好像自己就进入到书里面去，然后变成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这种功力啊，除了多观察、多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对于人物哈，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心理医生的话，那个我的病人走进来的时候，我通常看他什么呢？我看他习惯，比如他会摸鼻子啊，就他可以从他动作开始看。比如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注意你摸哪里啊，或者说你手大概放哪里啊，就类似这样，这是一种观察开始，对不对？然后人从习惯开始观察这个人，他的习惯，然后慢慢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后一步一步越知道越多。他家庭背景，他生活在哪里，然后你就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清楚。像我们从事编剧工作哈，要做一个功课，要做一件功课，就是在编剧以前，对你每个角色哈，都要重新写一遍。比如说某某人几岁，小学读哪一个小学，国中读哪一所，比如兴国高中，兴国高中位于哪里？这个高中有什么特色，会影响这个人的什么想法？就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物啊，是要这么仔细的，从他的成长到读书到现在遇到过什么事情写一遍，好像写报告一样。写出来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写出来之后，你在写作的时候啊，他怎么讲话，你就差不多知道。他讲话的口气啊，比如说你讲话口气，你喜欢用的口头禅，你是用哪一种语言？然后你个性是很害怕的，还是很爱讲话的，还是胆子很小的？都随着我们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就知道了。这时候再往下写小说或者写剧本都很有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很多人说，他们说怎么样开始写小说，怎么样开始写剧本？我说，那你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要写的所有人列报告，花一个时间先做所有的然后放在自己身边。如果写不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把这个到底是什么故事，有什么故事啊？他是性格当中，他是一个讲的故事，然后他是一个玩家，你会从你人物的个性里面得到很多材料。只要是没有那个其中的讲不出来没有人讲，报告的因为是从这些人表达，就是我跟别人的报告不能往下写。你们有没有看过我的书？哪一本？或者对这个东西有点好奇或者不太懂的，特别你可以在其中也可以帮我说一下。因为呢，其中有一个算一个，因为呢，大学是2年。
下去不要给出的，我不管给妹妹不要给出在，后面要他们断掉，他们有每个生命诞生之后，你要到地球拿起来吃掉的，让我们让直接我表面的我只要分好吃掉，没有分别的东西。那你觉得生命是要的要生命，保护的意思，我们要加一些啊，生命的意思，如果没有的话，有没有那个生命？没有这个无道的不叫我们这个生命的。人是一个活着最发展的生命，至于你要追求什么，随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跟学习、跟经验、跟成长。我之所以在写作作为大家在思考，在追求他的目标，当然要看到他不会有一个绝答，因为我有一句话的话，不要当人，不要阿宝的做他就他说这个没听到过，不要阿宝的东西追求，真的跟最好的，所以我当然不表达，我表达。会想在写，我也想在好像就会不找到他。啊，还有我们定个时间看到几点钟好不好？我们下一堂课就刚才讲的，因为没关系，时间有这个机会保证给大家机会，那就30分，好来。让我们自己发热。
有幸和我们在一起的两位老师、同学、亲爱的另外家人的光和热，这辈子是如此积极又正面的，不为死亡而诉说生命的存在。谢谢大家。今天早上，吴金良老师对我们介绍了客家的鼓楼。那也是一个温柔流长的过程，那个语言是那样细细的出师前的目的，就是按自说，我们在写，不会像平常的话说，只是我们要来向阿豪，你今天听到的阿豪语，全部阿豪为我们写下这么多好的歌，天味、水味、长波肉。那么精彩的一些作品，主要说一些有时候很多故事，但是我要说，心茫茫，海之深，我们非常强烈怎么保有？因为是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看这个片子，我们就要让自己有生活。我们要跟他说，海之深，我们要追求他的生，谢谢。随着不断的往下流去，却它是有上游的。今天吴老师有客家的客家的文化的课，也是告诉我们一个艺人组织知道的艺人即便你不是客家人，但是你总是你这个种族的人，你是汉族的人，你给汉族之间的一个安人，你汉族之间的普语人，你汉族之间的。台湾以后，家里有很多那个资料容易找啊。家里一本植物，全世界植物的博览，我就去查查。哦，这个树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下来了。我曾经在几月几号到达法兰克福的一个歌德的铜像的后面，有一棵银杏树，这个叶子就是银杏树的叶子啊。这样，我就觉得人生这样子自己去摸索跟探索是很有趣的。那你们这个年龄还对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以后我会希望你们每一步都是自己去体验到，什么是人生从旅行里面你也看到很多东西，只有你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刚刚老师问到旅行，刚好我刚刚才旅行回来，有很深刻的感受，就这一次我终于没有依赖任何地图跟资料，完了回来以后才慢慢的回来再看看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感受一不一样。我跟别人感觉一样，因为别人会写说他去了那个地方嘛。那大概就这样经验了。这个经验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老师也把先分享，但是我们老师在后面旁边附，因为老师是对不对？对，看到有没有？他在旁边附爱语，附媒体。这位女生，说，你看吹牛，外显，胡扯，我怎么办？我又是练一块，然后他讲一个不一样的。那个老师您好，我想我们学校啊，就是我是站着念好还是坐着好？我是出去好还是在里面好？什么都不好。那我们就让学生自己尝试写那个剧本。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戏剧的人，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剧本就是这样写嘛。后来自己尝试写之后，真的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您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您是把人物构思之后呢，是把整个大纲就是想好你要写什么，然后再写细节，还是说您就先起个头，然后边写边想这样？那个写剧本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个最根本就是你第一个问自己说，你这个剧本想说什么？就你这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你在写之前，你要问自己说，我这个剧本想写的是一个寂寞，寂寞也是个主题啊，或者说。很拥挤的城市，就你要给自己先想，你这个整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很悲伤，或者表达一个喜剧，很好笑，很好笑也是主题啊，很悲伤也是主题啊，所以你要先想出来这个。想完之后，当然是所有的戏剧都是通过这个人啊发生故事，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有个戏剧都没有人啊，一只牛啊，然后旁白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要设计人的话，就像我刚才讲说，你这些人要干什么？就你一步步推嘛。比如说我举例子，你这个戏剧要表达是寂寞，用谁来表达寂寞啊？一个老太太跟一个流浪汉，好可以 ，OK， 两个角色在哪里遇到，发生什么事情？
那是不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那这两个人背景是什么？背景有差别哦，因为这个老太太有可能是她其实还有儿女在国外，她一个人住台湾，这也是一种老太太。一个是她儿女很不幸的都比较早离开了，她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故事又不一样。然后他遇到了流浪汉，那流浪汉大概几岁？他为什么变流浪汉？他是自己不得已当流浪汉呢，还是他其实在南部有个田地，他很贱，他想当流浪汉，是不是也可以？所以当你去想这个人的时候，越想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在对话中讲出来。对话，那比较高明的写法是不要直接说，不要直接说出来说，各位我是流浪汉。啊，我怎么样啊？各位，我是这个老太婆，我是很寂寞的。你绝对不要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就不用编剧了。你一定要透过很多行为，啊，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是很无聊的，或者是很寂寞。你要用行为啊，然后要用方式，就是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去表达那个你想要传达的意涵。这个间接哈，不要那么直接，也是一种技巧，对不对？就像说你要介绍我叫什么名字，我好像不用说。各位，我叫王大毛吧，我不用那么笨的方式说，各位，我叫王大毛，你可能就他走过去有人叫说王大毛，那他已经告诉你他叫王大毛，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这个方式在编译上是要稍微有点技巧，这样懂吗？这样讲大概就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如果你想编剧或者写故事的话，我给各位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情绪。就是情绪，就是如果你这个舞台剧是有5幕哈，一幕一幕这样接，有5幕的话，你告诉自己说，第一幕，老太婆流浪汉坐在那边讲话，这第一幕，我想表达的是很寂寞，请注意，寂寞就是情绪。啊，第二幕一翻开，老太婆不在了，只剩流浪汉一个人站在河边，他想自杀。啊，那我想传达给看的人的东西是很悲伤。第二幕情绪是悲伤，第3幕，他突然看到一只小猫走过来，第3幕是希望，小猫走过来了，为什么小猫给他带来希望呢？我们中间带一点悬疑，啊，第3幕就是希望加上悬疑，这是你的情绪。我这样讲下来，大概就知道说，如果你编不下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检讨说，我到底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寂寞，我想说有2个人的故事，啊，那我用透过谁来表达呢？2个角色，那这2个角色我用什么情绪表达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哦，终于找到了，第1幕是寂寞，第2幕是绝望，第3幕是希望，第4幕是什么什么？当你抓到每一幕的情绪的时候，你的故事就可以往下写。否则你会写下去，哎，我说没灵感了，不是你没有灵感，是你还没想清楚。你应该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说没有灵感，其实是因为你一开始也没想清楚你要做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要写个故事是你妈妈，我举例子，或者你爸爸，你身边这个人，你妈妈或你爸爸，你那么熟悉的人，你怎么会没有灵感呢？你每天看到他进进出出，或者他做什么事情，甚至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你不管怎么样。他说你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啊，你很容易写他，你从他身边的一些活动、行为、讲话就可以模仿嘛。所以很多人编剧或者写东西的时候，他会想一个他认识的人。就刚才这位同学啊，叫于中燕，对不对？好，于中燕这个同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干脆编一个叫做小林，这个小林的所有样子就是于中燕的样子，那你是不是就变得很好写？很好写嘛？他平常跟你讲什么都就照他平常骂你的话，他平常怎么样走路都不知道照你。通常编剧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想一个你熟悉的东西，开始写。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要试着写作的话，其实就写自己的故事，写日记，写自己，先从这一个简单的方式写起，再开始写小说，写别人。啊，就不用担心说开始我要写一个天马行空的伟大的巨著，那你可能会发疯。就不要做那么难的事情，就做个简单的事情。我小时候，我爸爸也跟我讲说，你先学会写日记，写自己身边的人，啊，写每天的事情，你就慢慢会写下一个东西这样。那我好像一般你在编剧了，还帮你讲很多了。对，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那同学的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那小燕老师，我们现在可以要求一下帮我们签名吗？那现在要签名的同学可以到前面来。来，7班的班长来，请找一下班长。
然后回去先准备考试啊。找一个协议股长跟我来学，来教我来。找一个协议股长跟我来啊。先第一位。找一个协议股长来。协议嘞。协议。找一个协议股长来。跟我到办公室拿考卷，发给大家。发给大家做啊。看了一家面馆，你找我取名字啊？我哪会啊？会有人取有约吗？我想不要花就是那种，我想说是一个因为我必须要按照做一个材料。好，各位同学，我们签名，小伟老师签名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骚扰这种。都会这样问。好，那我会讲这个更好玩。过好多年了，过了大概30年了。有一天，我从那个罗东坐车要到松山，我当时就坐到松山。一上火车之后，出来就是我们那个毛老师，他都没有变哦，变得稍微老一点，四方脸是一样，牙齿也是一样。哇，毛老师，他也认得我，我是变胖，然后他知道我自己开课。那我们用那个时候，我就坐这里啊，蛮巧，因为是为怎么知道萧峰的布料跟老师都在里面。我看你写过再见天局啊，你写过你没发现上山的车不写，你写过上山那块，小班上都有。他在教书的，我以为他早就退休了，我以为他已经很老，就是没有。他在教我的时候不睡觉，大我一代的，应该只有7、8岁。对，他教我们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13、12，他也不过就是20几岁出头，20岁出头。我不是以为他很老，是什么意思？还在教书班，对，我现在还教6年级。哇，30多年在教6年级，我还给他喊3口小班。还有一些新班。跟那些年轻导演合作那段时间，听你这么讲，这样还蛮。那我在松山要下车，老师忽然非常凶悍的抓到我的手。我前面有跟他聊，说啊，老师，这正好跟我写一张让你是说，还是要归结到什么小学不能我觉得那个时代是有吗？就在你那个时代是有吗？有啊，1615年叫你写第3站写信吗？有吗？不是有叫你写这个吗？老师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如果他是写不错的，这有什么关系呢？人对那种就不想干的事情，怎么就会故意挖米掉还是什么？人家就否认到底。好，他是不是否认到？他是不是就完全忘记了呢？不一定啊。我要下车的时候抓住我的手，说：“告诉我哪个方向走。”他也不可能教到你已经改变出一个什么变动出现的事情，没有，不自觉，在我立场上没有不一样。第一个人容易教到一个作家去做方面，但是老师告诉我，老师的沙龙文化，你该写的就写，不该写的你就忘了吧。我想这些都一定会很懊恼，就是干嘛没事，什么人不好教，就教到一个作家学生，他一直觉得很懊恼。那所以说，在座各位，很有技巧，会有什么？是的，在座各位在各行各业将来不是以后都有可能的，这是教书很大的一个乐趣，或者演讲一个很大的乐趣。一个小听众小朋友听，这就是长大，为讨论这样的内容啊。他们在当年得到金马奖最佳影片，也在当年。那这一件事情建立了，我对金马奖小伟老师里面听说列第9名，
我这是民主他第9名，后来经过辩论之后进入到第6名，然后他最后关键中第2个是希望奖最佳影片。那可是这个红会的所有宣传都走向用枪、用血、用很震撼的东西宣传，结果很多观众都被骗进去，以为它是一个警匪片，但是他们一看完之后不是，它里面其实讲的是一个整个台湾社会的变迁到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好，我们需要那个图书馆，虽然是开架式，我们需要图书馆有多大？是一个武道馆，那个柔道或者是木剑的那个馆，就地上是地板。那我们需要图书馆是当时在全台湾最早的开架式图书馆。开架式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人可以进去藏书室里面去找书，然后把这个书拿出来，外面就有人请借。然后他在那个时候拍的片，当时很少，当时是怎么样？要去找那个抽屉卡片，对不对？有一张卡片，压卡片，说你们借这本书，然后交给他通电话打错，就发生一个命案。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是，加上他拍电影，他这个时候已经到非常的对台湾社会观察到非常细微。那我们开架时，就那天我去那边，就到了那个藏书柜的门口。恐怖分子对我而言就是说，全部拍完以后，我都不知道我在演。好多书那个味道好奇怪，大概对我的，但是我的表演方法应该是这样。有一种墨香的味道，就是有纸张的味道。我倒没有对大知道，就没有倾听到对自己表演，就是很神秘。然后书有当我看完了恐怖分子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个电影拍得很好，比我想象的好。因为很多人还要拍这么一部电影，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希望出来东西是什么？好大一包啊，一箱书。那个管理员，他管理大概有60岁，头发白白的。那他看到我来，我个头还比较大，然后他就说：“哎，同学帮忙。”到了差不多爬到这个要开始时间一个到画，而且一方面他也没有办法自己练习做，因为他的所以呢，有时候在这些文化艺术上就开始出来，那很多人就开始纳闷，就把他最不是对的。那当时在我也这个不对，因为他是跟着被中央化。好可怕！到底什么人写这么多的东西？里面写些什么呢？我就是抽出来这么一翻，他是走过来说：“同学，你第一次进来。”我说：“对，你可以翻书，但是你要记得，抽出来之后你翻了，你要再放回原来的位置。他已经分类过，分类做历史会，历史做近代历史，过去的历史，中国历史，哇，就有各种不同的历史。”啊，然后为什么香港的演员小说也不要讲出来地方？他说拿出来你就要再放回去，拿出来之后，你看好不好看，你就先看序，看序，之后再看那个后记，你就大概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可能是新闻科目。突然间把香港的一个全部拉到一个是非常的赞叹，而且惊叹。这么多人写，这么多书，我要在什么时候才看得完？没有想到我的赞叹，居然高人那一最大我看标题就是没有那么大，但有6集大。然后就在书柜里面就开始一阵，然后我就听到一个书柜，那个书柜大概有4排、2排、3排、4排。那个4排书柜就开始摇，你不要一放电，我就不发，全部这样愿意卖的话，我就保障按这个发，因为这种东西都是没搞在控制整个市场。啊，包括到杨德昌他的实体街要上线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推过了。啊，cable台在他上面就做广告，在他上面就有人要投播。包括中影他们去制止都没有办法，各自口播，所以这个东西会让大家觉得，他说这部干嘛？我去看录像就好了。后面一个窗户，那管理员60岁那一个，就开始大叫：“跑，快跑！好厉害啊！中央藏书室里面有个办公室，你跑出来就挤到我前面，然后就跑过来，跑过那个窗户有1米5哦，他就这样给他这样跨了过去，一脚就那种跨过去，60岁哦，就跨过去。我看我不花钱哦，会跟着跨过去，扶着，一拖着他们漂亮，经验很丰富，跨就跨
花为外面。那我一花出去之后，我就站在那个两扇窗户中间，有一个柱子嘛，外面我就站在那边，开始听到这样子，所有的衣柜都在我们后面发出头晕的声音。哎呦呀！声音真的很厉害，头晕的。忽然就听到一个像一样，最后就会开始打架。那个时候没有人干嘛？后来就一个声音会越来越快，这样。在那个在然后最后而我们旁边的办公图书馆的窗户都是靠边的，就是不离开电这样，就这样打过来之后就往那边上，就扎着那个玻璃，看了一样，就看到了那个。也是他的一种说，那个书就看着这样子，上面有书签，那个书签是用什么做的？换了用玻璃片做，好大一片厚的玻璃就压在那边，书签。地上还在摇，还在余震啊，我怎么办？我眼睛看后来只好看那个书。因为我写了吴老师写的是上去随时上手那个时候是我自己有感觉，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就是月圆时，依旧是孤山静夜，我独自月下归来。开始摇，这凄凉如何能解？却为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山风吹乱了窗子上的松藤，遮在我心头的人影。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一个字我认识，那个字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但是却没把组织那么好。讲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伴侣分手的时候，他从空山我常常说你会不会到月圆时他们常常在月圆的时候，我们先放到前面，我们大家在谈的是依旧是月圆时，依旧是那各位看这个认不认识？月下有没有人说凄凉这个不是月圆山风吹乱了风筝，那山风很强，对不对？会把那个风最近他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他本来跟一个他的演员叫做李康生，他们联合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我还想拍成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后来两个人各拍各的，拍到最后两个都拍在一起。一个叫《不见》，一个叫《不散》。这两部电影台湾是很大一部，然后票房很好。那到这边为止，我们想跟各位跟大家聊一下，因为第一阶段时间还不多，我想还是按照原来时间，因为我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那今天很抱歉，就是因为我带的这个 DVD 是带到国外去用英文的，所以它字幕是英文。他听我讲说他语言是国语啊，台语加一个别的。看到这里为止，那时候我们用红银色看做同学哈，有个同学看不好，看到这边其实这个地方刚好这个故事。其中有很多的另外段落就是他的这些电影从开始票房非常好，到突然开始慢慢经过开以后，观众慢慢减少，引起一个争议，我可以拍在艺术的要看，那里拍一个讲很激动，有没有？这个蔡明亮导演前面有个讲很激动，那个就是当时是属于被列入，是属于被批评这个电影认为不好，他也反复他说当初为什么会拍新电影？他可能激动，或者他不会新电影，认为新电影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更好的。那看到这里为止的时候，刚刚各位看到一些人都是一些影片的导演，然后有一个各位刚开始看有一个老的讲话带点乡音的，那个人是当时那个周安电影公司的总经理，就是他找我们几个年轻人进去开始拍这些电影。那我下午继续跟各位同学开始跟他谈这个东西，就是不完全是讲今天这个，我要谈的一些文学跟电影的话题。那
等一下，我们下午的时间是，各位，我们来做个表决哈，因为这个集完之后，后面就开始要讲更后期的一些悲剧形式，一些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还有我这样过了一生一个案例，这个完之后就讲新电影的后事。各位，我们来表决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就看到这边为止，就算了。我们剩下的下午的时间，我们就开始大家，我来跟大家讲点东西，然后大家来发问，还是说把后面那个部分看完，后面部分大概还剩下20-30分钟，我们来表决一下好吗？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认为我们讲课本身还是用大家同学心理状态比较重要。我表决一下，你不要不好意思啊，你觉得蛮好看的，把它看完我再来讲一些其他东西啊。你觉得这样把它看完的，你觉得这样比较好，举手。好，换下。你看到这里觉得差不多了，应该有点时间让我来讲，然后你比较想听我多讲一点的，不要觉得差不多了，很满足了哈。满足中间还夹带一点觉得没什么好看的，举手，没有关系。你是爱。OK， 放下。好像前面的多一点点哦。前面的多一点点，那我们觉得等一下第二节是下午这堂课，我们再把尾巴看掉。不过也利用这个时间，各位刚刚看到这边我跟同学讲过，你现在看下来的感觉哈，有没有对于我刚才讲说电影中的那个文学性有再多懂一点？就是我刚才问说，什么叫做电影中的文学性嘛？他刚才那个电影，每部电影都充满文学性，所以你会觉得暗暗的、闷闷的，这样是有那种震撼的。那我跟各位解释，其中有2种东西各位有注意到。我举个刚才结束的画面哦，杨德昌导演刚才拍一个恐怖分子啊，因为我看到那个他拍一个人要进来，用手把他挡住哈，要进来，他赶法不是把他挡住。这首诗谁写的？他要开枪打他，因为那个已经疯了。要开枪打他那个人是恐怖分子里面的主角，叫林义雄，他已经疯了，所以那个趴进来那个人叫金世林徽因，这2个都是舞台演员。那他有一个镜头，注意啊，他一直打他手头，突然听到一声枪声，你在那一刻会不会吓？你知道有个来吗？今天早上，吴清南老师大考古变成你跟我，每个人不能上。要是你觉得今天早上是非常不上，请你们最后一个掌声，谢谢大家。欣赏。此刻我站在这个地方哈，我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搞笑，突然忘了我是谁，因为我变了。因为我看了这几部片的时候，真的也是深深的受到感动。我刚刚坐在后面的位置，旁边有几个同学似乎他们也深深的受到感动。好像很想大家手牵手有一种彼此的情谊，互相交流，那文学文学之美激励人们的那种心灵的激动，有那种澎湃的思潮跟灵泉此刻都被我们李老师勾引起来了，请大家再一阵阵的掌声，再鼓励。现在还有时间，12点，不要太晚了好，12点就12点12点在各教室点名就在教室各教室我们要发放便当请你们要知道那么现在如果你要签名的同学请从这边来影响对我
些问题吗？在场的同学有没有人要向老师提出问题的？举手，对吗？没有吗？那我先问好了。老师，那你刚才提到说，我们要维护自己的赤子之心，然后不可以让师给感动到。老师你一定遇到过，就是情况会让自己的师给感动到。那老师是怎么维护自己的师给感动？一直到现在都还保有这个纯真的赤子之心。来到我们说教育，我不怕，因为你在保有一个，比如说你对正义的一个坚持，你对是非的，你对对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你是一个有好的想法，你在做对的事。他说一个要有好的想法，在做对的事，那你觉得你的好的想法是透过你的理智跟感情的这条线通过之后，你觉得你这是好的想法，而且你的做法也没有错的时候，那有很多人来询问你，对不对？而且很糟糕的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其实台湾学校是国中学哦，当你在做这样的事情对的时候，而反对的声音会比那种沉默跟同意的声音要大。任何地方都一样，不管你今天是个大人，你做老师的也好，你做什么也好，往往那么反对的声音是极少数，但是声音很大。你会不会以为说哪一个就在反对你？这家你要把握好，我有好的想法做对的事，我无所谓，我无所谓，我更好说我对他沟通好，我已经做了充分的解释之后，我觉得我是好的想法做这个事，我就做，就做。那这里说到就我们前面讲那个，你要现在跟你讲一下你就脸红了，然后你就开始受不了了，你就退缩了啊，你太要脸了啊，你当然是有羞耻，我们是有尊严的，但在这个时候你并不要加一个光，加一个引号的，这样记住了吗？智慧就智慧，可是我们一件事情，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它的效果。其实世间很多事情都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解决一种事情，它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解决一种这个事情。那一个聪明的人基本上聪明的人，他可以很快的找到有机化解又对的一个方法。但是那个方法是聪明方法，跟解释会的方法，那可能会伤到对方，或者是伤到对方的尊严，伤到对方的习惯，伤到对方的很多很奇怪的东西。那个人有某些早的地方，不小心就碰到了。有智慧就是还要考虑到对方他可以接受的程度，让两者去找一个公正的，或者是找一个重叠点。做下去，真的很花很多功夫也有耐心。我也缺少这个事情，非常缺少这个耐心，然后慢慢去对他解释，而且对方是我很看不起的人，我说他真是笨，也不是普通的笨。其实讲了好多次，他都还是不理解这样子，我就想把很快就想把他放弃掉，但是你不会伤到他，会啊，为什么会伤到他？他后面在某一些反答，我觉得会有。但是这个你要很爽，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去跟你这样子，我什么我要在这个阶段我要完成，我记得这样做一个相应的事情，这样相应的事情，这个需要有耐心，而且是综合两方的立场、两方的观点、两方的对话。我觉得今天老师刚才的言论非常厉害。
心毒的蛋挞，也不会有是你交心的网友。要是他的缺点，会能让你有一个你无法忍受啊，他的优点少远少于他的缺点。那些缺点很奇怪，那些缺点不一定是有些另外一个人看不觉得缺点，你说他很丑陋，我就有朋友是这样子，他照样起来掉，但是他的另一半完全不能忍受，你就很纳闷，就是要你3天2天的事情，他很早他从10几岁我就知道他喜欢掉，你知道吗？他就喜欢掉，他喜欢掉我们，掉到去酒店来，半夜就会去掉，然后早上回来，你这礼拜天起个礼拜六，他早上去掉了，第二天早上回来，他也跟他睡觉，没有睡觉，所以遇到我的事情，你不觉得是？还有一个基本上不能忍受他心中的缺点是什么？就是因为每次都养了很多狗，非常喜欢的狗，然后他把狗就搞去死了，然后后来就把那小狗给卖掉，那他做别人狗也卖掉，他连猫狗也卖掉，这都是你不能忍受，因为说这是别人狗卖他，你不要狗卖他，就是他这个于是狗跟受到了解释，那你为什么把我卖掉？就是把我给这样讲，这就是恐惧，这东西他完全不能忍受这样子。比如说我们有几个箱子，这都是别人有他的缺点，别人的缺点。所以你最早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就是你多留意他，多看看他，就看他，就看他。你看那不是没事跑他前面去看他，根本就吓死了，对不对？你看有点技巧，就是有什么事情去请教他，去问他，你眼神必须跟他交换。一个人每次看到你说眼睛好饱和，很闪烁，这不是很胆怯的，没有自信，就是这个人跟你完全不来电，完全没有理念，那你就不要有希望，要不然你就不理他。他还有多欣赏他一个人，他的工作，而且不是五官，不是身材上，而是还有些内涵上去充实他，这样好吗？很好啊。还有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带他来问题。老师你好，我想要请教你说，就是在人生嘛，就是有时候会遇到挫折啊，你都怎么抒发你就是不错的心情？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排解？有时候可以再小一点，比如说遇到别人抛弃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有的时候这样子呢，不要去理解一个挫折，但人生挫折非常非常多样嘛，所以要是你问题问得很大啊，那叫大灾问，那大灾问就会对用户人家就很简单，对于计划就回答就是你克服嘛，你就克服嘛，那就明白。所以呢，我会一直讲，小一点，小一点，再小一点，对。小一点 ，Hello， 徐志远，有来自你呢？你这个眼睛在跟谁告诉你都忘记了？就是阿爸不是那个在你那个像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然后要是你课业上遇到不想你不能排解的话，你会怎么办？从前的功课好像不是太糟糕，当然没有像洪一勇那么好。就是洪一勇在我学校的时候，洪一勇他听过吗？洪一勇在我学校听说功课不错，对。那我好像功课没有他那么好。那我能够就是一个人照顾大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那我第一天其实那就是来自我像课上刚刚告诉我，我忘记了是我练的，我就对。因为我上课带过很多，照我的想法，同学们都要深入跟动，那对情感的沟通抒发会比较准确跟平等。然后跟老师之间的沟通还我不太好，那我就你在怕。我只是不在怕同班，因为我爸同班同学，跟大学的同学，我也不怕那个
实际上我越主动就跟他们接触，就是他们不会轻视那个右边的场，这里要第16句的歌，我会就说无声，我就是乐器，乐器里，我上面的这样子几万的几万，我都会认知到，那对是我还是那个时候就给我很大的信心，那挫折当然也有。在这次的过程里，因为会中间有同一个，因为不会，一直，他就会说，我这1年前好像高级班上这样子，他对别人认识，就是说他很嚣张啊这一种，但是也会有这样子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就跟一起的，所以高二跟高一的来在那边谈话什么，他就会说你是在干什么？你们要会进来我们这里干什么？那我们在这边相处久之后，他们都还会会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掌握是才艺，你去认识自己的才艺之后，好好去发挥，那你的挫折感觉会降低，会降低，会降低。就算你有学过钢琴，那你就只是想要做的就是解题这样，或是或者说给我妈妈听他快乐，花钱很可以，你自己也让自己快乐，学的吉他是快乐，你的我去乐手也让你自己快乐，很重要。只是学校的书而已，外面的书、课外的书，或者不让自己快乐。像前几天那个生物科技还是什么啊？有一个不是学生啊，大一的啊，为什么13楼跳是这样子的？而且电子跳往外走上学习组，跳这样子，因为我们是觉得其坚定，学得不好的坚定。但是你想看，他们这肯定是好的。说，路上很多谈到说科技，那一定是从小就是一定是第1名或者前3名在路上，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生命中的价值，他觉得他也不能去影响他爸妈，不能去他的功课好，也没有办法让女朋友跟他走，他的功课好也不能得到同学真正的敬重，很快没有。因为他有些学习也不是为一个人学，他没有从这里得到快乐得到满足，他尽量我去找这个东西，给自己快乐，给自己留才能安，给自己一个人在快乐学习的时候，你学习其实不用忘了，就算画孩子啊，画得不好的时候，你为了让自己因为这就会有人说，用挫折挫折就相对相比，这跟快乐相比，当每次系列都拉快乐越高，那个付出的感觉你越散出越有力，它是相对的。就这样大家弄起来，弄起来，有点口中做得很好有点这个人接的比较好那就是真好，就是画的真好。就是给自己的才艺建立，我自己也真好，我真的自己。一个人在打电脑的时候，没有互相自己说你帮你自己写课好，你们帮自己写课好，也没怎么写课好，今天就是很快的事吗？对，那增加一点这个进步。好，谢谢老师。当我们都还有你，我就要简短的，我们时间有限。
是这个产业才能够找，这就不能有事没事去想，他找知道等一下，就看这哪里人家，然后但是哎呦，他奶奶这个他很紧张，他那个看不到，他说你找我是那个老妈，你俩做单身啊，就这个就是等他就转移方向就是照，就说你要照这个跟目前的进行，其实好像也比较适合这样，或者是一个单身好，另外你要去照顾。就不想讲，这个意思除了太多了，另外还有一个讲的时候，你看这个这个是应该有趣，但是呢，可能是这个正确的东西，究竟是正确的，并且跟政治潮流很不像某一篇小说吧，我有一次就是老太太7、80岁，这也是慰安妇。慰安妇你知道吗？这个什么叶公队在台湾的时候，那些都是17、18、18岁的年轻人，都要坐那个飞机，一飞上去，那飞机就是没有回来的，然后今天早上就看到航空母舰，或者看到大片日本直接的飞过去，你连线就塞到那个烟囱里面机器里面，他们就不回来，结果这个老太太从接待过一个。他说非常讲那个怀念的，他说现在他们一直都一直在讲，他就蛮感动的，就说哇，感情好深啊。他说我讲这个会有些自己，他说你说人要每个人都是以师长的认定的，就是要他说以他这个会是真就应该接待过很多并且都是你知道第一刚是听的都是最好的，而且脑筋要很开心，脑筋要很好，然后长相都是最要求，然后你知道他旁边之前都会插一些资料，这样子，就是那样比较了解用词的，然后继续就会有时间了。他现在有很多，他是有会有身体，但是如果是想要这个我们方面的，就他们这个年轻人，对他们非常有喜，他说才有3天3夜。他说这见过最漂亮的人，这辈子再也没有好更好、更漂亮、更温柔，而且将这一个生活中的队友，然后第一次给了我，他说他是第一次，生活中的第一次给到他们觉得他对不起，他何德何能，这是不是？所以他对老人家居然70亿。我就60厘米就先烧了，就是后面再架，另外他就有2米，然后是跟他说，那时候对手也不会，然后我就到那个机堡，就还有不像多什么高的机堡，就是那种飞机岛，休息的地方，我就开那个，它是那种菜，上一种菜，那机堡就当年那一个神风队员要离开的时候。他才能3天3夜出来，他就不明白，他就拉上去，他就死了，死了。这个人好念，不知道到这个路，是不是有这个同样的事情？所以在对生的爱恋里面，都是失去理智，所以往往就是有些人对我们的时候，所以那个老太太问这个时候，哇，好像看到他19岁、20岁的样子，你看年少过的有个。我跟你讲，这个曾经是多很多嘛，我觉得他是为什么慰安妇？对，他讲的就是这个气，就是这个气。但是中有一块很柔软的田地在那方，那个田地是什么？对那一个什么都对别的，这小东西什么好看啊？喜欢吗？喜欢看鼓掌。好是在公司的功力啊！好，首先我在这里做一个小的秀啊。第一个老师好，跟我家手好签一下。有时候才来签到。有时候可能会来签。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在这里感谢一下钟老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所有同学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具体的生命。课本上还有讲，不是深奥。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书上告诉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具体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什么？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了。如果这样的话，我的生命意义是达到，因为我有2个孩子，所以我就创造宇宙具体的生命。请坐。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我必须告诉你说，大概是没有答案的。就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生下来那一刻开始追求的。有些人生命意义非常伟大，因为我最近读了一本书，讲一个韩国企业家，他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女孩子，全家人都唾弃他，就后来一场战火爆发了，他只有5岁就被遗弃了。那他后来看到一个炸弹丢下来之后，他身边的几个最好的朋友都被打死了。那他最后他5岁，他那一刻他告诉别人说，他突然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创造一件事业，帮助别人的，否则的话活着没有意思。因为一瞬间看到很多朋友被炸弹炸死，那是他的生命意义。那每一个人会因为他的环境不同，经验不同，人本身活着本身就是他的意义。应该讲，就是人你活着，你想想看，这个生命本身多么奇妙。在你之前，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祖父、祖母、你妈妈那一边的系统，只要有一个人死掉，就没有你，对不对？我们往前推到远古时代，中间要不能断掉，才会有你这个生命诞生。所以一个生命诞生之后，你要告诉自己说，它是很奇妙的。就像我看到蝴蝶从蛹变成蝴蝶，我会觉得哇，生命好奇妙，会有生命这个东西。当你觉得生命很奇妙的时候，不要赋予生命丰富的意义，不要单一的意义。啊，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如果没有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了，那多可怜呢？万一我追求不到我的目标，我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人其实活着就是它本身的意义。至于你要追求什么，随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跟学习、跟经验不同，给自己下定义。我之所以一直在写作，其实我也不断的在书里面在写一些人在追求他自己的东西，我不断的在探讨这个东西。他不会有一个一定答案，因为如果有一定答案的话，可能我们就不需要上课，不需要花那么多力气去研究、去写作、拍电影，做各种艺术创作，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力气去追求生命中最奥妙的东西。所以我当然是没有答案。如果有答案，我可能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
简单在做那些所有的思考机会很宝贵，给大家继续问，那就35分10个，好不好？啊，好，老师问。是啊，同学，我会鼓励你们尽量要表达自己，因为小雨老师是心灵很开放，非常 easy， 你跟他在一起就这么自然哈。所以你不要去害怕说你的问题，因为你们才10几岁，当然你问的问题一定是会比较10几岁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害怕，任何问题都 welcome。你难得碰到这么好、这么亲切的一个老师在这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把握。那刚刚有几位有话表的，我觉得特别要鼓励他们，就是非常棒哦。自我表达应该是自我表达就是这是人生的一个学习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懂得表达自我的情感、自我的思想哈。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你很幼稚，因为我们都是学习者哈，应该是这么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请问小伟老师你喜欢旅行吗？那因为我是觉得说旅行其实跟阅读应该是相通的，旅行也是阅读的一种，阅读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旅行哈。那我本人是也蛮喜欢旅行，我想请问小野老师，如何结合旅行跟阅读，让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代表？谢谢。这位老师问得很好，因为我才刚旅行回来，我刚才讲过我心得。那其实蛮好玩的，只是今天时间不太够啊。就是说我以前旅行的时候，假使我是带着我的2个小孩去旅行的话，他们是最讨厌跟我去旅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次要去旅行前，我在出发前都要上一课说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哪里，然后我就拿出地球仪说我们来讲一遍这个我要去的地方的历史地理。他们俩就看着我说，哎，算了啦，跟你去玩不好玩啊，我们自己随便玩就好，干嘛跟你去？去了你到巴黎，你到哪里要看这个博物馆，要参观那个各种那个古迹啊什么，那个什么好看的？有什么东西肚子饿了，什么东西好吃就吃嘛。有河流就看，没东西就再到处玩一玩，没关系。所以我小时候我2个小孩很怕跟我去旅行，可是又没办法，因为太小，只好我带嘛。然后他们比较大一点之后，就开始要敢自己出去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鼓励他们自己去玩。那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在出发前一定要拿出地图来哈，把我要去的地方全部研究一遍，因为那我们小时候旅行蛮难的，不像现在以前出国都很难的，所以。我的记忆中，我们同一代人每次一去到那个地方啊，拿起地图来，用跑步的哦，到每个地方拍一张照片也好。比如说知道这个地方有5个古迹也好，用跑步的，快要关门了，在夕阳过山前，每个地方赶紧拍一张照片，10秒钟，拍完照片到此一游，赶快跑步就到下一个点去。从这样开始玩，到后来渐渐的，觉得说这样玩也没什么意思。那我后来就越来越领悟到说，其实旅行啊，甚至于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东西南北在哪里，你只要飞机票100啊，去了再说。我这次旅行就是这样，因为我答应了一场演讲，因为时间很忙，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我去的那个城市到底在那个国家哪里，我都搞不清楚。我去一个叫法兰克福的地方，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南边，后来我才知道在南边。那我一上飞机前就在忙别的事情，忙到要准备演讲稿、准备纪录片，全部 OK 以后上飞机的时候，法兰克福在哪里？飞机会带我到就是了。到了之后什么都没看到一个旅馆，跟一个那个火车站就住进去了，开始我旅行。然后等我演讲完毕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地图也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看，我接下去看到什么就算什么的。我终于玩了一次，从头到尾没有拿到任何资料，也没有买一本这个旅游手册，一次旅行。然后自己带一张白纸，走到哪里做记录，走到哪里做记录，把东西还没搞清楚。这个是我刚刚从日本拿到，在东京找到的片子，是黑泽明导演。黑泽明导演听过吗？后面你听过？黑色的黑，三点水，沼泽呀，黑泽明的作品，他是一个日本人，他是一个日本导演，他是一个港国的导演，他是一个世界的导演，他已经不属于日本导演，他属于全人类所有，因为他是文化财，他是文化财。在我底下，你们听什么？还有在听一点，按照声音。那这个片子是有日本发音的日本话，那我在找到的时候是有中文字幕的，那也有英文字幕，有西班牙字幕，有俄文字幕，有很多字幕。那我就希望能够选到中文的字幕，可以看的。那么
需要用嗅觉来发音，所以你在里面就把你主动是有点难倒，有点难倒。第一个播出，待会要播出的是这种语法的梦，可能今天准备看3个梦，看3个梦。第一个梦是桃子的人，那讲说5月5号那一天是日本的女儿节，女孩子的节日。那女儿节日在他们还有放一个飘逸的鱼在此美好，所以以前还有那个很多我们家有，就是那个娃娃，日本做的那个娃娃。但那天女孩子都可以享受女孩子的服务，比如说她弟弟就要赶快送好节了，那所有的姐姐们就这样的大大的坐在那边，但是那一个弟弟就发现说，这个来的这些姐姐的朋友，总共加起来就是5位嘛，他是按照6位，他就会觉得说，你看六盘那个马奇啊，他觉得说，那你们干嘛？你给1个就好了，这里6个，那不会数就是5个。就是6个，发烧了，姐姐很凶的，姐姐打他的头，然后他就给我们看，因为女孩子在那边，突然有一个灵魂在那里，他就说在那边，所以姐姐给我们看，不见，他就赶快跟去，原来他是什么桃树精，日本人把那个桃树全部都砍掉，你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意思是这样，如果待会没有中文字幕的时候，你大概有一个了解是这个意思，了解这个意思。这还不是讲到环保，有一种做象征那个桃花是象征的这些女人，这些女孩子。女孩子要是自我不尊重，或者没有可惜的话，乱砍乱伐的话，那么这些是女孩将来不是日本人的妈妈，都是日本的国民，怎么办？他们将来希望怎么办？他们将来都是你家的妈妈，都是不受平息、自我尊重的时候，那怎么办？那可以看到，这部片子在30年前就拍好了，得到坎城影展的12项大奖，囊括了所有大奖。我们台湾都不知道，因为台湾那个时候说，为了看这片，为了用心，或者怎么样，为了情绪性的那种有做法。OK， 那这部片子得到12项大奖，你可以看到那个服装、镜头，所有东西都是做的。你可以看这个都讲这里。我们看第2个梦，好主人从第2个梦开始看，第2个梦可以吗 ？OK， 好，请应该两排灯关掉就好了，两排关掉就好了。都没有人拿的是牛啊，然后马牌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要升级的话，像我刚才讲说，这是要干什么？就是你衣服不可以买，这个要买期货，就是你要记得，一个老太太跟一个流浪汉，都可以两个人讲的搞这个，在哪里遇到？他是没有遇到，我跟他讲的说，那是两个人被迷住，被这个催眠，因为这老太太有可能说。在主幕是那个我是不好意思，这个地方是不行的话，过去的话，你继续看第1个梦比较好，因为他把第2个东西去做，这样让我们先接触第1个梦。第1个梦想，一个小孩子在打轮椅的时候想要出去，他母亲就交代他说你不要出去，这个时候不会回这里，那就是不要娶亲的日子，不是娶亲不会让人看见，你要是看见你就遭到很多。这小孩子才8岁，你不说他反而不会想去看，你越叫他不要看，他越想去看。就走进森林，我就看到了母女娶亲。他回到家之后，这妈妈就拿刀子就给他说：“你要自杀。”
因为我们跟他来过了，所以以后跟他们取钱，你就花钱。他说你要去平台的活动，只有说你带这两包子去找狐狸，请求他们的谅解。狐狸住在哪里？他说狐狸住在彩虹的底下。这个男孩子就不断的走，开始走，彩虹就后退，他不断的走，不断的走。情绪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舞台剧是有5幕啊，一幕一幕这样接，有5幕的话，你告诉自己说，第一幕老太婆流浪汉坐在那边讲话，那第一幕，我想表达的是很寂寞，请注意，寂寞就是情绪。啊，第2幕一翻开，老太婆不在了，只剩流浪汉一个人站在河边，他想自杀。啊，那我想传达给看的人的东西是很悲伤。第2幕情绪是悲伤。第3幕，他突然看到一只小猫走过来。第3幕是希望，小猫走过来了。为什么小猫给他带来希望呢？我们中间带一点悬疑。好，第3幕就是希望加上悬疑，这是一个情绪。我这样讲下来，大家就知道说，如果你编不下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检讨说，我到底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寂寞，我想说2个人的故事。那我透过谁来表达呢？2个角色。那这2个角色我用什么情绪表达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终于找到了，第1幕是寂寞，第2幕是绝望，第3幕是希望，第4幕是什么什么。当你抓到每一幕的情绪之后，你的故事就可以往下写。否则你会想起来，我都没灵感了。不是你没有灵感，是你还没想清楚。你应该想清楚，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说没有灵感，其实因为你一开始没想清楚你要做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要写的故事是你妈妈，我举例子，或者你爸爸，你身边这个人，你妈妈或你爸爸，你那么熟悉的人，你怎么会没有灵感呢？你每天看到他进进出出，或者他做什么事情，甚至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你不管怎么样，他说你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啊，你很容易写他，你从他身边的一些活动、行为、讲话就可以模仿嘛。所以很多人编剧或者写东西的时候，他会想一个他认识的人，就刚才这位同学啊，叫于中燕，对不对？好，于中燕这个同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干脆编一个叫做小林，这个小林的所有样子就是于中燕的样子，是不是就变成很好写？很好写嘛，他平常跟你讲什么，不知道平常骂你的话，他平常怎么样走路的，不知道到底。通常编辑最好的话就是去想一个你熟悉的东西，开始写。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要试着写作的话，其实就写自己的故事，写日记，写自己，先从这个简单的方式写起，再开始写小说，写别人。好，就不用担心说开始我要写一个天马行空的伟大的剧组，那你可能会发疯。就不要做那么难的事情，就做个简单的事情。我小时候，爸爸也跟我讲说，你先学会写日记，写自己身边的人，啊，写每天的事情，就慢慢会写下一个东西。那我很批判你在编剧了，要不然你讲很多了。OK， 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就能够同学的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那小杨老师，我们现在可以要求一下帮我们签名吗？那现在要签名的同学可以到这边来。来，7班的班长来，您找一下7班班长。等回去先准备考试啊。找一个谁组长跟我来教来，找一个谁组长跟我来啊？找一个谁组长来？协议，找一个谁组长来？跟我到办公室拿考卷，发给大家做啊。
让你跟你旁边的同学说，兴国有你真可爱。非常谢谢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兴国，我们也介绍一下宗教是我们的 slogan，A friend for life， 亦师朋友。我们不是只有教英文，我们希望成为你们的朋友。是的，那么我很希望呢，能够跟你成为朋友，继续来跟你保持联络。所以现在我们要送给每一位可爱的同学一份礼物，就是有一个书签，还有一张回应卡，是需要同学们你们帮我们填一下。请问你们有没有带笔来？太好了，现在请班长出列来领这个回应卡跟书签，然后请班长很快的把它发下去。你们的回应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哦，你们可以将你们的建议写在那个回应卡上面。请你们将你们的姓名、地址还有电话可以填清楚，然后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络。请同学班长能够很快的帮我们把它发下去。同学用很短1分钟的时间帮我们填写好了以后，再请班长一起收集，拿到前面来交给我们的老师。然后当我们在唱的同时呢，接下来我们会请同学一起唱一首歌《A Friend for Life》，就是我们的主题曲。好，所以就在我们在唱的同时，就请同学开始帮我们填写一下回应卡，再交给班长。We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the teachers in the back, the administration for inviting us here today. 我们很感谢后面所有的老师，还有这些联络这次英语活动的员工。We hope that we can be your friend for life. We hope that after we leave, we can still be your friend, that you'll contact us, email, or come visit our 希 website. 望能够成为你们一生的朋友，请你们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也希望收到你们的来信，或者很欢迎你们能够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去留言给我们。As you're filling out your forms, we want to sing one last song for you today, and I hope it represents our heart to you that we want to be your friend for life. 最后呢，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把这首歌献给你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你们一生的朋友，也希望你们也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朋友。谢谢。
如果说班长收过来，然后你们有跟我们借笔的话，也请你能够传给班长，请班长拿来还给我们，谢谢你们的合作。先请班长帮忙我们，就是把笔还有杯卡传回来。Thank you once again. If you have a minute after the program to come and say hello, we'd love to say hello and talk with you for a moment. Thank you once again on behalf of all the teachers in Heavenly Melody. Goodbye, everyone. Bye. 谢谢，再次感谢所有承办这一次活动的老师。那么同学，如果你等一下这个课堂结束了以后呢，你有一点点时间的话，老师他们我们英文老师非常乐意在门口那边跟你们握手，跟你们 say hello。那么请你们就现在就将这个回应卡传给班长，班长可以收集到拿到前面来。请你们记得，我们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是什么 ？Be the best you， 做最好的自己。盼望再一次能够很快的跟你们见面。See you next time， 谢谢。所以这个东西会让他觉得他国内警察嘛，我去看个比赛就好。写笔录，写笔录也要写好啊，包括这个词都很重要。有的警察呢会写那个闯红灯，那时候写遇到红灯直走，对，遇到红灯直走，那就太白的话，那你才笑话。那当律师要不要写文章？哇，写的很多，检察官、法官。写起来10万字的举证，一个犯罪写起来10万字，这都要的，医生要不要写？医生要写，所以他们就认为所以透过要是能够掌握到一个文字的能力，掌握到文字的能力，终身受用无尽。而掌握了文字之后，你的语言也会语言也会。那常常有人故意支持赞美说，刘老师你可能讲话很切碎，口才很口才很好，就是说文化或国语说的，你若说的是自己从加拿大一个而是那种条理很分明，对言都是向的感情。或抽象的思维能够透过语言很准确的很多人都上次有这样的能力去学的。讲到后来就说没有办法，在国内的情况你过会形容，总是可以形容，总是可以形容。这言语不能上说的，总是可以，只是你偷了。你没有训练到，因为你后来总是骗我，不能文字那个时候是我有感啊，应该说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中国时报它有那个内部调查今天要一个各位有就是青少年，我觉得对于玩具的对理解，我愿意今天，因为我有这么多的堂课，我有3堂课程，那个时候他的结果我大概在那个时候就我跟文学结缘，我跟文字结缘，然后成为作家，这样的契机。因为我还记得那个这个契机，将来你遇到的时候就会，没有遇到的时候，你遇到别人的一些状况，也可以转嫁到自己身上。不一定成为作家，但是掌握了这个契机之后，也许对文字、对文学。有些认识和非常的感动，那我们要起到终身受用的。表演老师在谈的时候，他很开心、很快乐、很开心。我常说你的也是掌握了那其实他的起步不是很。我们知道21岁，他有今天的这样，但他出书很早，我觉得出书24岁，都是出生就出。有没有人说这个导演得到这个？太容易剪出就更剪出就更也是一个国际上很有名的叫蔡明亮。
最近他拍了一部电影，他说他本来跟一个他的可能写的叫做李康生，他们联合拍了一部电影叫做《福建上》，本来想拍成一部电影叫做《福建上》，后来两个人各拍各的，他最后两个都拍在上面两部电影，一个叫《福建》，一个叫《上》，这两部电影然后后来他这几个阶段后来电影那到这边为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因为第一阶段时间还是不多，我想还是按照原来的时间哈，因为我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我的第一篇文章，今天很抱歉，就是因为我带的 DVD 都是带到国外去用英文，所以它字幕是英文。那因为我想说它那篇文章是等于是决定了后来。那看到这里为止，喜爱文字、喜爱文学、创作作家啊，有不同想法，就是看到这边，其实这个地方刚好。小学6年级刚开学的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当初这些电影从开始票房非常好，到忽然开始慢慢经过几年之后，观众慢慢减少，就引起争论说这种电影拍的不要看。刚刚你还有个很激动，这个在平常导演前面有个讲很激动，那个就是他是属于被列入这个批评这个电影认为说不好。啊，所以我们开学的时候呢，就说他失踪了，在为什么失踪？被抓走，为什么被抓走？新电影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讨论的。那看到这里为止的时候，刚刚各位看到一些人都是一些导演，然后有一个刚开始还有一个老的讲话带点乡音的，那个人是当时这个中安电影公司的总经理，啊，就是他找我们几个年轻人进去开始拍这个电影。那我下午继续跟各位，谁规定北京一定要丑？就是不完全是讲这件事情，我要谈的一些文学跟电影的话题。那等一下我们下午的时间是，各位我们来做个表决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完之后，后面就开始要讲了更后期的一些背景，校长也是北京，校长被抓走，背景层次还有我现在过了一生一个有的导演叫张毅，这个完之后就讲新电影的后期。各位，我们来表决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就看到这个为止就算了，读书会就是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怎么样？我来跟大家讲解中文，然后大家来发问，还是说后面那个部分看完，后面部分大概还剩下20-30分钟，我们来表决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认为我们讲课本身还是用大家同学心理状态比较重要。好，我表决一下，不要不好意思啊，我觉得蛮好看的。应该跟我们说再见呢。再来讲一些其他东西啊，这样把它看完的，你觉得比较好？举手。他父亲情志有点。好，换下。你看到这里觉得差不多了，应该留点时间让我来讲，然后你别想听我多讲一点，不要，我觉得差不多了，满足中间还夹在一点，觉得第3天、第4天举手，没有关系。爸爸回来了，那不然我去跟我们讲。OK， 放下。好像前面的多一点点哦，前面的多一点点，那我觉得他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再把它给发看掉。如果利用这个时间。各位刚刚看到左怎么是左派的呢？不姓左，那是翻译啊。有没有对于我刚才讲说电影中的那个文学太多种意见？就是我刚才不是问说电影中的文学性嘛？马克思是亲戚。他刚才那个电影，胡扯！他当时的亲戚是这样一个水准。震撼的。我跟各位解释其中有一样东西，各位有注意到？我们就心中刚刚才结束的画面了。杨德昌导演刚才拍一个恐怖分子啊，因为我看到那个他拍一个人要进来用手把他挡住啊，要进来他刚好把他挡住，他要开枪打他，因为那个已经疯了。我们讨厌的老师要开枪打他那个人是恐怖分子，干他什么事？但是疯了，我就觉得说他那个趴进来那个刑事这两个人讨厌，他两个镜头。他完全没有错，打他手头，听到一声枪声，你在那一刻会吓一跳，因为他的声音，那种是姓毛，毛泽东的发生的时候，他一更讨厌了，他会有声音。我们老师故意用他这样挡住他的手，你会有个心理有个期待，这时候声音突然一下子，你被他吓到。那这姓毛第二声响，他不是在教我倒到地上，镜头里面那个人趴在地上，画面是空的，这时候被他开枪打到这个人的头啊。从画面里面一点一点出来，
你注意看这个镜头，就是导演的语言，他要知道第二次把你吓一跳的时候，他就让那个人慢慢一点一点往前爬的时候，画面中留下很多空白。他可以不用这个空白，为什么猜不到感觉？什么？这时候声音突然又响，他响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人拿枪打他？没有，他没有看到一个人把机拿来扣下去，他没有，他完全拍一个空的画面，一个人往前跑。突然声音响了，这个响的时候，其实枪声跟画面没有关系，对不对？开枪的时候应该拍到一支枪，就像电话铃声，叮叮拿起电话来，我看到电话听到铃声。新导演在拍东西的时候，他尽量让这两个东西分开，这叫做音画分离，声音跟画面是分开的。这个地方就是有文学的空间。而且最常文学，是写一些东西描述一些想象。当我把这个想象东西做出来的时候，就会达到一个效果。所以刚才你们看的时候，非常吓一跳。他用的一个技巧就是，我给你看到画面，声音从别的地方发。有人说他杨刚最拿手。就交流。对，杨刚导演很喜欢这个用的手法，不然就是一个空间，就是情况听到波动的声音，你根本不晓得是打雷还是什么。下一镜头看到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他会把棒球打墙壁的声音先听到前面一棵树底下，你会以为是打雷啊，或者说要发生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其实什么也没发生。下一个镜头是他其实有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像这种很巧妙的组合。造成一种想象的空间，这就是文学。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河水清澈透镜，它不到太鲁，不然就是佛教电影所说的。当他要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他要找到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好早以前就听了我的哥哥姐姐，说明是非常客观的一个距离的看一个事情。有一个美丽的天空的一个老鹰飞过，这条溪往下看这个世界，它非常非常客观而冷静。那个水上有流下来的时候，穿过了山寨的桥墩，在一个。总是会留下的青苔跟水草。互相脱裤子啊。当9月的时候，水浆花的香味4个人快去当兵了。当他飘过桥，4个男生快要当兵，在北部干，很无聊。所以他整部电影主题都是无聊，很无聊，很无聊。尤其是4个少年多子在海边追来追去，你就觉得这个讲什么？讲什么无聊啊？哇，这个电影拍出来没有非常好，我喜欢。因为他需要呈现的三个年轻人，我全班都喜欢，我们忽然全部缴械，要去当兵的同伴，就在这个海岛上面追来追去。这时候他的镜头就用远远的镜头，就是用比较远的镜头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人的小小的，是海洋很大，画面很大，这也是文学，这也是文学。所以我刚才各位看完这个之后会得到一个感悟，他其实用电影在做文学的方法。好，我们休息一下。那个下一节课我们把这个看其他人请先就座，先就座。这样子，这样子，真是啊！然后每一个看到水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是很兴奋，看到水的时候，这个球员，那个时候，好，其他同学请坐下，好不好？除了排队的同学之外，其他同学还是请你就坐。
今晚就请回座。有没有哪一个同学是最小生还没有跟陈慧琪老师登记的？有没有？手上那张，请同学配合注意事项，务必节目要看清楚。 等一下回教室用完餐之后，12点20分这边就位完毕啊，12点18分更正，18分就位完毕。你已经签完名的同学可以开始写你的学习单啊，你可以跟同学先心情分享一下啊，那么看看学习单怎么写啊，那么3张，总共3天有3张，你今天就写第1张啊，第1张啊，总共有3今天只有发1张，是不是？好，那就是今天先写一次这1张。 你可以跟别人讨论该怎么写，这是不能用抄的啊。这个将会有评审啊。那么如果发觉你是用抄的啊，那就给你退稿啊，甚至给你警告处分。学习单是明天早上啊报到的时候，明天早上报到的时候交回来。叫什么？同学都要交，如果你没有交，会让你没有办法完成报到手续，你会增加很多的困扰。你还没有拿到学习单的举手，你没有拿到绿皮书的举手。好，等一下给你们啊。还没有拿到学习单跟绿皮书的同学，请你等一下。11点50分，我宣布先回教室的时候，前面第2名方。 来，帮老师按摩一下，然后我帮你拍照。老师，我们2个啊。抠住，把它带起。那
都要想，他绝对不能跟我们分裂，我们就吃定他这一点。那老实讲，我们对他并没有仇恨，只是我们借着讨厌他来怀念同学的林老师。人好奇怪，你心里真好奇怪，我们常常是这个样子。我们借着莫名其妙讨厌一个人回去讨厌你的同学。好，我写。好了，你先来，你先来，要听这个音乐，好，听这个说。让我欢迎小野老师。我写，我说好，我来写。非常重要的时或第一跟你将即将诞生。是呢，接触到先生的时候呢，我是在《永之声》这本书里面，当时我就非常强烈的感觉到，老师对于人物性格的描摹呢，有一个独到的功力，就连没有个性的性格都能描写得非常，都能描写得非常精湛。当我发现呢，书中人物和自己有雷同的个性，我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样瞬间的共鸣，不是我现在用3言2语可以形容得出来。埃及的河水流过了桥墩。对老师，看到老师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老师的作品对于人生的启发。我觉得当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中的主角啊，都会做茧自缚，然后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然后不断的去寻找自己人生的利益，然后寻找自我，然后当我在看书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寻找自我，体会书中人物的感觉，然后让我自己也跟着书中人物的蜕变成长。当我在看完书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是变成一只成蝶破茧而出羽化的感觉，真的就像是一场魔术一样哦。然后其中的虚虚实实，然后我实在也搞不太清楚。那我们现在就请小野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他魔术的技巧。有的学生比较笨，就被丢弃。谢谢同学讲那么精彩哦！我刚刚来到嘉义的时候是飞机差点搭不上，跑到那个柜台，他说剩下最后一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就在坐在那个飞机的那个驾驶后面，空中小姐隔壁最后一个位置你要不要坐？你要面对所有的那个乘客。我说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也要面对很多人，所以我先试试看坐在很多人前面什么滋味。所以我来的时候差一点没搭上飞机，不过上帝保佑，我终于来了。我搭最后一个位置，面对所有的顾客，假装眼睛闭起来没看到大家，飞到这边来了。然后今天这个场面真的很特别。我刚才在来这边的路上讲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演讲。然后我最近的一场演讲是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去跟德国一个国际书展的德国现场的国际观众讲一个台湾的文学电影的主题。讲完之后，我就把台湾的主题带到这边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也非常高兴，选择你们学校，你们学校真的蛮特别的。你看刚刚的开场就知道，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开场这么慎重的，有点把我吓到。我想是这样的，因为有一次本来是SARS没有来自，一说来接，然后没有来信，然后一下子在上面说这段代班也要来，结果来等到今天也要来。所以没有关系，各位不要紧张，我们就要开始吧，我们只有发问。
题材非常奥妙，跟身边的人非常奥妙。然后后面我在那边就觉得，我发现我了解跟我会把了解身边的人不一样，身边的人经历过，10年前给他带来不一样的人，然后当时有一个领导说好，不太行，所以我就我会拿一套的，我也非常辛苦，也有时间，也有还有2年3个月了解你的经济学的研究2年了解，然后中国学到还有到大学我晚上大学的时候发现喜欢视频的话，我就做视频的创作，跟创作有关的所以靠这个跑出来，后来我开始创作，跑到台北，然后找个同伴，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大学除了念生物也没做多少，外面增加很多生物的知识以外，这个训练对我很有帮助，因为这个训练对我每个人都可以说比较热情，我比较不会去，然后有时候你学一样东西，有时候另外一边是知识嘛，所以大家在不同的过程。家庭片子，
其他人一起讨论，就这次的385工作人员，这里面是。我们决定随便编辑坐在这里，好好看一张名片，可以看到水上的水草如此的过，想想看，为什么导演在要让电子片段的密合，带入现实跟片段之间的关系，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在手机声之后，手机声之外才明白，即便他申诉了，有些人记得，有些就是女人，也就是因为我们确定了，我们来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旅程的一段，于是我们更加的积极，要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也能够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东西，是正面的，能够让我们自己发光，也让我们自己发热。也让有幸和我们在一起的网友、老师、同学、亲爱的人，能够产生一个文化合作。这辈子就如此的积极又正面，变为属于我执着心灵的存在。这些人，今天早上，吴庆堂老师为我们介绍了各家的鼓楼。并是一个规模流程的一个过程，那个语言是那样一系列的出师成绩任务，说是暗自身，无论是因为像君子女儿我说，暗自身，我一个像阿头已经听到了阿头鼓，陈永涛除了我们写下这么多好的歌，天问。水路长沟沟，他们精神一说就好。不要说一些，有这种歌的事，但这种要说，心蒙蒙眼直酸。我们对面相片怎么导演？认识他，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看这个个子，我们做到他自己有生的，我们一定要跟他说，很自尊，有没有这一生当中先生？市场不断的往下流去，却它是有上游的。今天吴老师用客家的文客家文化课，也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只知道一个人即便你不是客家人。但是你总是一个种族的人，你是汉族的人，你跟汉族之间的缘人，你汉族之间的别人，你汉族之间的就是有一大半是台湾在加工完之后再还给他们，在全世界演出。那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说，台湾有能力自己做台湾自己的想出来的故事，自己的 idea， 自己拍动画。然后这个大概是我所有实现的梦想里面还没有实现的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实现了很多梦想，那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很大的梦想，其实蛮难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动画能够全世界发行。那现在青少年十分缺乏阅读文字的动力，那你对于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资讯太发达以后，我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些影像，对不对？然后打开电脑打一打字，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就像你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去电脑上打一打小野2个字就出来很多东西，就可以问我了。然后，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我们就越来越没有时间去消化一些，去看一本书，很完整的看完一篇小说，或者读一本书，越来越没有时间，都依赖那个工具。什么叫工具？就是说我只要打开来按一按就出来了。那个好处是非常快，坏处是你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你的知识，对不对？比如说你变成一个作家，你可以问他很多问题，可是你可能完全没看到一本书的时候，你怎么样问都问不到那个核心啊。我不是说你不要，我只是举例子说，当你要变成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书啊。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些问题来。如果你没看完他书的话，你电脑上一按小野2个字，打出来一大堆小野，也有日本人的啊，很多日本小野图，然后你可以找到很多问题。可是那个东西可能距离他已经好20-30年以上了，你会觉得很遥远，懂吗？就是所以你刚才讲看书，其实看书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我认为
最能够了解这个世界，很安静的让自己进入一个世界去看一本书，然后你的心情会安静下来，你心情会安静下来，不会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非常快速的往前进的，然后心里慌慌的，好像读了很多东西，好像每天都在看电脑，每天看电视，好像知道很多，又好像知道不多。那看书是唯一让你能够让自己觉得说还会很实在的看完一本书有收获。那心中是否有一套书啊，对你是一个介绍一下里面内容啊，它为什么需要我们这个问题问的我不会答，因为台湾每一年每个月都出几百本书，我很难讲哪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我有个建议啊，就是说青少年阅读应该是很广泛比较好，不要太局限于说像我那个年代，我会被鼓励说只看传记啊，看名人传记，看成功的传记。到了这个年代，我会鼓励同学什么都看，尽量多看不同成长的东西，比如说你爱看侦探的，你爱看武侠的，你爱看漫画，你爱看一些爱情小说，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阅读本身是一个进入文字世界的一个门。当你开始喜欢阅读以后，你就很自然的，也许你读一读这个，读一读这个，读一读那个，啊，然后慢慢就会喜欢其中一样。我讲个笑话啊，比如说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什么都读啊，他有人跟我讲说他想看金庸的小说，然后他说他要买一套，他那个念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钱跟我给他的钱去买了一套金庸。那很多父母亲很怕小孩看金庸，那可是我儿子很小就看金庸，看完了很熟。然后我儿子也是跟大家一样玩电动玩具，然后你会觉得他花很多时间在电动玩具上面。那他念的大学是念社会系，有一天他毕业了，他去应征工作，他看到有一个分工作室，一熟读金庸小说者，二很会打电动玩具者。他一看2个都符合，跑去应征了。他发现这种人很少，第一个是把金庸小说全部看完的，第二个电动玩具打得很快的。他这2个人可能各一个都可能，同时在同一个人身上很少。结果我儿子就去应征了，就他终于找到一个他在他小时候自己纯粹是兴趣，不知不觉忽然发现有一份工作他可以做。我不是说这个好坏了，我只跟各位聊天说，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个书单，说我只能读什么书。我倒觉得你们可以试着按照个人的兴趣读各种不同的东西都没有关系。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待会还有什么？要不要开放现场？有没有人要发问？有没有开放同学有没有同学发问的啊？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因为我们时间还有一些，对不对？原来我们到几点？好，现在你刚刚说你想做动画啊，关于动画的题材，你觉得哪一方面是你最想做的？这个同学问到那个动画哈，我站起来讲一下好了。我最近看到有人那个想改编那个吉米的那个。改编吉米的吉米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好几本绘本，对不对？像有部电影叫《向左走，向右走》，它就是从吉米的那个里面改编的。那其实改编动画题材啊，在台湾有很多题材。你从比较古老的传说里面去找题材，去从中国的神话小说里面有很多题材。其实动画是因为怎么样做，而不是题材。比如说，你看迪士尼最后做到最后，花木兰他都可以做啊。他把中国古典的花木兰都可以做成一个动画，然后日本人可以把中国的《三国演义》做成电玩这样。就是说题材本身其实很多，主要还是能力。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有趣？比如3D 动画的技术、绘画能力。所以台湾如果要做动画，其实条件很好，因为台湾除了早期的上游的话，上游这个想故事跟导演以外。从开始画图到加工到完成，全部都有。在台湾有很多这种公司，最大的一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公司，在台北的一个台北县的一个叫红管公司，它里面有几千个员工。那我曾经带领他们做过一个西班牙的卡通，我带领过他们一群人在做自己编剧，所以我蛮希望在我可见的未来，大概5年、10年之内，看到台湾可以生产自己的动画。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导演、自己的编剧，自己做，我觉得不会太难。
这个也可以问很简单的，然后不要不好意思，谢谢。要是将来你没有适当的机会，老师，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对你对人物的描摹就是非常非常的生动，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好像自己就进入到书里面去，然后变成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这种功力啊，除了多观察、多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对于人物哈，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心理医生的话，我如果是个心理医生。那个我的病人走进来的时候，我通常看他什么呢？我看他习惯，就他会摸鼻子啊，我就看见从他动作开始看，比如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注意你摸哪里啊，或者说你手不知道该放哪里啊，就类似这样，这是一种观察开始，对不对？然后人从习惯开始观察这个人，他的习惯，然后慢慢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后，一步一步越知道越多，他家庭背景。他生活在哪里，就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清楚。像我们从事编剧工作哈，要做一个功课，要做一件功课，就是在编剧以前对你每个角色哈，都要重新写一遍。比如说某某人几岁，小学读哪一个小学，国中读哪一所，比如新国高中，新国高中位于哪里？这个高中有什么特色，会影响这个人的什么想法？所以我们对一个人物啊，是要这么仔细的，从他的成长到读书到现在遇到过什么事情写一遍，好像写报告一样。写出来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写出来之后，你在写作的时候啊，他怎么讲话你就差不多知道。他讲话的口气啊，比如说你讲话口气，你喜欢用的口头禅，你是用哪一种语言？然后你个性是很害怕的，还是很爱讲话的，还是胆子很小的？都随着我们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就知道了，这时候往下写小说或者写剧本都很有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很多人说，他们说怎么样开始写小说，怎么样开始写剧本？我说，那你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要写的所有人列报告，花一个时间去做研究跟调查，然后写下来，然后都放在自己身边。写作写不出来的时候，再回头翻这个人到底什么学校毕业的，有没有什么故事啊？他是新国高中毕业，我给他设计加个同学好了。同学当然也是新国高中的话，加个同学，就是说你会从你人物的分析里面不断的找到材料，不断地找到灵感。你要是没有这个人物分析，你凭空乱想，你想这个故事讲不出来，没有灵感，还不如乖乖的回到最原始的，把这些人物调查好，做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不断往下写故事。还有没有同学要问问题？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我的书？哪一本？或者对那个东西有点好奇或者不太懂的，都可以问，没有关系。你可以问得很轻松也没有关系，我也不会笑你。你问得很轻松，我也不会笑你幼稚。你问得很难，我就回答的你想知道的东西。不要不好意思，你们要练习自己发问嘛。你看同学脸皮都很厚，很快就讲话了，比我想象中好一点。我本来想说南部的孩子都比较害羞啊，都不敢问问题，结果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问的蛮好的。好，我一讲完就有一个女生了，很棒。好。就是啊，我要先说抱歉，因为我没有看过小野老师的书啊，然后就是对你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不太了解吧。不过我刚才在听你说啊，就是你刚刚有说到说，就是你写小说啊或者一些故事之类的，都在探讨那种生命的意义啊。然后我想问你说，你从第一本到80几本书中啊，你所探讨出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根本上还有讲这个深奥。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书上告诉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什么？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了。如果这样的话，我生命意义达到，因为我有2个孩子，所以我就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而且做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我必须告诉你说，大概是没有答案的。就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生下来那一刻开始追求的。有些人生命意义非常伟大，因为我最近读了一本书，讲一个韩国企业家，他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女孩子，全家人都唾弃他，就后来一场战火爆发了，他只有5岁就被遗弃了。那他后来看到一个炸弹丢下来之后，他身边的几个最好的朋友都被打死了。那时候他5岁，他那一刻他告诉别人说，他突然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是要
创造一件事业帮助别人的，否则的话活得没有意思。因为一瞬间看到很多朋友都被炸弹炸死，那是他的生命意义。那每一个人会因为他的环境不同、经验不同，给自己赋予的。没事，什么人都好教。人本身活着本身就是他的意义，应该这样讲。就是人你活着。你想想看，这个生命本身多么奇妙！在你之前，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祖母、你妈妈那一边的系统，只要有一个人死掉，就没有你，对不对？我们往前推到远古时代，中间要不能断掉，才会有你这个生命诞生。所以一个生命诞生之后，你要告诉自己说，它是很奇妙的。就像我看到蝴蝶从蛹变成蝴蝶，我会觉得哇，生命好奇妙，怎么有生命这个东西？当你觉得生命很奇妙的时候，你就要赋予生命很丰富的意义。都不要单一的意义，说啊，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如果没有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了，那多可怜呢！万一我追求不到我的目标，我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人其实活着就是它本身的意义。至于你要追求什么，随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跟学习、跟经验不同，给自己下定义。我之所以一直在写作，其实我也不断的在书里面在写一些人在追求他自己的东西，不断的在探讨这个东西，他不会有一个一定答案。因为如果有一定答案的话，可能我们都不需要上课，不需要花那么多力气去研究、去写作、拍电影，做各种艺术创作，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力气去追求生命中最奥妙的东西。所以我当然是没有答案。如果有答案，我可能觉得人生没什么意思，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我也不会想再写作，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嘛。好，还有没有同学？我们定一个时间，看到几点钟好不好？我们下一堂课是刚才讲几点？9:50，没关系，时间这个机会很宝贵，给大家继续问。那就35分，电子好吧？有一张卡片。好，老师问。说你会借这本书，要交给同学，我会鼓励你们尽量要表达自己。不是借了之后你可以管理看。开放，非常 easy， 你跟他在一起就到了那个藏书柜的门口。所以你不要去害怕说你的问题，因为你们才10几岁，当然你问的问题一定是会比较10几岁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害怕，任何问题都不要怕。你难得碰到这么高世界的一个老师在这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把握。那刚刚有几位有话表的，我觉得特别要鼓励他们，非常棒。自我表达应该是自我表达这是人生的一个学习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懂得表达自我的情感、自我的想法，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你很幼稚，因为我们都是学习者应该是这么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请问小伟老师你喜欢旅行吗？那因为我是觉得说旅行其实跟阅读应该是相通的，旅行也是阅读的一种，阅读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旅行哈。那我本人是也蛮喜欢旅行，我想请问小野老师，您如何结合旅行跟阅读，让生命更丰富更精彩？谢谢。这位老师问得很好，因为我才刚刚旅行回来，我刚才讲过我新加坡。那其实蛮好玩的，只是今天时间不太够啊。就是说我以前旅行的时候，假使我是带着我的2个小孩去旅行的话，他们是最讨厌跟我去旅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次要去旅行前，我在出发前都要上一课说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哪里，然后我就拿出地球仪说我们来讲一遍这个我们要去的地方的历史地理。他们俩就看着我说，哎，算了，跟你去玩不好玩了。我们自己随便玩就好，干嘛跟你去？去了你到巴黎，你到哪里又要看那个博物馆，要参观那个各种那个古迹啊什么，这个有什么好看的嘛？有什么东西肚子饿了，什么东西好吃就吃嘛。有河流就看，没东西就再到处玩一玩，没关系。所以我小时候我2个小孩很怕跟我去旅行，可是又没办法，因为太小，只好我带嘛。等他们比较大一点之后，就开始比较敢自己出去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鼓励他们自己去玩。那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在出发前一定要拿出地图来把我要去的地方全部研究一遍，因为我们小时候旅行蛮难的，不像现在，以前出国都很难的，所以我的记忆中，我们同一代人每次一去到一个地方拿起地图来，用跑步的到每个地方拍一张照片也好，比如说知道这个地方有5个古迹也好，用跑步的快要关门的，在夕阳落山前，每个地方拿去拍一张照片，10秒钟。拍完照片到此一游，赶快跑步就到下一个点去。从这样开始玩，到后来渐渐的，比如说这样玩一辈子意思。那我后来就越来越领悟到说，其实旅行甚至于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在东西南北在哪里，你只要飞机票一买去了再说。我这次旅行就是这样，因为我答应了一场演讲，因为时间很忙，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
我去的那个城市到底在那个国家哪里，我都搞不清楚。我去一个叫法兰克福的地方，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南边，后来我才知道在南边。那我一上飞机前一直在忙别的事情，忙到要准备演讲稿、准备纪录片，全部 OK 以后上飞机的时候，法兰克福在哪里啊？飞机会带我到就是了。到了之后什么都没看到，看到一个旅馆。跟一个这个火车站就住进去了，开始我旅行。然后等我演讲完毕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地图也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看，走到接下去看到什么就算什么这样。我终于玩了一次，从头到尾没有拿到任何资料，也没有买一本这个旅游手册，一次旅行。然后自己带一张白纸，走到哪里做记录，走到哪里做记录，把东西拿去搞清楚。然后到了火车站去看，研究一下几小时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火车来了，赶快跳上去，坐错位置也没关系，被人家赶一赶，再换个位置。这样子玩回来，到有一天玩了差不多7、8天要回台湾的时候，我才伸手去买了一本，本来应该在出发前买的书，比如说法兰克福导游或者海德堡导游，就是我要回台湾是说想想有点可惜，我来这边已经玩那么久，都没有买一本这边的那个导览，所以等于是离开前才买了一本人家刚到的时候应该买的书，回到台湾来，我好像带在包包里面，我包包还来不及整理，还放在包包里。我包包里面还放了一本法兰克福的导览，我还没开始看，因为我已经玩回来了。所以我刚才回答老师的问题就是说，尤其是你们这个年龄啊，我给你们很珍贵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做了一些研究当然是不错，但是比研究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自己用自己的脑袋、身体、眼睛看到什么是什么，把它记录下来，那永远是最珍贵的。尤其是你做错，比如说走错路。你永远不会忘记你走错路，像我就走错了，走着走，忽然走到一条河流上面，这是哪里完全不知道，心里有点害怕，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可是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不会丢掉，因为反正那个地方再大也走路走得到。但是你曾经走错的，曾经因为完全不知道而做记录的东西，永远是会是你生命中最记得的事情。你根据资料去找完之后，你可能看到拍张照片之后，你回来都忘记说那铜像叫什么名字。真的会忘记，那我就是去玩的时候，我就很小心的自己玩到哪里就把那个树叶落在地上的树叶把它捡起来，放在那个笔记本里面做个记号，说这是在哪里的树叶。然后如果是什么树，我就做笔记；如果不认识它，我就回到台湾以后，家里有很多这种那个资料很容易找啊，家里一本植物。全世界植物的博览，我就去查查这个树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下来了。我曾经在几月几号到达法兰克福的一个歌德的铜像的后面，有一棵银杏树，这个叶子就是银杏树的叶子啊。这样，我就觉得人生这样子自己去摸索跟探索是很有趣的。你们这个年龄还对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以后我会希望你们每一步都是自己去体验到。什么是人生？从旅行里面你也看到很多东西是只有你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刚刚老师问到旅行告诉我，刚刚才旅行回来，有很深刻的感受，就这一次我终于没有依赖任何地图跟资料，玩了回来以后，才慢慢的回来再看看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感受一不一样。我跟别人感觉也没有，别人也会写说他去了哪些地方。好，那大概就这样经验了。这个经验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分享。那个三分力很强，对不对？会把那个手对，看看有没有？乱的那个绝对不是小风，那个很强的。好，这位女生。追不上我西湖的回忆，我怀念的一个人。吴世坚这一写，怎么写这么好？那个老师您好，我想我们学校啊，就是有帮举办那个英文话剧的那个活动嘛，那我们就让学生自己尝试写那个剧本。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戏剧的人，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剧本就是这样写嘛。后来自己尝试写的时候，真的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您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您是把人物构思之后呢，是把整个大纲是想好你要写什么，然后再写细节，还是说你就先起一个头，然后边写边想？那个写剧本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个最根本，就是你第一个要问自己说，你这个剧本想说什么？就你这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你在写之前，你要问自己说，我这个剧本想写的是一个寂寞，寂寞也是个主题啊，或者说很拥挤的城市，就你要给自己先想，你这个整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很悲伤，或者表达一个喜剧，很好笑，很好笑也是主题啊。
很悲伤一个主题啊，所以你要先想出来这个。想完之后，当然是所有的戏剧都是透过这个人啊发生故事，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有个戏剧都没有人啊，一只牛啊，然后旁白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要设计人的话，就像我刚才讲说，你这些人要干什么？就你一步步推嘛。比如说我举例子，你这个戏剧要表达是寂寞，用谁来表达寂寞啊？一个老太太跟一个流浪汉，好，可以 ，OK， 两个角色在哪里遇到，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不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那这两个人背景是什么？背景有差别哦，因为这个老太太有可能是她其实还有儿女在国外，她一个人住台湾，这也是一种老太太。一个是她儿女很不幸的都比较早离开了，她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故事又不一样。然后他遇到了流浪汉，那流浪汉大概几岁？他为什么变流浪汉？他是自己不得已当流浪汉呢，还是他其实在南部有个田地，他很贱，他想当流浪汉，是不是也可以？所以当你去想这个人的时候，越想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在对话中讲出来。对话，那比较高明的写法是不要直接说，不要直接说出来说，各位我是流浪汉啊，我怎么样啊，各位我是这个老太婆，我是很寂寞的，你绝对不要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就不用编剧了，你一定要透过很多行为啊，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是很无聊的，或者是很寂寞，你要用行为啊，然后要用方式，就是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去表达那个你想要传达的意涵，这个间接哈，不要那么直接，也是一种技巧，对不对？就像说你要介绍我叫什么名字，我好像不用说，各位我叫王大毛吧，我不用那么笨的方式说，各位我叫王大毛，你可能就他走过去有人叫说王大毛，那他已经告诉你他叫王大毛，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最简单的方式，就说你这个方式在编剧上是要稍微有点技巧，这样懂吗？这样讲大概就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如果你想编剧或者写故事的话，我给各位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情绪，就是如果你这个舞台剧是有5幕哈，一幕一幕这样接，有5幕的话，你告诉自己说，第一幕老太婆流浪汉坐在那边讲话，这第一幕，我想表达的是很寂寞，请注意，寂寞就是情绪。啊，第二幕一翻开，老太婆不在了，只剩流浪汉一个人站在河边。他想自杀啊！那我想传达给看的人的东西是很悲伤。第2幕情绪是悲伤。第3幕，他突然看到一只小猫走过来。第3幕是希望，小猫走过来了。为什么小猫给他带来希望呢？我们中间带一点悬疑啊。第3幕就是希望加上悬疑，这是你的情绪。我这样讲下来，大家就知道说。如果你需要你的男人吗？今天早上，吴金阳老师和陶虎变成你们的我，每个人都能上的。像是你们觉得今天早上是一个工作不上的，请你们做一个掌声，谢谢大家。此刻我站在这个地方啊，我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搞笑，突然忘了我是谁，因为我变了。因为我看了这几部片的时候，真的也是真正受到感动的。我妈坐在后面的位置，旁边的几个同学啊，似乎他们也深深受到感动，好像很想大家手牵手啊，有一种彼此的情谊，互相交流，那文学之美啊，激励人们的那种心灵之动，有那种澎湃的思潮跟理解啊，此刻都被我们李老师勾引起来了，请大家来一阵阵的掌声。现在还有时间。小时候我爸爸也跟我讲说，12点不要太晚了啊，12点
12点就12点啊，12点在各教室点名啊，就在教室各教室啊，我们要发到便当啊，请你留教室啊。那么现在呢，如果你要签名的同学啊，请从这边来啊。现在可以请问一些问题吗？在场的同学有没有人要向老师提出问题的？举手可以吗？没有吗？那我先问好了。老师，那你刚才提到说，我们要维护自己的赤子之心，然后不可以让师非感动到。老师也一定遇到过，就是情况会让自己的师非感动到。那老师是怎么维护自己的师非感，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保有这个纯真的赤子之心？然后我们说不要我不怕，因为你在保有一个，比如说你对正义的一个坚持，你对是非的，你对对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你是一个有好的想法，你在做对的事。他说一个要有好的想法，在做对的事。那你觉得你的好的想法是透过你的理智跟感情的这条线通过之后，觉得你就是好的想法，而且你的做法也没有错的时候，那有很多人来虚度你，而且很糟糕的就是说，在任何地方，不只是台湾哦，学校、生活中学哦，当你在做这样的事情对的时候，而反对的声音会比那种沉默跟同意的声音要大。任何地方都一样，不管你今天是个大人，你做老师的也好，你做什么也好，往往那个反对的声音是极少数，但是声音很大。你会误以为说哪一个就在反对你了？这家你要把握好，我有好的想法做对的事，我无所谓，我更好说，我跟他沟通好，我已经做一个充分的解释之后，我觉得我是好的想法做这个事，我就做。那这里说到底，就是我们前面讲那个，你不要一下子跟他讲一下你就脸红了，然后你就开始受不了了，你就退缩了啊，你太要脸了啊，我们当然是有羞耻，我们是有尊严的，但在这个时候有利于为什么要加一个光，加一个引号的，
在记住了吗？我想这就是智慧啊，就智慧。有时候我们一件事情，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其实世间很多事情都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解决一种事情，它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解决一种这个事情。那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聪明的人，基本上一个聪明的人，他可以很快的找到某一个既快捷又便利的方法。但是那个方法是聪明方法，跟不是智慧的方法，那可能会伤到对方，或者伤到对方的尊严，伤到对方的习惯，伤到对方的很多很奇怪的东西，他个人的某些造诣，不小心就碰到了。那有智慧就是还要考虑到对方他可以接受的程度，那两者去找一个中间点，或者是找一个重叠点，然后就下去。这个花很多功夫，也很耐心。我也缺少这个，老实讲，非常缺少这个耐性，然后慢慢去跟人解释。而且对方是我很看不起的，我说他真的笨，而且不是普通的笨。我先讲了好多次，他都还是不理解这样子，因为我就会想办法，很快就想把它放弃掉。但是你不会伤到他，会有，我也不会伤到他。他会不会在某一天反弹我的结果？会有，可能会。但是这你要很爽，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去跟你这样子啰啰嗦嗦的，我要在这个阶段我要完成，我值得这样做一个相应的牺牲。所以要加一点智慧，这个需要有耐心，而且是综合两方的立场、两方的观点、不同方的对方。我觉得这个老师刚才也说，老师非常厉害。
我
姐的功课好像不是太糟糕，当然没有像洪一勇那么好。就是洪一勇在学校的时候，洪一勇大家听过吗？洪一勇在学校的听说功课不错，对。那我好像功课没有他那么好。我能够，就是一点照顾大家很重要的自信的事情。那我一星期其实那就是来自我现在课上高以后，我大学老师，我乐队，为什么是但我做了这个想法，同学们都要深入跟我，那对你的才会出发，会比较准确等等。然后跟老师之间的沟通还好，我不在怕，那我也不在怕同学，我只是不在怕同班，因为我怕同班不怕我的同学，这个有的是，而且我也不怕那个高中这些同学比我高，我不怕，我就跟他们认识，可我觉得他是人才，他有比较好的实际上比较，我就会主动去跟他们接触，他们不会轻视那个没有天的场，所以就像56级的人，我会在说52，我就是6级。6级，我上面的这样子几万多级，我都会认知到。那会时候还是那个时候就给我很大的信心。那挫折当然也有，在认识的过程中，因为会经历同一个，因为不会，他觉得说我们1年级跑到高级班上这样子，他被人家认识，就是说他很潇洒到这一个，但是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的事情，然后就跟1年级的时候高2跟高1的来在那边谈话什么，他觉得说你们是在干什么？你们高2就聊我们这里干什么？那我们在这边相处久之后，他们都还会聊起来，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掌握自己的才能，你就认识自己的才能，就好好去发挥。那你会挫折感就会降低，会降低。就算你有学过钢琴，那你就只是想要做完去解题才调试，然后学会就说就你自己也要自己快乐，学习这样子。那你的我去阅读也让你自己快乐，很重要。不只是学校的书而已，外面的书、课外的书，或者不让自己快乐。像前几天那个台大生物科技还是什么啊，有一个不是学生啊，大一的啊，为什么13楼就跳下来的那而且电子跳一跑走上学校，整个跳起来就非常戏剧和期间就学了一好的结果。但是你想台大这肯定是好的，说一路上我到台大生物科技，那一定是从小就是一定是第1名或者前3名在一路上，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想到他生命中的价值没有。他觉得他有空去影响他爸妈在那个地区，他的工作好，我没有办法让女朋友跟他们省，因为工作好也不能得到同学真正的敬重，是很大的意义啊。因为他有些学习也不是唯一的同学，他没有从这里得到快乐的满足，他尽量的去找这个东西，给自己快乐，给自己能够才能发挥，给自己一个在快乐学习的时候，你学习习力也好，就算他花在上面，他不花很好的时候，你会让自己发挥，那个时候你就会有回转，那个挫折相对相比，这个快乐相比，当每次是一个快乐越高，你挫折感觉越比赛越它是相对的，就像在运动起来，有点口中做的有点这个肌肉比较好，那就是真好，就是画画真好，就是给自己的才艺真好，我自学也真好，真好自己学。别人在打电话的时候，没有说自己就帮你自己写课好，没有帮自己写课好，有没有自己写课好，这就是很快的事吗？对，它增加了这个真好。好，谢谢。
就是希望老师讲一个公司的公益。老师说我现在那个做一个小朋友的手法，就请老师帮我用我们家手帮我们签一下。有书的才来签吧。有书的可以来签。今天这个活动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的水利局的组长感谢张老师。礼成，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所有同学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说，其实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位同学开场白说，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念生物了，因为我们生物老师很凶，然后我很崇拜科学家，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念生物。当时老师送了我一个蛹，一个蝴蝶的蛹，他告诉我说这个蛹你摆在家里面观察10天，但是你小心它就飞出一只蝴蝶来。后来我就把那个蛹带回家去，放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不到10天它就破了，然后就飞出一只蝴蝶。那只蝴蝶是南台湾屏东少见的一种叫黄裳凤蝶，黄色的衣裳叫黄裳凤蝶，那个翅膀黑色，身体黄色的。看完之后非常感动，觉得生命实在非常奥妙，觉得生命本身非常奥妙，所以我就想了半天，生命很奥妙，应该念什么系呢？就念了生物系。后来发现，我想如果了解我如果想了解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系，因为生命的本质可以念哲学系，哲学系可以探讨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可是我当时因为念高中嘛，不太清楚这个选择，于是我就念了生物，而且我如愿以偿也考上生物系，而且也非常辛苦念了4年，成绩也不错。最后为了要立志当科学家，就去了一个医学院研究2年教书，然后出国念书念分子生物，一直到差不多快要30岁，我恍然大悟，觉得说我如果喜欢生命的话，我应该去写多创作，跟创作有关的事情。后来我就重新开始我的生命，所以其实我的生命改变很大。后来我开始创作，包括拍电影，然后写小说、写童话，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大学时代念生物也没什么不好。一方面增加了蛮多生物的知识以外，科学训练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科学训练对我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比较理性，我比较不会情绪。那我觉得有时候你学一样东西，有时候不完全只是知识嘛，对，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第二个问题，
说《永之声》啊，在1990年就是中国时报评选为那个40年来影响读者最深的那个书籍嘛。那对于这一部小说，你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和缓慢的过程。我人生中第一部小说叫《永之声》，就是写的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老师送我一个蛹啊，变成蝴蝶的印象我实在太深刻了，所以我第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做《永之声》。那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太会写小说，那我会一直都在电视关于其中的某一个角色或者某一个角色，特别是让你对我们怎么样的去感动，怎么样参与这件事情是我们思维或者稍微的效果是怎么样的。知识跟认识都是我身边的人，我就用我姐姐我妹妹的她所念的戏，她有的课本跟内容，我去了解，写下我人生中第一部中篇小说。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永之声》里面写了很多实验室，我写了很多生物系的实验室，做实验的诚不诚实啊，或者在大学的爱情啊，或者大学生的处境。那现在看起来，也许里面有蛮多的技巧上的很不成熟，可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改它，因为我觉得它蛮能够反映像我那样子，刚刚才进大学，我大概是念大学就开始写作，大一、大二就开始投稿。所以里面保有很多是那个年龄的心情。那我其实写到现在已经写到第80本书了。这80本书你可以回顾最早第1本到现在第80本，我所关心的事情其实差不多。我所比较想关心的，我想写的事情，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的追求跟那个他的教育、他学习，然后他的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从第1本写到第80本，我中心的关心都差不多，只是写的故事不太一样，跟题材不太一样。那我们今天说像《逆女》啊、《夏装吊车》，还有《流氓教授》等这些像那个文学啊、人物本土戏剧的那些这些戏剧节目也是，你也曾经制作像那个薰衣草啊，然后杜斯坦之吻，这样使用偶像剧的手法，这样来塑造文学生活文化的那个戏剧节目，然后是什么样的动机，然后促使你会有这样风格迥异的那个尝试？其实我今天来这边，待会儿的课程里面我会讲到，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因为早期的台湾电影跟文学是脱节的。那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就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另外呢，当我从事电视工作的时候，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引进了很多台湾的小说，比如说《逆女》这个小说，我就改编成一个7集的迷你连续剧，还有《流氓教授》，让各位比较有印象的大概是《流氓教授》，因为它是一个8点档，它也是一个人的自传。不要太你们不要太紧张哦。那个你一紧张我就跟着很紧张了。那个《流氓教授》其实也不是一个小说，它就是改编那个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嘛。那我就会想说，这个故事如果变成连续剧的话，它可能很有一些情节，也很有一些励志，我就把它改编了。换句话说，我本身一直觉得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应该要有自己的艺术，它应该有自己的舞蹈，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音乐，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学，它甚至于应该要有自己的电影，它也应该有电视剧。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台湾本身应该要能够能力生产自己很好的电视剧，所以包括偶像剧啊，我都认为说，偶像剧好像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找自己的故事。自己拍，所以各位大概有一点印象，我在台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叫做《名扬四海》。名扬四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名扬四海就是很典型的是，也没有改编日本的漫画，也没有改编什么，就是在台湾本身找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北部去求学、奋斗的故事。那后来拍了大概1、2年，后来我都离开我的工作了，之后才上映。像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我比较喜欢的。后来还有一些偶像剧都是台湾自己本地自己创造的。我一直在觉得说一个环境啊，我们自己的环境。这次我刚刚从日本拿到在东京找到的片子，是黑泽明导演。黑泽明各位听过吗？各位你听过？黑色的黑，森林水，沼泽的
研究所有，因为它是一个文化财，它是一个文化财跟它结合。再补一下啊，你问题是什么？然后一个第一点，按照前面。那这个片子是有日本发音日本话，那我在找到的时候是有中文字幕的，那也有英文字幕，有西班牙字幕，有俄文字幕，有很多字幕。那我希望你们会选到中国的字幕可以看的。那么希望用日本来发音，所以呢，你就把你的主要是有点难的，有点难的。第一个播出它是它主要播出的是这种语法的梦，我们今天准备看三个梦，看三个梦。第一个梦是好几个人，那讲说5月5号那一天是日本的女儿节，女孩子的节日。那女儿节日在干嘛？有放一个飘逸在此一套，所以一起还有那个很多我们家姐，就是那娃娃，是有这么多娃娃。但那天女孩子都可以享受女孩子的服务，比如说她弟弟就要赶快送她节日开始，那所有的姐姐们就这样的大大的坐在那边，但是那个弟弟就发现说，这个来的这些姐姐的朋友们，总共加的就是5位嘛，他是看到有6位，他就觉得说，你看六盘那个拿起来，他觉得说，那你们干嘛？我们1个人就说就好了，说有6个，那个归属就是5个，对不对？就是6个发烧了，而且很凶的，也不打他的头，然后他就给我们看说，那个女孩子在那边，突然有一个灵魂，一个女的灵魂在那里，他就说在那边，那姐姐给我们看，不见了，他就赶快约去，原来他是什么桃树精，日本人把那个桃树全部都砍掉，你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意思是这样，如果他们没有这种字幕的时候，你大概有一个了解是这个意思，了解这个意思。这还不是讲到环保，不是讲到环保，如果你最象征那个桃花是象征的这些女人，这些女孩子。女孩子要是自我不尊重，或者没有那个可惜的话，滥砍滥伐的话，那么这些是女孩将来不是日本人的妈妈，都是日本的国民，怎么办？他们将来希望怎么办？他们家里都是你们家的妈妈，都是人情自我尊重的时候，那怎么办？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片子是在30年前就拍好了，得到凯子影展的12项大奖，拿过了所有大奖，台湾都知道，因为台湾那个时候都为了看影片，为了认识或为了怎样，为了情绪性的那种有做法。OK， 那这个片子得到了12项大奖，你可以看到那个服装。镜头，所有东西都是做的。我们可以看这些都这样做的。我们看第2个梦，好几个人从第2个梦开始看。第2个梦，可以吗 ？OK， 好，请。前面跟两排灯关掉就好了，两排关掉就好了。这个时候，后
遇到娶亲的日子啊，不是娶亲别让人看见，你要是看见，你会遭到很痛。这小孩子是妈过去的，你不说他反而不会想去看，你可以叫他不要看，他不会想去看。你走进森林，本来就看到了母女娶亲。那回到家之后，这个妈妈就拿一把刀子就给他说：“你要自杀，因为你跟他来过了，所以你偷看他们娶亲。”你就关键，他说你要去评他一个人物，只有说你带这个刀子去找狐狸，请求他们的谅解。狐狸住在哪里？他说狐狸住在闪龙的家。这个男孩子就不断地走，开始走，在我们就后退，他不断地走，不断地走。有没有开放的同学？有没有同学发问的啊？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因为我们时间还有一些，对不对？原来我们到几点？好，那我就好，现在你刚刚说想做动画关于动画的题材，你觉得哪一方面是你最想做的？这个同学问到那个动画我站起来讲一下好了。我最近看到有人那个想改编那个吉米的那个改编吉米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好几本绘本，对不对？像有部电影叫《向左走，向右走》，它就是从吉米的那个里面改编的。那其实改编动画题材在台湾有很多题材。你从比较古老的传说里面去找题材，去从中国的神话小说里面有很多题材。其实动画是因为怎么样做，而不是题材。比如说，你看迪士尼最后做到最后，花木兰他都可以做啊，他把中国古典的花木兰都可以做成一个动画，然后日本人可以把中国的《三国演义》做成电玩这样子。所以题材本身其实很多，主要还是能力。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有趣？比如3D 动画的技术、绘画能力。所以台湾如果要做动画，其实条件很好。因为台湾除了早期的上游的话，上游这个想故事跟导演以外，从开始画图到加工到完成，全部都有。在台湾有很多这种公司，最大的一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公司，在台北的一个台北县的一个叫红管公司，它里面有几千个员工。那我曾经带领他们做过一个西班牙的卡通，我带领过他们一群人在做自己编剧，所以我蛮希望在我可见的未来，大概5年10年之内，看到台湾可以生产自己的动画，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导演、自己的编剧，自己做。我觉得各位这个同学问的蛮好，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难得来这边跟大家碰面，你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你可以问很难的，也可以问很简单的，好，不要不好意思，谢谢。下面有一首歌跟你在说自己在这1、2年之内，你这个团体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提醒，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请问你的问题，因为我对于你对人物的描摹就是非常非常的生动，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好像自己就进入到书里面去，然后变成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这种功力啊，除了多观察、多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在今天当中，对于人物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心理医生的话，那个我的病人走进来的时候，我通常看他什么呢？我看他习惯，就他会摸鼻子啊，我就看见从他动作开始看，比如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注意你摸哪里啊，或者说你手不知道该放哪里啊，就类似这样，这是一种观察开始，对不对？然后人从习惯开始观察这个人，他的习惯。然后慢慢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后，一步一步越知道越多，他家庭背景，他生活在哪里，然后你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清楚。像我们从事编剧工作要做一个功课，要做一件功课，就是在编剧以前对你每个角色都要重新写一遍。比如说某某人几岁，小学读哪一个小学，国中读哪一所，比如兴国高中，兴国高中位于哪里？这个高中有什么特色，会影响这个人的什么想法？所以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物是要这么仔细的，从他的成长到读书到现在遇到过什么事情写一遍，写报告一样，写出来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写出来之后一再
在写作的时候啊，他怎么讲话，你没有他会知道。他讲话的口气啊，比如说你讲话口气，你喜欢用口头禅，你是用哪种语言？然后你个性是很害怕的，还是很爱讲话的，还是胆子很小的？那随着我们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就知道了。到时候再往下写小说或者写剧本都很有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很多人说，他们说怎么样开始写小说，怎么样开始写剧本？我说，那你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要写的所有人列报告，花一个时间去做研究跟调查，然后写下来，然后都放在自己身边。写作写不出来的时候，再回头看这个人到底什么学校毕业的，有没有什么故事啊？他是写过高中毕业，我给他设计一家同学啊，同学他也写过高中的家同学，就说你会从你人物的分析里面不断的找到材料，不断的找到灵感。你要是没有这个人物分析，你凭空乱想，你想这个故事想不出来，没有灵感，还不如乖乖的回到最原始的，把这些人物调查好，做一个报告，感觉这个报告不断的往下写。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我的书？哪一本？或者对这个东西有点好奇或者不太懂，都可以没有关系。你可以问得很轻松也没有关系，我不会笑你。你问得很轻松，我也不会笑你幼稚。你问得很难，我就回答的你想知道的东西。不要不好意思，你们要练习自己发问嘛。你看同学脸皮都很厚，不要讲话了。比我想象中好一点。我本来想说南部的孩子都比较害羞啊，都不敢问问题，结果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问的蛮好的。好，我讲完就有女生了，很棒。然后就是对你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不太了解吧。不过我刚才在听你说啊，就是你刚刚有说到说，就是你写小说啊，或者一些故事之类的，都在探讨到生命的意义啊。然后我想问你说，你从第一本到81本书中，所探讨出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续的生命。课本上还有讲，这个深奥。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书上告诉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续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于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如果这样的话，我的生命意义是达到，因为我有2个孩子，所以创造宇宙继续的生命。宇宙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必须告诉你说，大概是没有答案的。就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生下来那一刻开始追求的。有些人生命意义非常伟大。就我最近读了一本书，讲一个韩国企业家，他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女孩子，这样跟夫妻的，就后来上火爆炸，他16岁就被遗弃。那他后来他一个炸弹丢下来之后，他身边的几个最好的朋友被打死。那他那时候他5岁，他那时候他告诉别人说，他突然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创造一件事业，帮助别人的，否则的话活得没有意思。因为一瞬间多少都可能被炸弹炸死，那跟这是他的生命意义。那每一个人会因为他的环境不同，经验不同。姓名、地址还有电话可以填清楚，然后可以继续保持联络。人本身就是他的意义，应该这样。人你活着，金同学班长都很快的帮我们把它发下去。我们用很短1分钟的时间帮我们填写好了以后，再请班长收集拿到前台交给老师。中间要不能断掉，才会有一个生命诞生。所以一个生命诞生之后，你要告诉自己说，它是很奇妙的，奇妙的蝴蝶，从蛹变成蝴蝶，我就哇，生命好奇妙，会有生命的。当你觉得生命很奇妙的时候，你要取生命的意义，不要单一的意义。啊，生命的意义在生活里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了，那多可怜啊！万一我追求不到我的目标，我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人其实活着是他本身意义。至于你要追求什么，随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跟学习、跟经验不同，你可以自己下定义。我之所以一直在写作，其实我也不断在书里面在写一些在追求到自己的目标，不断的探讨这个东西。它不会有一个直接答案，因为如果有一定答案的话，我们都不需要上课，不需要花这么多力气研究、写作、拍电影，做各种艺术创作，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力气去追求生命中最奥妙的。所以我当然是没有答案，如果有答案，我肯定会生命的意义，因为我也找到答案，我也不会想再写作，我也不想再活下去，就是不找到答案。好，还有同学，我们定一个时间看到几点钟好不好？我们下一堂课是大家讲几点？
6:50没关系，时间这个机会宝贵，给大家继续问。3就30。好，老师。去害怕说你的问题，因为你们才10几岁，当然你们一定是比较，不要觉得说害怕，难得碰到这种人，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那刚刚有机会有话讲，我觉得非常棒，自我表达应该是非常，自我表达就是人生的一个学习成长很重要的一个，你要懂得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很有误会，我们都是学习。那我有一个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请问肖伟老师是喜欢旅行吗？那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阅读应该是相通的，也是阅读的一种，阅读也是外在的情况。那我本人是也蛮喜欢旅行，我想请问肖伟老师，说我结合旅行的阅读，让心里更丰富。那其实蛮好玩的，只是今天时间不太够。就说我以前旅行的时候，假使我是带着我的2个小孩去旅行的话，他们就最讨厌跟我去旅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次要去旅行之前，我在出发前都要上一课说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哪里，然后我就拿出地球仪说我们来讲一遍这个我们要去的地方的历史地理。他们2个看着我说，哎，算了，跟你去玩不好玩的。然后我自己随便玩就好，干嘛跟你去？去你到巴黎，你到哪里都要看这个博物馆，要参观那个各种那个戏啊什么，这有什么好看的嘛？有什么东西肚子饿了，什么东西好吃就吃嘛。有河流就看，没东西就再到处玩一玩，没关系。所以我小时候我2个小孩很怕跟我去旅行，可是又没办法，因为太小，只好我带。然后比较大一点之后就开始要敢自己出去走，我就真的很不一样，自己去玩。那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在出发前一定要拿出地图来哦。把我要去的地方全部研究一遍，因为我们小时候旅行蛮难，不像现在以前出国都很难的，所以我的记忆中，我们同一代人一去到一个地方拿出地图来，用跑步的到每个地方拍张照片也好，比如说知道这个地方有5个古迹啊，用跑步的看快关门的，在西洋过山前每个地方赶紧拍一张照片10秒钟，拍完照片到此一游，赶快跑步的到下一个点去，从这样开始玩，到后来渐渐的，比如说这样玩一辈子意思。那我后来就越来越领悟到说，其实旅行啊，甚至于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地理南北在哪里，你只要飞机票1买啊，去了再说。我这次旅行就是这样，因为我搭一个那场演讲，没有时间忙，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我去的那个城市到底在那个国家哪里，我就搞不清楚。我去一个叫法兰克福的地方，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南边，后来我才知道在南边。那我一上飞机前比较忙别的事情，忙到要准备演讲稿，准备纪录片，全部 OK。有上飞机的时候，法兰克福在哪里？飞机会带我到就是。到的时候什么都没看到，看到一个旅馆，跟一个那个火车站，就住进去了。开始我旅行，然后等我演讲完毕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地图也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看，走到接下去看到什么就算什么这样。我终于玩了一次，从头到尾没有拿到任何资料，也没有买一本这个旅游手册的一次旅行，然后自己带一张白纸，走到哪里做记录，走到哪里做记录，把东西拿没搞清楚，然后到火车站去看。研究一下几小时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火车来了赶快跳上去，坐错位置也没关系，被人家赶一赶再换个位置，这样子玩回来到有一天要玩了差不多7、8天要回台湾的时候，我才伸手去买了一本本来应该在出发前买的书，比如说法兰克福导游或者海德堡导游，就是我要回台湾，是说想想有点可惜，我来这边已经玩那么久都没有买一本这边的那个导览，所以等于是。离开前才买了一本刚到时候应该买的书，回到台湾来，我好像带在包包里面，我包包还来不及整理，还放在包包里。我包包里还放了一本法兰克福的导览，我还没开始看，因为我才已经玩回来了。所以我刚才回答老师的问题，就是说，尤其是你们这个年龄啊，我给你们很珍贵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做了一些研究，当然是不错，但是比研究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自己用自己的脑袋、身体、眼睛看到什么是什么，把它记录下来。
那永远是最珍贵的。尤其是你做错，比如说走错路，你永远不会忘记你走错路。像我就走错了，走着走，忽然走到一条河流上面，不知道哪里，完全不知道，心里有点害怕，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可是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不会丢掉，因为反正那个地方再大也走路走得到。但是你曾经走错的，曾经因为完全不知道而做记录的东西，永远是会是你生命中最记得的事情。你根据资料去找，找完之后，你可能看到拍张照片之后，你回来都忘记说那铜像叫什么名字，真的会忘记。那我就是去玩的时候，我就很小心的自己玩到哪里就把那个树叶落在地上的树叶把它捡起来。放在那个笔记本里面做个记号，说这是在哪里的树叶。然后如果是什么树，我就做笔记。如果不认识它，我就回到台湾以后，家里有很多那种那个资料很容易找啊。家里一本植物，全世界植物的博览，我就去查查这个树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下来了。我曾经在几月几号到达法兰克福的一个歌德的铜像的后面，有一棵银杏树，这个叶子就是银杏树的叶子，好像。我就觉得人生这样子自己去摸索跟探索是很有趣的。那你们这个年龄还对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以后我会希望你们每一步都是自己去体验到，什么是人生。从旅行里面你也看到很多东西是只有你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刚刚老师问到旅行告诉我，刚刚才旅行回来有很深刻的感受，就这一次我终于没有依赖任何地图跟资料。完了回来以后，再慢慢再回来再看看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感受一不一样。我跟别人感觉，因为别人也会写说他去了那个地方嘛。那大概就是这样的经验。这个经验其实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前叔叔更不容易。还有各位看看有没有？他能够有这样子走来，这位女生，小野老师的整个人生的变化里面，都跟他最早的写东西都有关系。他认识了，比如说他做电影。那个老师您好，我想我们学校啊，就是吴念真从你是写小说，举办那个英文话剧的那个活动嘛，那我们就让学生自己尝试写那个剧本。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戏剧的人，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剧本就是这样写嘛，后来自己尝试写之后，真的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您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您是把人物构思之后呢，是把整个大纲就是想好你要写什么，然后再写细节，还是说你就先起一个头，然后边写边想？那个写剧本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个最根本就是你第一个问自己说，你这个剧本想说什么？就你这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你在写之前，你要问自己说，我这个剧本想写的是一个寂寞，寂寞也是个主题啊，或者说很拥挤的城市，就你要给自己先想，你这个整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很悲伤，或者表达一个喜剧，很好笑，很好笑也是主题啊，很悲伤也是主题啊，所以你要先想出来这个。想完之后，当然是所有的戏剧都是透过这个人啊发生故事，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有个戏剧都没有人啊，一只牛啊。然后旁白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要设计人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说，你这些人要干什么？就你一步步推嘛。比如说我举例子，你这个戏剧要表达是寂寞，用谁来表达寂寞啊？一个老太太跟一个流浪汉，好，可以 ，OK， 两个角色在哪里遇到，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不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那这两个人背景是什么？背景有差别哦，因为这个老太太有可能是。他其实还有儿女在国外，他一个人住台湾，这也是一种老太太。一个是他儿女很不幸的都比较早离开了，他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故事又不一样。然后他遇到了流浪汉，那流浪汉大概几岁？他为什么变流浪汉？他是自己不得已当流浪汉呢，还是他其实在南部有个田地，他很贱，他想当流浪汉，是不是也可以？所以，当你去想这个人的时候，越想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在对话中讲出来。对话，那比较高明的写法是不要直接说，出来说，各位我是流浪汉啊，我怎么样啊，各位我是这个老太婆，我是很寂寞的。你绝对不要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就不用编剧了。你一定要透过很多行为。很
多行为啊，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是很无聊的，或者是很寂寞。你要用行为啊，然后要用方式，就是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去表达那个你想要传达的意涵。这个间接哈，不要那么直接，也是一种技巧，对不对？就像说你要介绍我叫什么名字，我好像不用说。各位，我叫王大毛吧，我不用那么笨的方式说，各位，我叫王大毛，你可能就他走过去有人叫说王大毛，他已经告诉你他叫王大毛，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最简单的方式，就说你这个方式在编译上是要稍微有点技巧，这样懂吗？这样讲大概就会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如果你想编剧或者写故事的话，我给各位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情绪，就是如果你这个舞台剧是有5幕哈，一幕一幕这样接，有5幕的话，你告诉自己说第1幕，老太婆跟他坐在那边讲话，这第1幕，我想表达的是很寂寞，请注意，寂寞就是情绪。啊，第2幕一般该老太婆不在了，只剩流浪汉一个人站在河边，他想自杀。啊，那我想传达给看的人的东西是很悲伤。第2幕情绪是悲伤。第3幕，他突然看到一只小猫走过来。第3幕是希望，小猫走过来了。为什么小猫给他带来希望呢？我们中间带一点悬疑。第3幕就是希望加上悬疑，这是你的情绪。我这样讲下来，大家就知道说，如果你编不下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检讨说，我到底想说什么嘞？我想说寂寞，我想说2个人的故事。那我透过谁来表达呢？2个角色。那这2个角色我用什么情绪表达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终于找到了。第1幕是寂寞，第2幕是绝望，第3幕是希望，第4幕是什么什么。当你抓到每一幕的情绪之后，你的故事就可以往下写。否则你会写下去，我说没灵感呢？不是你没有灵感，是你还没想清楚。你应该想清楚，那是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说没有灵感，其实是因为你一开始没想清楚你要做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要写的故事是你妈妈，我举例子，或者你爸爸，你身边这个人，你妈妈或你爸爸，你那么熟悉的人，你怎么会没有灵感呢？你每天看到他进进出出，或者他做什么事情，甚至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你不管怎么样，他说你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啊，你很容易写他，你从他身边的一些活动、行为、讲话就可以模仿嘛。所以很多人编剧或者写东西的时候，他会想一个他认识的人，就刚才这位同学啊，叫于中燕，对不对？好，于中燕这个同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干脆编一个叫做小林，这个小林的所有样子就是于中燕的样子，是不是就变得很好写？很好写嘛。他平常跟你讲什么就照他平常骂你的话，他平常怎么样走路的照。通常编剧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想一个你熟悉的东西，开始写。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要试着写作的话，其实就写自己的故事，写日记，写自己，先从这个简单的方式写起。再开始写小说，写别人，好，就不要担心说一开始我要写一个天马行空的伟大的巨著，那你可能会发疯。就不要做那么难的事情，就做个简单的事情。我小时候，我爸爸也跟我讲说，你先学会写日记，写自己身边的人，啊，写每天的事情，你就慢慢会写下一个东西。这样。那我好像一般你在编剧了，我帮你讲很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那同学的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那小燕老师，我们现在可以要求一下帮我们签名吗？那现在要签名的同学可以到前面来。来，7班的班长来。等我回去先准备考试啊。找一个协副长跟我来调，找一个协副长跟我来。找一个协副长来，协议。找一个协副长来，跟我到办公室拿考卷，发给大家做哈。尤其是要是受奖，就小看青红的脚趾，哇，这太美丽了！我喜欢，我听到就喜欢，我不然跟你讲一些好啊，交流。好，各位同学，我们签名，小伟老师签名就到这地方告一个段落。
同学全部到桥墩去，去吹风。哇，真好哎！这所有的谣言都是正确的。果然有溪水湍急的清澈，由上游浇灌，9月的水江花开得正。通过桥墩的时候，总是有过河两个清秀的入侵，我们就恨不得赶快把鞋子脱了，要把这双脚泡在水里，让什么？小鱼亲吻，有脚趾，肉马一灌，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喜欢。然后每一个看到水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是很兴奋的。看到水的时候，就觉得阳光很烈，9月阳光还是很烈，但是真的是很温暖、很丰富。看到时候，我们就拼命脱什么？不是啊，对了，脱鞋子，下山会先脱鞋子，所以就脱了。那人脱的好快，有人那种以前那个小孩子穿鞋脚穿很大，你说穿到这个1年后都还可以穿这个鞋子，所以你稍微再就可以脱了。那有的人，你看脱的比较紧的，就会很紧张，就这样丢丢，不要这样子。然后就看别人已经下去泡水了，就关，这鞋子就飞过去，就回到那个河水，那河水宽，清澈而宽起，那就流走，鞋子就流走。啊，我鞋子流走了。你那时候跟那些年轻导演合作那段时间，听你这么讲，他们刚才难过。流，但是因为有石头，没有溪，有石头，那就会把那个鞋子会割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丢会啊，还有不一样的，我就更简单。然后我看女生女生到6年级的那个大赛是，女生因为那个6年级的女生，6年级男生是小小的，小小只，那女生已经都有那种小姐的气概。甚至有妈妈的格局，看起来可能翻译比较好，有妈妈的格局。有时候连女老师都不上，那个女生会，就我们那种老师看着很紧张，差不多的，怕就会安全上要安全上，就老师大叫撤退，干什么撤退？因为这么严重的事情，你看就是一直情深远，那个口吻嘛，讲撤退。运动啊，这个没有，不是别的，那也算。然后其实都不要动，老师在接，其他同学撤退，然后离开桥墩底下，叫我们到太阳下去晒太阳。因为有那个芒，9月的那个芒草已经开了，非常旺，就到我们去晒太阳。你不准再到桥墩这里过来，也不准碰到水，离开水15公尺。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来干什么？来欣赏水，来闻9月的水江花，从遥远的上游，到你飘过，到太阳底下，我没有多么的理性，因为就是说不是那个花香，而是后面的那个花吗？那个花吗？里面怎么是有些奇怪的小意思？小伟老师练第9名，他分数到第9名，后来经过变成之后进入到第6名，他的最后关键中间后面希望想增加影片，那可是这个红会的时候全场是走向用枪用血用震撼东西宣传，结果很多观众都被骗进去，以为它是一个警匪片，它非常重，它里面其实讲的是一个整个台湾社会都变迁到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像同学听我讲说，好啊，你多半的都是比较沉默跟手这样子，你知道我大概是那种有些发难的，所以我不能被骂最厉害的，或者是得到最多赞美，就是我这种人，就是说，好，那我们要跟他回去，我们要回去，好啊，回去了，就叫我们去上去牵脚踏车。我们老师就说，没有叫你们回去啊，没有叫你们回去啊。我说啊，我就回去，我就走了，我那天就这样走了。他有一句把鞋子捞，不管老师。老师要去请，你都不要吃。然后他在那个手环里面，他现在2002年这个台湾社会，就是很多边缘人被压迫在边缘，所以说好糟糕啊！深圳西他从电话打错，就发生一个命案。然后这个部分就是想让他拍电影，他这个手已经到一个非常的对台湾社会观察到。他居然在第2节就叫我们写作文，题目叫什么？《山寨西游记》。
还有些人不表示有什么好讲的？我知道大概这个东西，但是我的表演方法应该怎么样？我一直不清楚。我倒没有说被打击到，没有信心到对自己表演。究竟是怎么个想法？当我看完了，判断不住，他忍不住。我觉得这部电影拍得不好，比我想象的好。你觉得原来老娘要拍这么？不要吓，我不要吓。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告诉我？你希望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6年级的同学，6年级同学一般在学校里面都是最大的。6年级，因为我们那个纠察队有个6年级的，我们那个升旗手也是6年级的。我们几乎最重要的其实都是6年级的。6年级都是我们学校里面最伟大，而且越想越伟大。因为所有的学子念大学都念4年，高中念3年，国中念3年，念6年的真的是很少，就觉得很伟大。但说实在，我也觉得不是对，因为它但是很奇怪的，到了国中样化。好，刚刚才从6年级过来，国一的时候变得很小，心理上蛮小，然后到国3的时候变得大一些。 到高一的时候就变得很小，对不对？到了高3啊，又很大只这样子，像那个地巨人那一种。那我们6年级的也要学，而且那新老师啊，台湾人口开的越来越好，他们里面不行，打田去买香，他在那告诉写啊，他自己也没办法。其实为什么香港没办法？他已经想不到了，他不能再翻脸，因为外经营到这个田地了。 他要把这个班去带完1年，他能够去跟教务处说，这班我带不动，我不带了。他不行的，那个颜面扫地，他能够有这样的证据，把它管住，然后把它圆住，然后把它 hold 住，带住。这不能达到一个绝对不能跟你翻脸，我们就吃定他这一点。那老实讲，我们对他并没有仇恨，只是我们基本条件就来怀念同学的他的嫌疑，对我来讲只有一个，就是。 好奇怪，我们心里好奇怪，我们常常是这个样子。我们借着去莫名其妙讨厌这个回去怀念另外一个。片子要上千万的制作费，你拍完以后你要上。好，我写。会有人来跟你谈。我想有到。我想把你的录影带拍片，那把这个费用多少？18万。好了，你不愿意卖，你只要一上片我就同步发录影带。你愿意卖的话，我是保障半年之内不会。 到达，因为这种东西都是领导在控制的。啊，包括到杨德昌他的牯岭街要上片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推过了。完全没有符合事实。啊，K 电台在他的上片就做出广告，在他上片的第2天要首播。曾赞熙有一个美丽的谣言，说他们溪水清澈而欢喜，9月的水江花开得正好。 当山风3、5吹的时候，穿过了桥墩，总是有过河梁的清香。湍急的河水流过了桥墩，总是会留下了水草的清香。我们去到那边，我们就把鞋子脱了。有一个同学非常不相信，他叫赖西安，把鞋子就飘在了水里，就流走了。 父母看到之后也说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也把鞋子丢下去，2只鞋子就走。同学看到父母不忍，觉得有的鞋子要远行，不能让他要陪他走。可是我们同学们都把一脚鞋子丢到水里，老师看也很不忍心，老师说等等我，老师也把鞋子丢下去了。于是山上溪上就飘了我们班上同学的48只鞋子。我们想，既然48只鞋子走了，那我们另外1只鞋子也给他留着吧。也是第2批的鞋子，一起从那有的学生比较笨，就被搁浅；有的就留在不舍得走，就留在溪边的砾石之间。我就这样一路写，写了好长。 大概写了40、50分钟，傻傻的写满了，就不假思索就开始写。这也是他的一种。写完了之后，但是这样就拿来给那个他教老师坐在那个最后的那个教育的那个桌子，我要教了。事实上我没有参与那个，就是关于我可以出去了哈。你看教授，我对你说这不是考试，我在后来我才可以出去。做我在教室做，别人上面谁不要怕。
那个社会所有吹牛的，因为那个虚构的中国时报啊，对，我们就是谈论教师的意义，就是不安全。我觉得这个有关系的更明显的，讲这教师外，讲这教师的意义，因为老师要是会虚，那个时候啊，没错，和大学在那个时候已经远远不小心丢进去很深，他的创作已经精这样，但是真的已经到了去看教中的这个。ところで、あなたはおいくつですか？おいくつ？いや、9歳。今日、有一天我要跟你说一件事的。安达，你去年はこれについては何とかに受けるんだ。それから人間の機動的に正直生きているのはいいわけない。就这么，我们就。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早上看了这8个动作，其中4个梦，我们这些人都值得我们尊敬。震撼的社会，严厉的经济，为人类留下了真好。一个人看过之后，心中有什么感动，有什么思想。加入骗子，你看我们看其他560的骗子，就这138位工作人员为我们留下来。我们决定有责任跟义务坐在这里，好好看看他们的名字。可以看到水中的水草如此的流过，想想看，20年高点在落难的骗子骗断了木头，那样的现实跟梦幻之间的边际，它告诉我们些什么？在水之中之夜，水之中之梦这地方，即便它申诉了，有些人记忆，有些就是个女人。也就是因为我们确定了，我们来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旅程的一段，于是我们更加的积极，要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能够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东西，是正面的，能够让我们自己发光，也让我们自己发亮，也让有幸和我们在一起的朋友、老师、同学和亲爱的人。很多感受这样的光而热，这电子是如此的积极又正面的，透过死亡来诉说生命的存在。就是这些人。今天早上，洪庆祥老师为我们介绍了各家的火楼，那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一个过程。那样的语言是那样的谢谢，确实成了目的。就是安之森，我们在写，我要向君子女儿我说，安之森，是你。我也要向阿头，已经听到了阿头鼓陈永康所为我们写下这么多好的歌，天问、水路、韩多多，他们精彩的制作品，主要说一些，有时候很多的事。而且我要说，希望安之森，我们非常强烈的朋友，因为他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但是看出来的片子，我们知道他自己有生的，我们要跟他说，安之森，我们要尊称安之森先生。水草不断的往下流去。其实它是有上游的。今天吴老师的客家的文有这个客家文化的课，也是告诉我们一个文流。一人总是知道一个文流，即便你不是客家人，但是你总是我们这个种族的人，你还是汉族的人，你给汉族之间的宜兰人，你汉族之间的湖里人，你汉族之间的韩国人。除了排队的同学之外，其他同学还是请你就座。但是我开始练来，拿这一部队来，站这么一边。在古时候，写怎么办？我跟家人手才办？
听完了就请回座。有没有哪一个同学是住校生，还没有跟陈文琪老师登记的？有没有？手上那张，请同学配合注意事项，务必前后要看清楚。12:20这边就位完毕啊，12点18分，更正18分就位完毕。已经签完名的同学可以开始写你的学习单啊，你可以跟同学先细细分享一下啊。那么看看学习单怎么写啊。那么3张，总共3天有3张，你今天就写了1张啊，总共有3种学习单。好，今天只有发1张，对不对？好，那就是先写今天这1张。你可以跟别人讨论该怎么写，但是不能用抄的啊。这个将会有评审啊。那么如果发觉你是用抄的啊，那就给你退稿啊，甚至给你提高处分。学习单是明天早上啊报到的时候，明天早上报到的时候啊要回来。好急了，同学都要交啊。如果你没有交这个会让你啊没有办法完成报到手续，你会增加很多困扰。你还没有拿到学习单的举手，你没有拿到绿皮书的举手。好，等一下给你们啊。还没有拿到学习单跟绿皮书的同学，请你等一下。11点50分，我宣布可以回教室的时候，就给妈妈在这边来了。来帮老师按摩一下，然后我帮你拍照。老师，我们2个好吗？宇宙发生了，那完全虚构的，是我想象的。那老师就过来说，啊，你文章写的真好，谢谢。你们交流合作，有点奇怪，这话中有话，后面是在说我写真，老师自己的老师私事当中，因为老师自己的个人意见，你这个文章让我欢迎小野老师。仿佛看见自己手绘自己的愿景，自己的愿景。原来文章是可以在
是呢，接触到先生的时候呢，我是在《永之声》这本书里面，当时我就非常强烈的感觉到，老师对于人物性格的描摹呢，有一个独到的功力，就连没有个性的性格都能描写得非常精湛。当我发现呢，书中人物和自己有雷同的特性时，我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样瞬间的共鸣，不是我现在用3言2语可以形容得出来。对老师，看到老师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老师的作品对于人生的启发。我觉得当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中的主角啊，都会作茧自缚，然后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然后不断的去寻找自己人生的利益，然后寻找自我，然后当我在看书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寻找自我，体会书中人物的感觉。然后让我自己也跟着书中人物的蜕变成长。当我在看完书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是变成一只成蝶破茧而出羽化的感觉，真的就像是一场魔术一样哦。然后其中的虚虚实实，然后我实在也搞不太清楚。那我们现在就请小远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他魔术的技巧。谢谢同学讲那么精彩啊！我刚刚来到嘉义的时候是飞机差点搭不上，跑到那个柜台，他说剩下最后一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就在坐在那个飞机的那个驾驶后面。空中小姐隔壁下一个位置你要不要坐？你要面对所有的那个乘客。我说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也要面对很多人，所以我先试试看坐在很多人前面什么滋味。所以我来的时候差一点没搭上飞机，不过上帝保佑，我终于来了。我搭最后一个位置，面对所有的顾客，假装眼睛闭起来没看到大家，飞到这边来了。然后今天这个场面真的很特别。我刚才在来这边的路上讲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演讲。然后我最近的一场演讲是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去跟德国一个国际书展的德国现场的国际观众讲一个台湾的文学电影的主题。讲完之后，我就把台湾的主题带到这边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也非常高兴，选择你们学校，你们学校真的蛮特别的。你看刚刚的开场就知道，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开场这么慎重的。有点把我吓到了。我也知道你们非常热情，因为前面有一次本来是 SARS 没有来成的，我就收到一些同学的来信，然后卡片，我看了非常感动，想说下一次如果再办的时候，就算再忙也要来。所以果然等到今天，其实我是非常忙的。当然我想说又不能不来，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各位失望的表情，所以我就来了。那我想来这边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共同的经验嘛，那我们就开始好不好？在场有些人要发问，是不是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所以没有关系，各位不要紧张，你们就要开始吧，我们自由发问。那你写过在天天学校，你写过那个编辑社，跟婴儿小，你写过少年妈妈，你们班上都有。我也他早就退休了，我也他已经很老了。就是没有，他教我的时候有多大了？应该是有7、8岁。对，他教我的时候是13、12，他顶多就是20几岁出头。自然科学方面，不是以为他很老，上学之路没有什么特殊的角色。对，我现在教育。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说其实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位同学开场白说。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念生物啦，因为我们生物老师很凶，然后我很崇拜科学家，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念生物。但是老师送了我一个蛹，一个蝴蝶的蛹，他告诉我说这个蛹你摆在家里面观察10天，但是你小心它就飞出一只蝴蝶来。后来我就把那个蛹带回家去，放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不到10天它就破了，然后就飞出一只蝴蝶。那只蝴蝶是南台湾屏东少见的一种叫黄裳凤蝶，黄色的衣裳叫黄裳凤蝶，那个翅膀黑色的，身体黄色的。我看完之后非常感动，觉得生命实在非常奥妙，觉得生命本身非常奥妙，所以我也想了半天，生命很奥妙，应该念什么系呢？就念了生物系。后来发现，我想如果了解
我如果想了解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系，因为生命的本质可以念哲学系，哲学系可以探讨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可是我当时因为念高中嘛，不太清楚这个选择，于是我就念了生物，而且我如愿以偿也考上生物系，而且也非常辛苦念了4年，成绩也不错。最后为了要立志当科学家，就去了一个医学院研究2年，教书，然后出国念书，念分子生物，一直到差不多快要30岁，我恍然大悟，觉得说我如果喜欢生命的话，我应该做许多创作，跟创作有关的事情。后来我就重新开始我的生命，所以其实我的生命改变很大。后来我开始创作，包括拍电影，然后写小说、写童话，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大学时代念生物也没什么不好，一方面增加了蛮多生物的知识以外，科学训练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科学训练对我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比较理性，我比较不会很谦虚。那我觉得有时候你学一样东西，有时候不完全只是知识嘛，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一次的事情对于我对文字的信心。我算是民主啊，我知道第二个问题，你的第一部小说《永之声》啊，在1990年就是中国时报评选为那个40年来影响读者最深的那个书籍嘛。那对于这一部小说，你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和缓慢的过程。我人生中第一部小说叫《永之声》，就是写的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老师送我一个蛹变成蝴蝶的印象我实在太深刻了，所以我第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做《永之声》。那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太会写小说，那我唯一能够掌握就是我念生物系，所以我让那个男主角是念生物系的，然后他的朋友有人念中文系，有人念经济系，因为我妹妹是念中文系的。我姐姐是念经济系的，我所有的知识跟认识都是我身边的人，我就用我姐姐、我妹妹她所念的系，她有的课本跟内容，我去了解，写下我人生中第一部中篇小说。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永之声》里面写了很多实验室，我写了很多生物系的实验室，做实验的诚不诚实啊，或者在大学的爱情啊，或者大学生的处境。那现在看起来。也许里面有蛮多的技巧上的不成熟，可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改它，因为我觉得它蛮能够反映像我那样子，刚刚才进大学，我大概是念大学就开始写作，大一、大二就开始投稿，所以里面保有很多是那个年龄的心情。那我其实写到现在已经写到第80本书了，这80本书你可以回顾最早第1本到现在第80本，我所关心的事情其实差不多，我所比较想关心的，我想写的事情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的追求跟那个他的教育，他学习，然后他的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从第1本写到第80本，我中心的关心都差不多，只是写的故事不太一样，跟题材不太一样。那我们继续练制作像《帝女》啊、《嫁妆牛车》还有《流氓教授》等这些像那个文学啊、人物本土戏剧的那些这些戏剧节目也是，你也曾经制作像那个薰衣草啊，然后杜斯南之吻，这样使用偶像剧的手法，这样来塑造文学生活化的那个戏剧节目，然后是什么样的动机，然后促使你会有这样风格迥异的那个尝试？其实我今天来这边，待会儿的课程里面我会讲到，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因为早期的台湾电影跟文学是脱节的。那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就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另外呢，当我从事电视工作的时候，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引进了很多台湾的小说，比如说《逆女》这个小说，我就改编成一个7集的迷你连续剧，还有《流氓教授》，像各位比较有印象的当然是《流氓教授》，因为它是一个8点档，它也是一个人的自传。你们都不要太紧张哈。那个你一紧张我就跟着很紧张。那个《流氓教授》其实也不是一个小说，它就是改编那个
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嘛。那我就会想说，这个故事如果变成连续剧的话，它可能很有一些情节，也很有一些励志啊，我就把它改编了。换句话说，我本身一直觉得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应该要有自己的艺术，它应该有自己的舞蹈，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音乐，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学，它甚至于应该要有自己的电影，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电视剧。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台湾本身应该要有能力生产自己很好的电视剧，所以包括偶像剧啊，我都认为说偶像剧好像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找自己的故事，自己拍。所以各位大概有一点印象，我在台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叫做《名扬四海》。名扬四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名扬四海就是很典型的是也没有改编日本的漫画，也没有改编什么，就是在台湾本地找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北部去求学奋斗的故事。那后来拍了大概1、2年，后来我都离开我的工作了，之后才上映。那像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我比较喜欢的。那后来还有一些偶像剧都是台湾自己本地自己创造的。我一直在觉得说一个环境啊，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台湾社会，我们台湾的这种环境，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己从我们环境里面找故事，找能力来完成。就像我刚刚来的时候说，我去德国做演讲，是因为德国人知道台湾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拍了很好的电影，跟文学改编，希望我去讲给他们听。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大概10-20年以前一直进行了差不多10年的工作。我是很乐意去把我们自己拍的那个电影、文学介绍到欧洲去。那换句话说，既然欧洲人都知道我们的东西，我当然会今天会特别来这边，希望带给这边的孩子，国中生也好，小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知道一点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大概是这个心情。文学的这种理想真的实现了吗？那对于未来的生活还有什么目标和期许？经过了一个电影跟电视的改编以后，台湾有很多文学作品被很多人知道。比如说各位公共电视有个镊子，对不对？镊子是一个作家白先勇，大概都比我大个10几岁了，是我们这一代比较崇拜的作家，比我大概10-20岁的一个作家叫白先勇。那他的作品在台湾，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人都看，那到了我们下一代很多人不知道他的作品，所以经过电视一播以后，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白先勇这个作家，他有作品叫《镊子》，所以电视跟电影实际上有帮助我们去让文学作品让别人知道而已。那未来我最大的梦想是因为我看到美国有迪士尼他们的动画，然后美国的迪士尼其实是台湾加工的，就美国很多那个来台湾很多人看的这种迪士尼的动画哈，各位从小到大都看过很多这种动画，其实有一大半是台湾的加工，加工完之后再还给他们在全世界演出。那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说台湾有能力自己做台湾自己的想出来的故事，自己的 idea， 自己拍动画，然后这个大概是我所有实现的梦想里面还没有实现的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实现了很多梦想，那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很大的梦想，其实蛮难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动画能够全世界发行。那现在青少年十分缺乏阅读文字的动力，那你对于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资讯太发达以后，我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些影像，对不对？然后打开电脑打一打字，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就像你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去电脑上打一打“小野”2个字就出来很多东西，就可以问我了。然后，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我们就越来越没有时间去消化一些。跟看一本书，很完整的看完一篇小说，或者读一本书，越来越没有时间，都依赖那个工具。什么叫工具？就是说我只要打开来按一按就出来了。它那个好处是非常快，坏处是你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你的知识，对不对？比如说你面对一个作家，你可以问他很多问题，可是你可能完全没看到他一本书的时候，你怎么样问都问不到那个核心啊！我不是说你不想要，我只是举例子说，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书啊。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些问题来。如果你去没看完他书的话，你去电脑上一按“小野”2个字，打出来一大堆小野，也有日本人了啊，很多日本小野，然后你可以找到很多问题。可是那个东西可能距离他已经好20-30年以上了，他你会觉得很遥远，懂吗？就是所以刚才讲看书，其实看书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我认为最能够了解
这个世界，很安静的让自己进入一个世界去看一本书，然后你的心情会安静下来，你心情会安静下来，不会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非常快速的往前进的，然后心里慌慌的，好像读了很多东西，好像每天都在看电脑，每天看电视，好像知道很多，又好像知道不多。那看书是唯一让你能够让自己觉得说，我很实在的看完一本书有收获。那心中是否有一套书单可以推荐给我们高中生的朋友？那让我们大约介绍一下里面内容啊，它会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问的我不会答，因为台湾每一年每个月都出几百本书，我很难讲哪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我有个建议啊，就是说青少年阅读应该是很广泛比较好，不要太局限于说像我那个年代。我会被鼓励说只看传记啊，看名人传记，看成功的传记。到了这个年代，我会鼓励同学什么都看，尽量多看不同成长的东西。比如说，你爱看侦探的，你爱看武侠的，你爱看漫画，你爱看一些爱情小说，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阅读本身是一个进入文字世界的一个门。当你开始喜欢阅读以后，你就很自然的，也许你读一读这个，读一读这个，读一读那个。啊，然后慢慢就会喜欢其中一样。我讲个笑话哦，比如说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什么都读啊，他有人跟我讲说他想看金庸的小说，他说他要买一套，他那个念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钱跟我给他的钱去买了一套金庸。那很多父母亲很怕小孩看金庸，可是我儿子很小就看金庸，看完很熟。然后我儿子也是跟大家一样玩电动玩具，然后你会觉得他花很多时间在电动玩具上面。他念的大学是念社会系，有一天他毕业了，他去应征工作，他看到有一个份工作是，一熟读金庸小说者，2很会打电动玩具者。他一看2个都符合，跑去应征了。他发现这种人很少，第一个是把金庸小说全部看完的，第二个电动玩具打得很快的。那这2个人可能各一个都可能。同时在同一个人身上很少，结果我儿子就去应征了，就是他终于找到一个他在他小时候自己纯粹是兴趣，不知不觉忽然发现有一份工作他可以做。我不是说这个好坏了，我只跟各位聊天说，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个书单，说我只能读什么书。我倒觉得你们可以试着按照个人的兴趣读各种不同的东西都没有关系。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待会还有什么？要不要开放现场？有没有人要发问？有没有开放的同学？有没有同学要发问的啊？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因为我们时间还有一些，对不对？原来我们到几点？好，那我就来。好，现在你刚刚说你想做动画啊，关于动画的题材，你觉得哪一方面是你最想做的？这个同学问到那个动画哈，我站起来讲一下好了。我最近看到有人那个想改编那个Jimmy的那个改编Jimmy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好几本绘本对不对？像有部电影叫《向左走，向右走》，它就是从Jimmy的那个里面改编的。那其实你是我们今天早上，朱老师和头骨变成一个每个人动物上，要是您觉得今天早上是动作上的，请你们这一份掌声，谢谢大家。此刻我在这个地方我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好笑，突然忘了我是谁，因为我变了。因为我看了这几部片的时候，真的也是深深的受到感动。我刚刚坐在后面的位置，旁边有几个同学似乎也深深受到感动。好像很想大家手牵手有一种彼此的情谊，互相交流。文学文学真美激励人们的那种心灵的激动，有那种因爱
在各教室点名就在教室各教室我们要发放便当请你不要迟到那么现在呢，如果你要签名的同学请从这边来请问有一些问题吗？在场的同学有没有人要向老师提出问题的？举手可以吗？没有吗？那我先问好了。老师，那你刚才提到说，我们要维护自己的赤子之心，然后不可以紧张是会感动到。老师也一定有遇到过，就是情况会让自己的是非感动到。那老师是怎么维护自己的是非感，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保有这个纯真的赤子之心？然后我们说不要怕，因为你在保有这个，比如说你对正义的坚持，你对是非的，你对对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你是一个有好的想法，你在做对的事。他说你有一个好的想法，在做对的事，那你觉得有一个好的想法是透过你的理智跟感情的这条线通过之后，因为你这是好的想法，但是你的做法也没有错的时候，那有很多人的心里有人，而且很糟糕的是说，在任何地方其实台湾学校生活中学当你在做这样的事情对的时候，而反对的声音会比那种沉默跟同意的声音要大。任何地方都一样，不管你今天是大人，你做老师的也好，你做什么也好，往往那种反对的声音是极少数，但是声音很大。你会误以为说你本就在反对你们，这家你要把握好，我有好的想法做对的事，我无所谓，我更好说我跟他沟通好，我经做了充分的解释之后，我觉得我是好的想法做这个事，我就做。那这里说到底，就是我们前面讲那个，你不要一下子跟讲一下你就脸红了，然后你就开始受不了了，你就退缩了你太要脸了我们当然是有羞耻，我们是有尊严的，但在这个时候有义务对别不要
加一个光，加一个引号的，这样记住了吗？想问老师说，你是在干嘛？你有没有一种更圆滑的态度，然后让更多人去接受？我想这个就是智慧就智慧。可是我们一件事情，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其实世间很多事情都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解决一种事情，它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解决一种这个事情。那一个聪明的人，基本上一个聪明的人，他可以很快的找到有机快捷又便利的方法。但是那个方法是聪明方法，跟不是智慧的方法，那可能会伤到对方，或者是伤到对方的尊严，伤到对方的习惯，伤到对方的很多很奇怪的东西。他个人的某些造诣，不小心就碰到了。那有智慧就是还要考虑到对方他可以接受的程度，那两者去找一个中间点，或者是找一个重叠点，然后做下去。这个花很多功夫，也很耐心。我很缺少这个，老实讲，非常缺少这个耐心，然后慢慢去跟他解释。而且对方是我很看不起的，我说他真正笨，而且不是普通的笨。已经讲了好多次，他都还是不理解这样子，我就会想要很快就想要把它放弃掉。但是你不会伤到他，会有，我也不会伤到他。他会在某一天很难过来给你，会。但是这你要很帅，你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去跟你这样子啰啰嗦嗦的，不要在这个阶段我要完成，我值得这样做一个相应的牺牲。所以要加一点智慧，这个需要有耐心，而且是综合两方的立场、两方的观点，我方跟对方。我觉得这个老师刚才也说，老师我想这个
你喜欢一个人，你当然要说问题，他的优点。那我觉得说很多的优点都不太熟悉，但是你可以说到这个人的才艺上的优点，那你就会把教你看到。然后朋友们交往需要耐心，需要耐心，还有一个观点啊，你千万不要去找一个跟完全一样的人，要作为你终身的伴侣。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也是自私的，也伤害种族的。所以最后的情侣之间的摩擦，都是因为他不能满足你的期望，不能满足你的期望。你想想，我们可以满足对方，完全满足对方的期望吗？我都很难。我们在追求想对方的优点，那对方的缺点要让我们不能忍受。就不是你终身的伴侣，也不会有心灵的伴侣，也不会有是你交心的朋友。要是他的缺点不能让你有你无法忍受他的优点少远少于他的缺点。这些缺点很奇怪，这些缺点也不一定是有些另外一种人看这些缺点，比如说他很省掉我也是这样子，他突然让钱掉完全不能忍受，你就很纳闷，因为要你3天2天的事情，他很早他从17岁我就知道他喜欢钓鱼了，他就喜欢钓鱼，他前面钓鱼，钓到其实我觉得蛮好，他半夜就会去钓，然后早上回来，你这礼拜天起个礼拜六，他晚上去钓鱼，第二天早上钓鱼，他晚上要睡觉，没有睡觉，所以遇到我的事情，你不觉得是？还有一个他不能忍受他先生缺点是什么？他先生每次都养了很多狗，非常喜欢的狗，然后他把狗就养死了，然后后来就把那小狗卖掉，卖掉之后连龙狗也卖掉，连猫狗也卖掉。那为什么不能忍受？就是说，就是我卖它，你知道我卖，所以他这个问题是不能受到的解释。那你为什么把我卖掉？就是把我卖掉不掉，这就是恐惧，这跟先生完全不能。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人气的相处，非常的优点，他的缺点，不能琢磨。所以你最早喜欢这个人的时候，你多留意他，多看他，就看他，就看他。你看那是每次跑到前面去看他，那我就笑死了。你看有点技巧，就是有什么事情去请教他，去问他，你眼神必须跟他交换。那个人每次看到你说眼睛很恍惚、很闪烁，这不是很胆怯，没有自信，就是这个人跟你完全不来电，完全没有频率，那你就不要有什么希望，要不然你就不理他。他还有多欣赏他的优点，他的优点，而且不是五官，不是身材上而已，而是还有些内涵上，就从小，这样好吗？很好啊。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带他来。老师你好，我想要请教你说，就是在人生嘛，就是有时候会遇到挫折啊，你都怎么抒发你就是你挫折的心情啊？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排解？有时候可以再小一点，比如说遇到别人抛弃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比如说那样子的，我要去迎接一个挫折，当然人生挫折非常非常不一样嘛，所以都是你问题的后面很大那叫大灾问。那大灾问就会被用人家就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回答，就是你克服嘛，你就克服嘛，那就明白。所以呢，我每次也是想用小一点，小一点，再小一点，对。小一点，那我徐志远也蛮方便的。你这眼睛就跟谁放电你都忘记了。就是阿爸就是那个在你那个像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然后要是你课业上遇到不想你不能排解的话，你会怎么办？
像不是太糟糕，当然没有像洪一勇那么好。就是洪一勇在学校的时候，洪一勇大家听过吗？洪一勇在学校听说功课不错，对。那好像功课没有他那么好。那我能够，就是那个人，他不管很重要这个事情，这个事情。那我一心其实就是来自像高中高中，我大学也是但我做了这个想法，同学们都要深入跟我，那对一个人才会出发，会比较准确的明白。然后跟老师之间的沟通还好，我不在怕，那我也不在怕同学，我只是不在怕同班，因为我爸同班不怕我的同学，这个我的事情，而且我也不怕那个。高中之前就比我高，我会怕。我就跟他们就学，可我觉得他是人才，他有比较好的实际上的话，我就主动就跟他们接触。他们的危机是那个用英语词，这个叫第16题的，我会这句话无声，我就是阅读器，阅读器。我上面的这样子几万个机，我都会用得到。那会写过。还是那个时候就给我很大的信心。那挫折当然也有，在认识的过程里面，也有会经历这种同一个，因为不会，因为他觉得说我这个1年级我要高级班上这样子，跟他对人家认识，就是说他很嚣张啊这一个，但是也会有这样子很奇怪的声音，或者说跟1级的，说我高2跟高1的来在那边谈话什么。就是说，你们是在干什么？你们老板进来我们这里干什么？那我们在这边相处久了之后，他们都还会了解，会觉得很有趣。还有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掌握自己才能，你去认识自己的才能之后，好好去发挥，那你的挫折的感觉会降低，会降低。就说你有学过钢琴，那你就。我只是想要说来去解题，或者是了解，或者是说给我妈妈非常快乐，妈妈非常快乐，拉吉他快乐，你自己也让自己快乐，学的吉他快乐，那你的母亲岳母也让你自己快乐，很重要。只认识学校的书而已，外面的书，课外的书而已，不让自己快乐。像前几天那个台大。生物科技还是什么啊？有一个不是学生吗？大1的吗？为什么从13楼就跳下来的那样？而且电子跳赶快走上去，跳2个，那种意志和其坚定，很无法的坚定。但是你想想看，他们肯定是好的。说一路上我到台大生物科技，那一定是从小就是一定是第1名或者前3名，在一路上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想到他生命中的价值观，他觉得他有分区影响他爸妈的分区，他的功课好也没有办法让女朋友跟他熟，他的功课好也不能得到同学真正的敬重，常态没有。因为他有些学习也不是为了一个人学，他没有从这里得到快乐和满足，他尽量去找这个东西，给自己快乐，给自己不是很高，给自己那个在快乐学习的时候，你学习习力也好，就算他画在这张他不画的好的时候，你会让自己发光，那个时候你就会有回转，那个挫折相对相比。这跟快乐相比，当每次心越高，快乐越高，你错的感觉越低，你越散度越低，它是相对的。就这样快乐起来，有点口中作乐的有点这个人只有比较好，那就是真好，就是画画真好，就是给自己的才艺真，我自己也真好，真好自己。别人在打电脑的时候，没有人。第二个时候，自己就帮你自己写课好，你那个帮你自己写课好，有人怎么写课好，不就是很快的事吗？对，那增加一点这个就好。好，谢谢啊。
师。然后我们都很有理，我就要用简短来我们时间表现。因为我爸爸讲现在那准备题目跟我们讲一下，你现在这个场合做，或者是接下来的书籍呀，这些内容。你现在提什么不要想，像那种需要思想，像刚刚讲说思想的心态，或者是说或者应该可以让他们如何变好一点啊？你还是说是从第一个去造成第二造成多这个怎么样啊？他们本来想造死，现在被造死了，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开始比较。你看这个中国也是有制度的，企业才能够找工作就不能那个，有事没事想办法我知道搞一下，就看见哪里女的，然后但是哎呦，他奶奶这边他用紧张，他谁看得到？我就说你照我说那个老妈嘛，你俩在单身嘛，而且我得到这个就是人家在转一个方向就是照，就说你要照之后在不停的进行，现在好像也比较适合一种，所以我在写一本单句号，另外单句号是。就不想讲，这个是不说了爱怎么办？那还有一个讲那个神功在我们的历史，应该有事，但是呢，好像是这个正确的东西，究竟是正确的，目前跟政治潮流很不像好的一篇教学法，我有一次就是老太太，7、80岁，这里是慰安妇。慰安妇你知道吗？这个什么叶公队在台湾的时候，那些都是17、18、有些年轻人要坐那个飞机，飞上去，那飞机就是没有回来的，然后今天早上就看到好好很近，会看到大片日本之间的飞过去，连线坐飞机塞到那个烟囱里面去里面，他们就不回来，结果这个老太太从接待过一位。他说他非常想念他，非常怀念他。他说他现在都还他那辈子都不是真相了。他就蛮感动的，就说哇，这感情好深啊。但是我想讲这个有些自己。他说你说他可以啊，每个人都是以师长有这个地位就知道所以要，他说以他这个会是应该接待过很多并且都是你知道一听他这些人听的都是最好的，而且脑筋要很开心，脑筋要很好，然后长相都是最要求，然后你知道他旁边之前都会插一知道会跑出来这样子，就是那样比较这个弄死了，然后一继续就会有时间要，因为他现在有很多，他是有会有身体。但是如果是想要这个文化方面，就要怀疑这些年轻人，对他们非常珍惜。他说才有3天3夜，他说我见过最漂亮的人，这辈子我再也没有妈妈更好、更漂亮、更温柔，而且说这一个生活方面的队员啊，第一次有我。他说他们第一次，什么都没有，第一次见到，他们觉得他对不起，他何德何能，真不是，所以他非常怀念经纪人70亿，我就60亿，你就先烧了，就他后面再嫁，然后他就养女，然后所以他说，那时候跟你说的多，然后我就到那个基宝，这还有一个这样多。什么各位的基宝，就是这种飞机的话，就是写一般，就开那个，它是那个菜，上面种菜，飞机宝就当年那一个什么队员要离开的时候，他才能3分3就出来，他就不能将就到上去，他就死了，不死。这个人在旁边不知道这个路，是不是也是个很美的事情？
所以在对生的爱恋里面，能够去施舍，去抵制，所以往往这个是不是对我们的时候，所以那个网站跟我讲的时候，哇，好像看到他19岁、20岁的年纪，你看年少不知道你走各个我跟你讲，这网站曾经是跟我很多嘛，他想去为他做，他讲的就是这气，就是这气，但是他心中有一块很柔软的田地在那边，那个田地什么？对跟一个什么都对的，这小朋友什么好看？喜欢看吗？喜欢看鼓掌。老师讲一个公司的功力啊，我说我现在可以做一个小朋友手号，这几个老师跑跟我们家手号签一下。有什么说才来签到啊？有时候可以来签。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所有同学拜。
等一下我们下午的时间是，各位我们来做个表决啊，因为这个东西完之后，后面就开始要讲更后期的一些非常实事，一些比较实际、非常还有我这样做的一些这个完之后就讲新电影的后期。各位我们来表决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就看到这个预算，现在下午我来跟大家讲解东西，然后大家来报。还是说把后面这个部分看完，这个会大家剩下来表决。因为这边就是我认为讲课的大家同学跟你状态比较重要。我表决一下，你不要不好意思啊。你觉得蛮好看的，把它看完再来讲一些其他东西啊。就这样子把它看完的，你觉得这样好，放下。你看到这里觉得差不多了，应该有点时间让我来讲，然后你比较想听我多讲一点，这样觉得差不多了，满足了吧？满足之后还大家也觉得不好看的，算了，举手，没有关系。OK， 放下。好像前面的多一点点哦，前面的多一点点，那我们觉得等一下第二节是下午这堂课，把它看掉。不过也利用这个。能够控制到你心中的某一个角落或者两个角落，那如果后面说，那你对我们怎么样去改变？怎么样做的时候是我们思考一个人的稍微东西，也是我们戏吗？那刚才这个电影，每部电影都充满文学性。所以你会觉得怎么暗暗的、闷闷的，好像是有好像有震撼的。那我跟各位解释，其中有一样东西，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举一个刚刚才结束的画面哦，杨德昌导演刚才拍一个恐怖分子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他拍一个人要进来，用手把他挡住哈，要进来他赶法不是把他挡住，很怕他要开枪打他，因为那个已经疯了。要开枪打他那个人是恐怖分子里面的主角，叫李立群。他已经疯了，所以那个趴进来那个人叫做丁世杰，这两个都是舞台演员。那他有一个镜头，注意啊，他一直打到他手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枪声，你在那一刻会不会吓一跳？因为他的声音发生的时候，你根本猜不到他会有声音。他是故意用他这样挡住他的时候，你会有个心里有个期待。这时候他声音突然响的时候，你一定被他吓到。第二声响。你注意，他已经倒到地上的时候，他镜头里面那个人是趴在地上，画面是空的。这个时候被他开枪打到这个人的头，从画面里面一点一点出来。你注意看这个镜头，就是导演的语言。但是他要知道第二次一直把你吓一跳的时候，但是他应该慢慢一点一点往前。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代表。其实那个空白很恐怖的，除了语文之外。我们去如何的融入到文化里面？他想的时候有没有拍到一个人？我们如何把他没有拍到一个人话说的更口到？他没有，他完全拍一个空的画面，一个人突然声响，这个响的时候，这个枪声去融入跟画面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开枪的时候，更重要的枪，就像电话铃声，铃铃拿起来，拿起电话来，我看到电话听到铃声。我们应该怎么跳脱？我们应该怎么改变我们的想法？这叫做音画分离，声音跟画面是分开。纸笔测验，这个地方就是有文学。真的，通常文学不是英文的，写一些东西描述一些现象。当我把这个想象东西做出来，就会达到一个效果。某种刚才你们看了会比较很特别的一项产物，因为他用了一个技巧，就是我给你看到，他真的抹煞了学语文的乐趣。杨德昌最拿手就是这个，所以杨德昌导演很喜欢用这个。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扭转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在观念上做一个厘清。我们今天学英文的目的到底是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大家去更了解英文它的乐趣在哪里。造成一种想，也希望大家都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啊，就是我这样讲，英文绝对是一种能力，它绝对不是一个学科。我们希望他必须找到一个角度。今天的英文学下来，电影，我们将来能够走进这个世界，不需要飞过，不需要看电视，要非常好好的冷静，
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扩展光明的一天。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来到学校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学习。我们是以最热烈的掌声来表示我们4个人欢迎当兵，4个人是他当兵上没事干，很无聊，所以他每部电影主题都很无聊。很无聊，就是我们发现4个人之后，为什么都不写？先坐在这里，电影在讲什么？讲很无聊。但是我们拍出来的票房没有非常好，因为拍得很无聊。这是我刚刚从日本拿到，在东京找到的片子，是黑泽明导演。黑泽明各位听过吗？我给你们听过。黑色的黑，3点水，沼泽呀，也里面黑泽明的作品。他是一个日本人，但他是一个日本来的人，他是一个亚洲的导演，他是个世界的导演，他已经不属于一个台湾人，他属于全人类所有，因为他是一个文化产，他是一个文化产跟他结合。在我底下，你的意思吗？还有在边缘，按照前面。那这个片子是有日本发明的日本画风。那我在找到的时候是有中文字幕的，那也有英文字幕、西班牙字幕，有俄文字幕，有很多字幕。那我们希望能够学到中国的字幕，可以看的。那么希望用日文来发音，所以你在读语法，你读的是有点难吧，有点难吧。第一个播出待会要播出的是这种语法和梦。我们今天准备看3个梦，第一个梦是桃子园，那讲说5月5号那一天是日本的女儿节，女孩子的节日。那女儿节在上面还有放了一个飘绿的鱼袋子，所以一起还有那个很多我们鸭点，就是那个娃娃，是我做的那个娃娃。在那天女孩子都可以享受女孩子的服务，那弟弟就要赶快送他节日，那所有的姐姐们就这样大大的坐在那边，但是那一个弟弟就发现说，这个来的这些姐姐的朋友们总共加起来就是5位嘛，他是按照有6位，他就会觉得说，你看六盘那个马起来。看你们干嘛？我们一个人就说就好了。这有6个，那不会数就是5个，哎，就是6个，发烧了，其实很凶的，已经打他了，然后他就给我们看，因为女孩子在那边，我还有一个灵魂，因为你的灵魂在那里，他就说在那边，所以姐姐一回我一看，不见了，他就赶快跟去，原来他是什么桃树精。日本人把那个桃树全部都砍掉，你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意思是这样，因为当我们没有中文字幕的时候，你大概你可以了解这个意思，这还不是讲到文化，有一种最象征那个桃花是象征的这些女人，这些女孩子。女孩子要是自我不尊重，或者没有那种可惜的话，乱砍乱伐的话，那么这些是女孩将来不是日本人的妈妈，都是日本的国民，怎么办？他有这样的希望怎么办？他们家里都是人家的妈妈，不说不行，自我尊重的时候，那怎么办？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片子在30年前就拍好了。得到战争影响了12上的大奖，囊括了所有大奖。台湾都不知道，因为台湾那时候为人看影片，为录生活，为了怎样，为情绪性的那种有做法。OK， 那这个片子得到12上大奖。你可以看到那个服装、镜头，所有东西都是作品。我们可以看这些得奖作品。我们看第2个梦，桃子园，从第2个梦开始看。第2个梦可以吗 ？OK， 好，请那个两排都关掉就好了，两排关掉就好了。
一个梦想，一个小孩子在打雷雨的时候想要出去，他母亲就交代他说：“你不要出去。”这个时候后面这里，那就是不要娶亲的日子。不是娶亲不会让人看见，你要是看见，你就遭到横迫。这个小孩子才8岁，你不说他反而不会想去看，你越叫他不要看，他越想去看。就走进森林，我就看到了母女娶亲。他回到家之后，这妈妈就拿一把刀子就给他说：“你要自杀，因为不会叫他来过，所以你偷看他们娶亲。”你就快讲，他说你要去，前面还有一个活动只有说你带这个包子去找我也请求他们的谅解。我住在哪里？他说我住在彩虹的家。这个男孩子就不断的走，开始走，彩虹就后退，他不断的走，不断的走。只要你尽到力量。So remember, be the best you. Don't try to be anybody else. 记得做最好的你，而不是做别人。And then be the best you. Just try your best. You don't have to be perfect. 你不见得要十全十美，可是要做你最好的你。And if you remember those 2 things, well, I think then that you will be a really good person. 如果你能知道刚才的2项的话，让我们欢迎小野老师。一定要做，一次都要做 No.1， 但是尽力做。是的，接触到先生的时候呢，我是在《永之声》这本书里面，当时我就非常非常强烈的感觉到。老师对于人物性格的描摹呢，有一个独到的功力，就连没有个性的性格都能描写得非常，都能描写得非常精湛。当我发现呢，书中人物和自己有雷同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样瞬间的共鸣不是我现在用3言2语可以形容得出来。所以下面有一首歌要跟你一起分享，是我们自己。对老师，一看老师就非常的紧张。这个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提醒，就是怎么样。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老师的作品对于人生的启发。我觉得当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中的主角啊，都会做茧，然后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然后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以人生的利益，然后寻找自我，然后当我在看书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寻找自我，体会书中人物的感觉，然后让我自己也跟着书中人物的蜕变成长。当我在看完书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是变成一只成蝶破茧而出羽化的感觉，真的就像是一场魔术一样哦。然后其中的虚虚实实，然后我实在也搞不太清楚。那我们现在就请小远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他魔术的技巧。我刚来到嘉义的时候，是飞机差点搭不上，跑到那个柜台，他说剩下最后一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就是坐在那个飞机的那个驾驶后面，空中小姐隔壁最后一个位置你要不要坐？你要面对所有的那个乘客。我说没有关
关系，等一下我也要面对很多人，所以我先试试看坐在前面什么滋味。所以我来的时候差一点没搭上飞机，都是上帝保佑，我终于来了，我搭最后一个位置，面对所有的顾客，感到眼睛闭起来可以看到大家，飞到这边来了。然后今天这个场面真的很特别，我刚才在来这边路上讲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演讲，然后我最近的一场演讲是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去跟德国一个国际出场的德国现场的国际观众讲一个台湾的主题曲电影的，讲完之后我就把台湾的主题带到这边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也非常高兴，和你们分享，你们学校真的蛮特别的，像刚刚那个开场就说到，从来没看过这种开场这么慎重的，有点把我吓到了。我也知道你们非常热情，因为前面有一次本来是 SARS 没有来成的，没有收到一些同学的来信，然后看了非常感动，想说下一次如果再办的时候，就算再忙也要来。所以果然等到今天，其实我是非常忙的。那我想说又不能不来，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各位失望的表情，所以我就来了。那然后呢，来这边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共同的经验吧。那我们一开始好不好？在场有人要发问，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所以没有关系，各位不要紧张，你们就要开始吧，我们自由发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说，其实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位同学开场白说，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念生物啊，因为我们生物老师很凶，然后我不敢这些讲，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念生物，但是老师送了我一个蛹，一个蝴蝶的蛹，他告诉我说这个蛹你摆在家里面观察10天，但是你小心它会一般就飞出一只蝴蝶来。后来我就把那个蛹带回家去，放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不到10天它就破了，然后就飞出一只蝴蝶。那只蝴蝶是南台湾屏东少见的一种叫黄裳凤蝶，黄色的衣裳叫黄裳凤蝶，翅膀黑色的，身体黄色。我看完之后非常感动，觉得生命实在非常奥妙，觉得生命本身非常奥妙。想了半天生命很奥妙，应该念什么系呢？念了生物系。后来发现，我想如果了解我如果想了解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系，因为生命的本质可以念哲学系，哲学系可以探讨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可是我当时因为念高中嘛，不太清楚这个选择，于是我就念了生物，而且我如愿以偿也考上生物系，而且也非常辛苦念了4年，成绩也不错。最后为了要历史当科学家，就去了一个医学院研究2年教书，然后出国念10年分子生物，一直到差不多快30岁，我恍然大悟，觉得说我如果喜欢生命的话，我应该做许多创作，跟创作有关的事情。后来我就重新开始我的生命，所以其实我的生命改变很大。后来我开始创作，包括拍电影，然后写小说、写童话，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大学时代念生物也没什么不好，一方面增加了蛮多生物的知识以外，科学训练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科学训练对我面对很多事情都比较理性，我比较不会情绪。那我觉得有时候你学一样东西，有时候不完全只是知识嘛，对，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好，所以就在我们在唱的同时，就请同学开始帮我们填写一下回应卡，再交给班长。We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the teacher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for inviting us here today. 我们很感谢后面所有的老师还有联络这个生命在1990年的施工。We hope that we can be your friend for life. We hope that absolutely you can still be your friend, that you'll contact us, send an email, or come visit our website. 其实写作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我人生中第一部小说叫《蛹之声》，就是写的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老师送我一个蛹，变成蝴蝶的印象我实在太深刻了。
就是我念生物系，所以我那个男主角是念生物系的。然后他的朋友有的念中文系，有的念经济系，因为我妹妹是念中文系，我姐姐是念经济系。我所有的知识跟认识都是我身边的人，我就用我姐姐、我妹妹她所念的系，她有的课本跟内容，我去了解，写下我人生中第一部中编小说。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永生》里面写了很多实验室，我写了很多生物系的实验室，做实验的诚不诚实啊，或者在大学的爱情啊，或者大学生的处境。那现在看起来，也许里面有蛮多的技巧上的不成熟，可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改它，因为我觉得它蛮能够反映像我那样子，刚刚才进大学，我大概是念大学就开始写作，大一、大二就开始投稿。所以里面保有很多是那个年龄的心情。那我其实写到现在已经写到第80本书了。这80本书你可以回顾最早第一本到现在第80本，我所关心的事情其实差不多。我所比较想关心的，我想写的事情，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的追求跟那个他的教育、他学习，然后他的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从第一本写到第80本，我中心的关心都差不多，只是写的故事不太一样，跟题材不太一样。生活化的那个戏剧节目，然后是什么样的动机，然后促使你会有这样风格迥异的那个尝试？其实我今天来这边，待会的课程里面我会讲到，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因为早期的台湾电影跟文学是脱节的。那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就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另外呢，当我从事电视工作的时候，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引进了很多台湾的小说，比如说《逆女》这个小说，我就改编成一个7集的迷你连续剧。还有《流氓教授》，让各位比较有印象的当然是《流氓教授》，因为他是一个8点档，他也是一个人的自传。我不要太喜欢，不要太紧张啊。那个一紧张我就变得很紧张了。那个《流氓教授》其实也不是一个小说，它就是改编那个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嘛。那我就会想说，这个故事如果变成连续剧的话，它可能很有一些情节，也很有一些励志啊，我就把它改编了。换句话说，我本身一直觉得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应该要有自己的艺术，它应该有自己的舞蹈，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音乐，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学，它甚至于应该要有自己的电影，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电视剧。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台湾本身应该要有能力生产自己很好的电视剧，所以包括偶像剧啊，我都认为说偶像剧好像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找自己的故事，自己拍。所以各位大概有一点印象，我在台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叫做《名扬四海》。名扬四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名扬四海就是很典型的是，也没有改编日本的漫画，也没有改编什么，就是在台湾本地找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北部去求学、奋斗的故事。那后来拍了大概1、2年，后来我都离开我的工作了，之后才上映。那像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我比较喜欢的。那后来还有一些偶像剧都是台湾自己本地自己创造的。我一直在觉得说，一个环境啊，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台湾社会，我们台湾的这种环境，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己从我们环境里面找故事，找能力来完成。就像我刚刚来的时候说，我为什么去德国做演讲，是因为德国人知道台湾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拍了很好的电影，从文学改编，他希望我去讲给他们听。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大概10-20年以前一直进行了差不多10年的工作。我是很乐意去把我们自己拍的那个电影、文学介绍到欧洲去。那换句话说，既然欧洲人都知道我们的东西，我当然会今天会特别来这边，希望带给这边的孩子，国中生也好，小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知道一点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大概是这个心情。电影跟戏剧来带动文学的这种理想真的实现了吗？那对于未来的生活还有什么目标会期许之类的？
电影跟电视的改编以后，台湾有很多文学作品被很多人知道。比如说各位公共电视有个镊子，对不对？镊子是一个作家白先勇，大概都比我大个10几岁了，是我们这一代比较崇拜的作家，比我大概10-20岁的一个作家叫白先勇。那他的作品在台湾，其实在我们的年代每个人都看，那到了我们下一代很多人不知道他的作品，所以经过电视一播以后，很多人又知道有个白先勇这个作家，他有作品叫《镊子》，所以电视跟电影实际上有帮助我们去看文学作品，让别人知道而已。那未来我最大的梦想是因为我看到美国有迪士尼有他们的动画，然后美国的迪士尼其实是台湾加工的，就美国很多这个来台湾很多人看这种迪士尼的动画哈，各位我想从小到大都看过很多这种动画，其实有一大半是台湾在加工，加工完之后再还给他们在全世界演出。那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说台湾有能力自己做台湾自己的想出来的故事，自己的 idea， 自己拍动画，然后这个大概是我所有实现的梦想里面还没有实现的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实现了很多梦想，那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很大的梦想，其实蛮难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动画能够全世界发行。那现在青少年十分缺乏阅读文字的动力，那你对于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资讯太发达以后，我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些影像，对不对？然后打开电脑打一打字，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就像你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去电脑上打一打"小野"2个字就出来很多东西，你就可以问我了。然后，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我们就越来越没有时间去消化一些，去看一本书。很完整的看完一篇小说或者读一本书，越来越没有时间，都依赖那个工具。什么叫工具？就是说我只要打开来按一按就出来了。那个好处是非常快，坏处是你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你的知识，对不对？比如说你面对一个作家，你可以问他很多问题，可是你可能完全没看过他一本书的时候，你怎么样问都问不到那个核心啊！我不是说你们两个，我只是举例是说。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书啊。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了。如果你去没看完他书的话，你电脑上一按"小野"2个字，打出来一大堆小野，也有日本人的哈，很多日本小野，那你可以找到很多问题。可是那个东西可能距离他已经好20-30年以上了，你会觉得很遥远，懂吗？就是所以你刚才讲看书，其实看书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能够了解这个世界，很安静的让自己进入一个世界去看一本书，然后你的心情会安静下来，不会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非常快速的往前进的，然后心里慌慌的，好像读了很多东西，好像每天都在看电脑，每天看电视，好像知道很多，又好像知道不多。那看书是唯一让你能够让自己觉得说我很实在的看完一本书有收获。那你心中是否有一套书可以推荐给我们高中生朋友？那然后大概介绍一下里面内容啊，它为什么值得我们兴趣？这个问题问的我不会答，因为台湾每一年每个月都出几百本书，我很难讲哪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我有个建议就是说青少年阅读应该是很广泛比较好，不要太局限于说像我那个年代。我会被鼓励说只看传记啊，看名人传记，看成功的传记。到了这个年代，我会鼓励同学什么都看，尽量多看不同成长的东西。比如说，你爱看侦探的，你爱看武侠的，你爱看漫画，你爱看一些爱情小说，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阅读本身是一个进入文字世界的一个门。当你开始喜欢阅读以后，你就很自然的，也许你读一读这个。读一读那个，然后慢慢就会喜欢其中一样。我讲个笑话比如说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什么都读啊，他有人跟我讲说他想看金庸的小说，他说他要买一套，他那个念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钱跟我给他的钱去买了一套金庸。那很多父母亲很怕小孩看金庸，可是我儿子很小就看金庸，看完很熟。然后我儿子也是跟大家一样玩电动玩具，然后你会觉得他花很多时间在电动玩具上面。那他念的大学是念社会系，有一天他毕业了，他去应征工作，他看到有一个分工作室，一熟读金庸小说者，二很会
打电动玩具者，他一看两个都符合，跑去应征了。他发现这种人很少，第一个是把金庸小说全部看完的，第二个电动玩具打得很快的。那这两个人可能各一个都可能同时在同一边上很少，结果我儿子就去应征了，就他终于找到那个他在他小时候自己纯粹是兴趣，不知不觉忽然发现有一份工作他可以做。我不说这个好坏了，我只跟各位聊天说，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个书单，说我只能读什么书。我倒觉得你们可以试着按照个人的兴趣读各种不同的东西都没有关系。我们待会还有什么？要不要开放现场？有没有人要发问？有没有开放的同学？有没有同学发问的啊？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因为我们时间还有一些，对不对？原来我们是到几点？好，那我就来。好，现在你刚刚说你想做动画啊，关于动画的题材，你觉得哪一方面是你最想做的？这个同学问到那个动画哈，我站起来讲一下好了。我最近看到有人那个想改编那个吉米的那个改编吉米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好几本绘本，对不对？像有部电影叫《向左走，向右走》，它就是从吉米的那个里面改编的。那其实改编动画题材啊，在台湾有很多题材。你从比较古老的传说里面去找题材，去从中国的神话小说里面有很多题材。其实动画是因为怎么样做，而不是题材。比如说，像迪士尼最后做到最后花木兰，他都可以做啊。他把中国古典的花木兰就可以做成一个动画，然后日本人可以把中国的《三国演义》做成电玩这样。就说题材本身其实很多，主要还是能力。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有趣？比如3D 动画的技术、绘画能力，所以台湾如果要做动画，其实条件很好。因为台湾除了早期的上游的话，上游这个想故事跟导演以外，从开始画图到加工到完成，全部都有。在台湾有多种公司，最大的一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公司，在台北的一个台北县的一个叫红广公司，它里面有几千个员工。那我曾经带领他们做过一个西班牙的卡通，我带领过他们一群人在做自己编剧，所以我蛮希望在我可见的未来，大概5年、10年之内，看到台湾可以生产自己的动画、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导演、自己的编剧，自己做，我觉得不会太难。这个同学问的蛮好，各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难得来这边跟大家碰面，你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你可以问很难的，也可以问很简单的，然后不要不好意思，谢谢。老师，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对于你对人物的描摹就是非常非常的生动，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好像自己就进入到书里面去，然后变成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这种功力啊，除了多观察、多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对于人物哈，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心理医生的话，那个我的病人走进来的时候，我通常看他什么呢？我看他习惯，就他会摸鼻子啊，就看见从他动作开始看，比如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注意你摸哪里啊，或者说你手不知道该放哪里啊，就类似这样，这是一种观察开始，对不对？然后人从习惯开始观察这个人，他的习惯，然后慢慢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后，一步一步越知道越多，他家庭背景，他生活在哪里，然后你就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清楚。像我们从事编剧工作哈，要做一个工作，要做一件功课，就是在编剧以前，对你每个角色哈，都要重新写一遍。比如说某某人几岁，小学读哪一个小学，国中读哪一所，比如新国高中，新国高中位于哪里？这个高中有什么特色，会影响这个人的什么想法？就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物是要这么仔细的，从他的成长到读书，
到现在遇到过什么事情，写一遍，好像写报告一样。写出来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写出来之后，你在写作的时候啊，他怎么讲话，你就差不多知道。他讲话的口气啊，比如说你讲话口气，你喜欢用的口头禅，你是用哪一种语言，然后你个性是很害怕的，还是很爱讲话的，还是胆子很小的，都随着我们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就知道了。这时候再往下写小说或者写剧本都很有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很多人说，他们说怎么样开始写小说，怎么样开始写剧本？我说，那你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要写的所有人列报告，花一个时间去做研究跟调查，然后写下来，然后都放在自己身边。写作写不出来的时候，再回头翻这个人到底什么学校毕业的，有没有什么故事？哦，他是新国高中毕业，我给他设计加个同学好了。同学当然也是新国高中的话，加个同学，就是说你会从你人物的分析里面不断的找到材料。不断找到灵感。你要是没有这个人物分析，你凭空乱想一下，这个故事讲不出来，没有灵感，还不如乖乖的回到最原始的，把这些人物调查好，做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不断的往下写故事。然后每一个看到水的时候，每一个孩子还有没有同学要问问？看到水的时候，不仅很热，阳光很烈，9月阳光很热。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我的书？哪一本？或者对这个东西有点好奇或者不太懂的，都可以问，没有关系。你可以问得很轻松也没有关系，我不会笑你。你问得很轻松，我也不会笑你幼稚。你问得很难，我就回答的你想知道的东西。不要不好意思，你们要练习自己发问嘛。你看同学脸皮都很厚，很快就讲话了，比我想象中好一点。我本来想说南部的孩子都比较害羞啊，都不敢问问题。结果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问的蛮好的。好，我一讲完就有一个女生了，很棒。好。就是啊，我要先说抱歉，因为我没有看过小野老师的书啊，然后就是对你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不太了解吧。不过我们还在听你说啊，就是你刚刚有说到说，就是你写小说啊，或者一些故事之类的，都在探讨那种生命的意义啊。然后我想问你说，你从第一本到80几本书中啊，你所探讨出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基本上还有讲，不是生啊！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书上告诉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这个。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了。如果这样的话，我的生命意义达到，因为我有2个孩子，所以我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而且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我必须告诉你说，大概是没有答案的。就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生下来那一刻开始追求的。有些人生命意义非常伟大，因为我最近读了一本书，是韩国企业家，他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女孩子，全家人都唾弃她，就后来一场战争，战火爆炸了，他15岁就被遗弃了。那他后来看到一个炸弹丢下来之后，他身边的几个最好的朋友都被打死了。那时候他5岁，他那一刻他告诉别人说，他突然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创造一件事业帮助别人的，否则的话活得没有意思。因为一瞬间看到很多朋友都被炸弹炸死，那这是他的生命意义。那每一个人会因为他的环境不同，经验不同，也是说人本身活着本身就是他的意义，应该这样讲。人你活着，你想想看，这个生命本身多么奇妙。在你之前，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祖父、祖母、你妈妈那一辈的系统，只要有一个人死掉，就没有你，对不对？我们往前推到远古时代。中间要不能断掉，才会有你这个生命诞生。所以一个生命诞生之后，你要告诉自己说，它是很奇妙的。就像我们蝴蝶从蛹变成蝴蝶，我觉得哇，生命好奇妙，怎么有生命这个东西？当你觉得生命很奇妙的时候，你就要赋予生命很丰富的意义，而不要单一的意义。说啊，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如果没有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了，那多可怜呢？万一我追求不到我的目标，我不是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人其实活着就是它本身的意义。至于你要追求什么，随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跟学习、跟经验不同，给自己下定义。我之所以一直在写作，其实我也不断的在书里面在写一些人在追求他自己的东西，我不断的在探讨这个东西。他不会有一个途径答案，因为如果有一定答案的话，可能我们都不需要上课。不需要花那么多力气去研究、去写作、拍电影，做各种艺术创作，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力气去追求
生命中最奥妙的。所以我当然是没有答案，如果有答案，我可能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我也不会想再写作，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嘛。好，还有同学，我们定一个时间看到几点钟好不好？我们下一堂课是刚才讲几点？6:50，没关系，时间这个机会很宝贵，给大家继续问，那就35分，好吧？好，深圳尤其应该是非常非常美丽的。是啊，同学，我会鼓励你们尽量要表达自己，因为小小他居然在第2节叫你写作文，很开放，非常 easy， 你跟他在一起就是《山寨西游记》。所以你不要去害怕说你的问题，因为你们才17岁，当然你问的问题一定是会比较刺激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害怕，任何问题都 welcome。难得碰到这么好、这么亲切的一个老师在这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把握。那刚刚有几位有话表的，我觉得特别要鼓励他们，把自我表达应该是自我表达就是人生的一个学习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懂得表达自我的情感、自我的想法。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你很幼稚，因为我们都是学习的啊，一边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请问嘉伟老师你喜欢旅行吗？那因为我是觉得说旅行其实跟阅读应该是相通的，旅行也是阅读的一种，阅读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旅行啊。那我本人是也蛮喜欢旅行，我想请问嘉伟老师如何结合旅行跟阅读，让生命更丰富更精彩？谢谢。这位老师问得很好，因为我才刚刚旅行回来，我刚才讲过我新竹国。那其实蛮好玩的，只是今天时间不太够。是说我以前旅行的时候，假使我是带着我的2个小孩去旅行的话，他们最讨厌跟我去旅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次要去旅行前，我在出发前都要上一课说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哪里，然后我就拿出地球仪说我们来讲一遍这个我们要去的地方的历史地理。他们俩就看着我说，哎，算了，跟你去玩不好玩。啊，我们自己随便玩就好，干嘛跟你去？去了你一到巴黎，一到哪里又要看这个博物馆，要参观那个各种那个古迹啊什么，这个这有什么好看的嘛？有什么东西肚子饿了，东西好吃就吃嘛，有河流就看，没东西就再到处玩一玩，没关系。所以我小时候我2个小孩很怕跟我去旅行，可是又没办法，因为太小，只好我带嘛。等他们比较大一点之后，就开始比较敢自己出去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鼓励他们自己去玩。那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在出发前一定要拿出地图来哈，把我要去的地方全部研究一遍，因为我们小时候旅行蛮难的，不像现在，以前出国都很难的，所以我的记忆中，我们同一代的人每次一去到一个地方啊，拿起地图来，用跑步的哦，到每个地方拍张照片也好。比如说，知道这个有5个古迹啊，用跑步的，快要关门了，在夕阳落山前，每个地方拿去拍一张照片，10秒钟，拍完照片到此一游，赶快跑步就到下一个点去。从这样开始玩，到后来渐渐的觉得说这样玩也没什么意思。那我后来就越来越领悟到说，其实旅行啊，甚至于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在东西南北在哪里，你只要飞机票一买啊，去了再说。我这次旅行就是这样，因为我答应了一场演讲，因为时间很忙，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我去的那个城市到底在那个国家哪里，我就搞不清楚。我去一个叫法兰克福的地方，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南边，后来我才知道在南边。那我一上飞机前一直在忙别的事情，忙到要准备演讲稿、准备纪录片，全部 OK 以后上飞机的时候，法兰克福在哪里啊？飞机会带我到就是了。到的时候什么都没看到，看到一个旅馆跟一个这个火车站，就住进去了。开始我旅行，然后等我演讲完毕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地图也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看。我接下去看到什么就算什么这样。我终于玩了一次，是从头到尾没有拿到任何资料，也没有买一本这个旅游手册的一次旅行，然后自己带一张台子，走到哪里做记录，走到哪里做记录，把东西还没搞清楚，然后到火车站去看，研究一下，1小时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火车来了赶快跳上去，坐错位置也没关系，等一下赶一赶再换个位置，这样子玩回来到有一天玩了差不多7、8天要回台湾的时候，我才伸手去买了一本。本来应该在出发前买的书，比如说法兰克福导游或者海德堡导游，就是我要回台湾的时候才想有点可惜，我来这边已经玩那么久，都没有买一本这边的那个导览，所以等于是离开前才买了一本人家应该到时候应该买的书，回到台湾来，我好像带在包包里面，我包包还来不及整理，还放在包包里。我包包里还放了一本法兰克福的导览，我还没开始看，因为我才已经玩回来了。所以我刚才回答老师的问题就是说，
尤其你们这个年龄啊，我给你们很珍贵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做了一些研究，当然是不错，但是比研究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自己用自己的脑袋、身体、眼睛看到什么是什么，把它记录下来，那永远是最珍贵的。尤其是你做错，比如说走错路，你永远不会忘记你走错路，像我就走错了。走着走着，忽然走到一条河流上面，这在哪里完全不知道，心里有点害怕，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可是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不会丢掉，因为反正那个地方再大也走路走得到。但是你曾经走错的，曾经因为完全不知道而做记录的东西，永远是会是你生命中最记得的事情。你根据资料去找完之后，你可能看到拍张照片之后，你回来都忘记说那同学叫什么名字。真的会忘记。那我就是去玩的时候，我就很小心的玩，自己玩到哪里就把那个树叶落在地上的树叶把它捡起来，放在那个笔记本里面做个记号，说这是在哪里的树叶。然后如果是什么树，我就做笔记。如果不认识它，我就回到台湾以后，家里有很多那种那个资料很容易找啊。家里一本植物，全世界植物的博览会去找哦。ところで、あなたはおいくつですか？おいくつですか？いや、僕もで、運転のやるのがいいんですが、あんた、生きるのは、運転手が乗るから生きるんだ。だから人間の非常に正直生きてるのはいいのかね。でも、運転深刻的感受，这一次我做没有地下任何记录的资料，完了回来，慢慢的回来跟他那个地方讨论啊，反正也不一样，跟别人感觉会看到这个，
是一个悠悠流长的过程。
是暗自说，我在想，你要向孩子们聊我说，暗自说，我要向阿桃已经听到了阿桃鼓、陈永涛所为我们写下这么多好的歌，天味、水路、韩多多，他们精彩的艺术作品。只要说一声，我是我不认识，但是我要说，希望你安之森。我们非常强烈走入而我，认识他，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看着这样的个子，我们知道他是有生的，我们要跟他说，安之森，我们要尊称安之森先生。水草不断地往下流去，却它是有上流的。今天吴老师的客家的文流，这个客家文化的课，也是告诉我们一个文流。艺人总是知道这个文流，即便你不是客家人，但是你总是我们这个种族的人，你可能是汉族的人，你可能汉族之间的宜安人，你汉族之间的湖里人，你汉族之间的。你那时候跟那些年轻导演合作，那个心里这么讲，好像很我想到很危险的事情，但是我开始练了。王老师带我们到身边去，我就开心。但是有一个美丽的谣言，说9月的水江花开得正好，它吹过山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乱写嘛，我怎么办？那就这样讲。当我的鞋子有一条鞋子掉到水里的时候，把你的鞋子给别人丢下来，有2只不干的学生要远行，同学们都很不忍，于是也脱下来鞋子陪我们学习。老师也把鞋丢，但是我们老师在后面旁边，因为老师对不对？他是一个权威啊，但是在旁边附爱美，附眉批，就说你看吹牛、乱写。胡扯，我怎么办？我要是练一段，然后讲一个不一样的，我是练下去好还是不练？我是站着练好还是坐着好？我是出去好还是在里面好？我什么都不好，我怎么可以练？我当然不要，我不要练别人。为什么？我不要特别说。他们按照红仪式给你练，红仪式我们第一个班长，你班长何等人物啊！那个女生可以当班长，都是普通的角色，人长得既漂亮，身体又健康，功课又伶牙俐嘴，诸多的优点都加注在她身上。而且她是我们班上的第一，而且她的爸妈是修那个路基的，这是很重的修路基。她爸妈的那种的特工人，我就很佩服。她爸妈永远都是嘴巴表达的嘴巴。表一台铁，爸妈是表一台铁钉，然后他一定是这样抽个铁钉，然后就很快，然后同时还可以聊天，那个脑子还很清楚。那我们没有音色也具有这样的功能，那好厉害！那功课又好，那数学很，那个红色的所有现场的好像用很喜欢学，用很正常的宣传，就很多观众都被骗进去，以为他在。我一生念可以，他也不会答应，对，随便说好，他一个人都不会答应。那老师就是说，洪医生，你要不要帮谁谁谁今天我们当面？他居然说，说是9月的水江花开的就当山峰吹过山谷，从山谷出来的时候，穿过了桥墩。总是有薄荷兰的清香，他一字一句的念的，好听的不得了哎！这文章也写的那么好，但是透过他念出来就是不一样。我就说在里面听，本来站在外面讲师的，赶快进来听清楚一遍。因为今年到了周末，周末都是最后一个，我永远都是坐在最后一排。挑破，最怕是一个命案。
然后这个部分觉得是加上拍电影，还有这个手机方面，对台湾社会的观察都是好极了，这才是念得太好。想说这个文章是谁写？恐怖分子对我而言，从全部拍完以后呢，我都不知道我知道大概是谁，但是我也不知道拍完应该怎么样，我也不清楚。这么好。我倒没有说被打击到，说没有信心到对自己表演完全失去信心，也没有。然后看完了，最奇怪的是我们所有的同学，我觉得这个同学的那个表情比我想象的，我在好觉得还要拍这么一件。同学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希望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后两脚然后就开始念了，那是一个美丽的谣言。到了差不多1984左右，开始就是一场在上一季，然后有一些是飘的，范围技术，没有越多的这些文化艺术的拍桌子，开始。老师也觉得我们是他说实在，我也觉得不是，所以他是坚决被中央化。那老师也忍不住笑起来，露出那很白的牙齿。那时候我看起来还可以，没有那么可怕。就是那老师本来就牙齿非常非常漂亮到，可怕到很漂亮那种，真实好像假的。那牙齿跟黄老师有拼，黄老师是牙齿最漂亮的啊，我看过的。明天注意看。台湾本土拍的越来越多。明天带上很多个注意看牙齿最漂亮。然后。其实为什么香港的女人要这样的地方？好奇怪的一篇文章，就这样一篇文章，整个班级气氛为之大逆转。所以他们这个问题自己，我们跟那老师忽然就贴了，就贴近了，而且这事实也没有发生，没有发生啊，那完全虚构的，是我想象的。香港女人的地方，全部拉到一个程度。这个不健康的手段。电影会上呢，其实多少现在讲，它的前因对我来讲只有一个，就是在台湾这个地区，画中就画，社会后面是在修那个。我举一个例子，像有关纪录片主要把这块的中国的新台湾的家长对来谈，我想买你的录影带版权，那版权费38万，你不愿意卖？你只要一上片，我就有入发录影带。5年愿意卖的话，我有保障，3年之内不会有人告发，因为这种东西都是非常在公司包括大家的他的录影界上片的时候，那都已经有配合了。合作台在他那个上面就做出广告，在他上面一定要投播。包括中影他们去自己都没有办法自己投播，所以这个东西会让大家觉得他国民干嘛？不是你们录音的搞，他意思是这样子。到了1985，所有的东西越来越有点的东西。那个时候，因为好像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一个为有好派、反派的所有东西都要是将来你没有适当的职业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去当作家。我想是因为天哪，作家就是没有职业的时候去当的吗？就觉得很纳闷，但是知道老师不是那个意思，我看到教育的不好。好，要法院去，这是现在就是打击那篇文章，这个对大学生的影响得到很大的尊重。从此我们在班上的地位扶摇直上，因为我一直来。我在这个班级最好的功课就是第二名，因为我很拼不过那个国民社，我很拼不过他，很奇怪，那个怪胎没有了，对，然后就是永远第一名，他们就没有办法拼死拼活，也没有办法最好的第二名。但是我那边写出来的角度，等于是从加拿大一个8级的全部被我刮一下来看，你们都是出来文章。要写作的拜托，家里会什么文章？有一个人要相告哦，那个诉状也跑来找我，不会写这一种啊，作文也招来写我。那我家有开了一家那个，开了一家面馆，你找我取名字啊？我哪会啊？后来我就把它取五月花。我想五月花就是那种，我想当时画
关于问题，想说英国人比较知道美国人，那他们做的那个船叫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要看那个电影，那个时候是从6.5有感。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因为他们家里就觉得很骚扰，这样子，你是不是说，你要喜欢，不要对环境也没有啊，很好。他说客人来都不说楼上还有没有？然后我想的是他的意思，我也一直都很纳闷，我一直都很纳闷，说谁知道说，就在5月花园另外一边的意思，突然间都会这样问。好，那我讲完以后，过了在30点半有一天，我从那个罗东坐车要到松山，我当时就知道松山。一上火车的时候，居然那个座位旁边就是我们那个马桶石，它都没有变哦，变得稍微老一点，四方脸是跟牙齿是一样。哇，这王老师太认得我，不是变胖变壮，是变。我常常说你年纪都会到，这些你都做。我们西方做这里啊，这么巧，这个交通的那个都在。刚各位看这个能不能你写过在这边？有没有说这个导演？刚才这个这个光头，我想你写过少年导演，你班上都有。这个导演也是一个为什么找不退休？因为他已经很老。最近他拍了一部电影，他说他本来跟一个他的演员叫做李康生，他们联合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伞》，他想拍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伞》，后来两个人各拍各的，大家做了大家传一个2部电影，一个叫《不见》，一个叫《不伞》，这2部电影我现在教育我们写过，好，看完。那到这边为止，我想各位同学大家聊一下啊，因为第一阶段是得到一个稍微长一点。那今天很抱歉，就是因为我看了 DVD 是带到国外的旅游，老师忽然比较字幕不太好，而且我想说他语言是国语啊，台语，他应该他看到这里为止。这正好，因为有一张单很师傅，蔡作同学啊，有什么想法？就是看到这边，其实这个地方刚好这个故事讲到快要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当时这些电影从开始票房非常好，到忽然开始慢慢经过几年，观众慢慢减少，引起争论说这种电影拍成艺术谁要看？就刚才你看有没有讲很激动有没有？这个蔡明亮导演前面有个讲很激动，那个就是当时是属于被列入是属于被批评这个新电影的状况。那他也把我们这个你当初而且就否认到，好，他是不是否认到？但是他完全忘记了，不一定啊。我要下次抓这个讨论的。看到这里为止的时候，刚刚各位看到一些人都是一些影片的导演，然后有一个各位刚开始看有一个老的讲话带点乡音的，那个人是当时那个中央电影公司的总经理，就是他把我们几个年轻人进去开始拍这个电影。那我下午继续跟各位同学开始跟他谈，就是不管这个系列，跟他讨论一些文学跟电影。我想他心中一定会很懊恼，就说等一下我们下午什么人不好教，各位我们来做个表示，因为这个东西完之后，后面就开始要讲更后期的一些悲情城市，一些从小的电影悲情，还有这样过了一生的一个导演的案例，这个完之后就讲新电影的后期。各位，我们来表决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就看到这边为止，算了，剩下的下午就开始大家，我来跟大家讲点东西，然后大家来发问，还是说把后面那个部分看完，后面部分大概剩下。那这一件事情奠定了我对文字，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认为我们讲课本身还是用大家，我算是很土哦，同学这个状态比较重要。初中2年级，我表决一下，你不要不好意思啊，我觉得蛮好看的，把它看完我再来讲。一些其他东西啊，觉得这样把它看完的，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的，举手。好，换下。你看到这里觉得差不多了，应该留点时间让我来讲，然后你比较想听我多讲一点，觉得差不多很满足了啊。满足之后想大家也觉得算了，举手，没有关系。OK， 放下，好像前面的多一点点。上面的多一点，那我们觉得等一下第二节是下午的课程，再把它看掉。如果利用这个时间，
各位刚刚看到这个，我知道吗？几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这样看起来可以进去书柜，有没有对于我刚才讲说电影中的那个文学性有再多重一点？就是我刚才不是问说，叫做电影中的文学性嘛？他刚才那个电影，一部电影有一张卡片，所以你会觉得是暗的，跟真的好像是有那种震撼的。那我跟各位解说其中有一样东西，各位有注意到？我举个刚刚才结束的画面。杨德昌导演刚才拍一个恐怖分子，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就到了那个藏书柜的门口，要进来用手把它挡住哈。怎么那么多啊？他进来，他赶往门把它挡住。好多书味道好奇怪，开枪打他，因为那个已经封了。泥的味道，像开枪打他那个墨香的味道，有纸张的味道，封了。所以柜子那个插进来那个叫金饰铁，就觉得很这两个都还有。那他有一个镜头，注意哦，他一直打他手头，突然听到一声枪声，你在那一刻会吓一跳，因为他的声音就。声音发生的时候，你都猜不到它会有声音。他是故意用他的感觉当中，那个有个心里有个期待。这时候声音突然响，你就不要吓到。第二声响，你注意他已经倒到地上的时候，他镜头里面那个人是趴在地上，画面是空的。这时候被他开枪打到这个人的头，从画面里面一点一点出来。你注意他这个镜头，就是导演的语言。他要知道第二次把你吓一跳的时候，他就让那个人慢慢一点一点往前卡的时候，画面中留下很多空白。好可怕！这个空白很写，为什么猜不到感情？里面写些什么呢？就是说声音突然又响。他响的时候有没有拍到一个人拿枪打他？没有。他没有拍到一个这样反击拿来扣下去，他没有，他完全拍一个空的画面，一个人往前插。突然声音响，这个响的时候，这个枪声跟画面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开枪的时候应该拍到一支枪，就像电话铃声，叮铃拿起电话来，我看到电话就要铃声。新导演在拍东西的时候，他尽量让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这叫做音画分开。声音跟画面是分开的，这个地方就是有文学的空间。通常文学是写一些东西描述一些想象的东西。当我把这个想象的东西做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达到一个效果。所以刚才你是看了会给他吓一跳，因为他用了一个技巧，就是我给你看到画面，什么声音我觉得发生。杨德昌最难写，对杨德昌导演很喜欢。我要在什么时候才看得完？不然就是一个空镜头，一棵树。没有想到我的战马要突突突，所以因为我们想是打雷还是什么，下一个看到一个人拿着棒球，我们那地方很地震就不是，他会把棒球打墙壁的声音先到里面一棵树底下，不会以为然后就在书柜里面啊，或者说要发生一个很恐怖的事情，什么也没发生。那个书柜大概有4排，1排、2排、3排、4排，那个4排书柜就开始很巧妙的组合，造成一种想象的空间，然后就是。不然就是侯孝贤所说的，当他要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一个角度，这角度呢，电影说明是非常客观的、有距离的看一个事情，好像天空那个老鹰飞过，往下看这个世界，他非常客观的冷静。就他到拍那个有一部电影叫《风归来的人》，都会看到几个人在跳舞，在一个女孩里面那个跳舞，然后在里面互相冲突啊，然后他们追来追去就是什么事？他是讲的4个人他就当兵了，跑，4个男生到当兵实在没事干，很无聊，然后整部电影主题都无聊，很无聊，就跑过来4个人招摇，那个窗户有1米5，他就这样子花了过去，一脚就跨过去，60岁哦，跨过去，我看我不夸他却呈现了当时年轻人无路没有事做，要去当兵的多半的，就在那个海岛上面追来追去，这时候他的镜头就是用远远的镜头，就是用比较远的镜头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人都小小的，可是海洋宏大，画面很大，这也是文学。这也是文学，所以刚才各位看完这个时候，会发现他其实用电影在说文学的方法。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那个下一节课我们把这个上。请你们请先就座，先就座。
今晚就请回座。哪一个同学是助教生还没有跟陈文吉老师登记的？有没有？手上那张，请同学配合注意事项，务必前后要看清楚。 等一下回教室用完餐之后，12点20分这边就位完毕啊，12点18分，更正18分就位完毕。已经签完名的同学可以开始写你的学习单啊，你可以跟同学先心情分享一下啊。那么看看学习单怎么写啊。那么3张，总共3篇，有3张，你今天就写第1张啊，第1张啊。总共有3种学习单，好，今天只有发1张，是不是？好，那就是先写今天这1张啊。你可以跟别人讨论看怎么写，但是不能用抄的啊。这个将会有评审啊。那么如果发觉你是用抄的啊，那就给你退稿啊，甚至给你警告处分啊。学习单是明天早上啊报到的时候，明天早上报到的时候啊交回来。每个同学都要交啊，如果你没有交，这个会让你啊没有办法完成报到手续，你会增加很多的困扰。你还没有拿到学习单的举手，有没有拿到绿皮书的举手？好，等一下给你们啊。还没有拿到学习单跟绿皮书的同学，请你等一下。11点50分，我宣布可以回教室的时候，上前面右前方大门就会拿。你需要你的孩子吗？今天早上，我听老师和导演陪着你们跟我
每个人都能上。要是你们觉得今天早上是工作上这个非常的掌声，谢谢大家。此刻我站在这个地方啊，我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好笑，突然忘了我是谁，因为我变了。因为我看了这几部片的时候，真的也是深深的受到感动啊。我刚刚坐在后面的位置，旁边有几个同学啊，似乎他们也深深的受到感动这个过程，而且还想他们手牵手啊，有一种彼此的情谊，互相交流，文学文学真美啊，激励人们的那种心灵的激动，有那种拍卖的思潮跟灵泉啊，此刻都被我们李老师轰动起来了，请大家再一阵的掌声。谁欢迎？现在还有时间老师的作品对于12点，不要太晚了啊！好，12点就12点啊，12点在各教室点名啊，就在教室各教室啊，我们要发放便当啊，请你不要迟到啊。那么现在如果你要签名的同学啊，请从这边来啊。现在可以请问有一些问题吗？在场的同学有没有人要向老师提出问题的？举手，对吗？没有吗？那我先问好了。老师，那你刚才提到说，我们要维护自己的赤子之心，然后不可以让师给感动到。老师也一定遇到过，就是情况会让自己的师给感动到。那老师是怎么维护自
自己的是非感，然后其他是在他也保有这个纯真的实质之心。然后我们说不要我不怕，因为你在保有这个，比如说你对正义的一个坚持，你对是非的，你对对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你是一个有好的想法，你在做对的事。他说你有要有好的想法，在做对的事。那你觉得你的好的想法是透过你的理智跟感情的这条线通过之后，觉得你这是好的想法，而且你的做法也没有错的时候，那有很多人的心里有人，而且很糟糕的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不只是台湾学校，是国中学哦，当你在做这样的事情做的时候，而反对的声音会比那种沉默跟同意的声音要大。任何地方都一样，不管你今天是个大人，你做老师的也好，你做什么也好，往往那个反对的声音是极少数，但是声音很大。你们都以为说哪一个就在反对你吗？这家不要好不好？我有好的想法做对的事，我无所谓，我无所谓。我更好是我跟他沟通好，我已经做过充分的解释之后，我觉得我是好的想法做对的事，我就做，就做。那这里说到底，就我们前面讲那个，你不要像我已经讲一下，你就脸红了，然后你就开始受不了了，你就退缩了，你太要脸了，我们当然是有羞耻，我们是有尊严的。那在这个时候，有利于内容要加点光，加点引号的，这样记住了吗？智慧就智慧。可是我们一件事情，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其实世间很多事情都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解决一种事情，它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解决一种这个事情。那一个聪明的人，基本上一个聪明的人，他可以很快的找到一个尽快解决对立的方法。但是那个方法是聪明方法，对方是智慧的方法，那可能会伤到对方，会伤到对方的尊严，伤到对方的习惯，伤到对方的很多很奇怪的东西。那个人的某些造的不小心就碰到了。那有智慧就是还要考虑到对方他可以接受的程度，两者去找一个中间点，或者是找一个中间点。下去，现在是花很多功夫，也很耐心。我也缺少这个，老实讲，非常缺少这个耐心，然后慢慢去跟他解释。而且对方是我很看不起的，我说这身上不笨，而且不是普通的笨。我先讲了好多次，他终于是不理解这样子，我就想要很快就想把他放弃掉。但是你会伤到他，会有很多人会伤他。他后面在某一天很难的结果，会有他。你要很帅，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去跟你这样子啰啰嗦嗦的，我要在这个阶段我要完成，我值得这样做一个相应的事情。所以要加点智慧，这个需要有耐心，而且是综合两方的立场、两方的观点、两方的对方。我觉得这个老师他可以，我想算起
相距所留下来的回忆依然都存在，那我小时候在写的时候，我不太建议那么直接的回答答案。那比如说有时候现在应该问，现在好一点，写的那个考试的题目都是回答案，但现在就会很多样，因为你梦是嘛，你都在重复，非常非常幼稚，可以很难注意的幽默的一个答案的方向。那我也是希望呢，大家尽量都用有趣，自己去分享，非常有意义。像当我在演讲，其实演讲基本上都在做归纳，不是有意义。那我想归纳的就是大家一起来。那我不太讲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六、第六、第七到重点，然后重点是第3条跟第5条这样子。我不太容易大家就是诉说一些故事，大家分享。那么小说很重要的是故事情节，不在情节之间变化，你可以推想最后结局可能是怎么样，可能是怎么样。因为我演讲最重要的还是要为你看本书。67本书、68本书，看6本，不多了，不多了。对，现在的最基本的5本书嘛。
是一个相处，他是一个他的学习，所以最早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就是你多留意他，多看一看他，就看他，就看他。你看那不是每次跑到前面去看他，那个就吓死了。你看有点技巧，就是有什么事情去请教他，去问他，你眼神必须跟他交换。一个人每次看到你说眼睛很广，很闪烁，这不是很胆怯，很有自信，就是这个人跟你完全不来电，完全没有能力，那你就不要有希望，要不然你就鼓励他。大家还有多欣赏他的优点，夸奖他的优点，而且不是五官，不是身材上而已，而是还有是内涵上，就从小这样好吗？很好啊。小一点，说遇到别人抛弃我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比如说这样子的，要去面对挫折，当人生挫折非常多样嘛哈。所以要是你问题问得很大，那叫大灾问。那大灾问就会被动的，人家就很简单，对于计划就回答就是你克我嘛，啊你就克我嘛，啊那就没了。所以呢，我每次都是讲，小一点，再小一点，再小一点，对。小一点，徐志远有来他有来，你这眼睛都跟谁放电你都忘记了。就是阿爸就是那个在你那个上学这个年代的时候，然后要是你课业上遇到你想你都不能排解的话，你后来怎么办？从前的工作好像不是太糟糕，当然没有像洪一勇那么好。就是洪一勇在我们学校的时候，洪一勇他听过吗？洪一勇在我们学校的那时候功课不错，那我这功课练得那么好，那我能够就是一点照顾大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事情。那我一星期人家就说是来自像高中、高中，我大学来自我6年，我这种是但我做一些想法，同学们都要深入跟我，那对于从出发会比较准确跟完满等等，然后跟老师之间的沟通还好，我不太好，那我最怕。不只是不在怕同班，因为我怕同班，最怕那同学，所以这个是而且我也不怕那个高年级的同学比我高，我也怕。我觉得他们就是，但我觉得他是人才，他有比较好的实际上的地方，你就主动去跟他们接触，他不会轻视那个右边的场，这个叫56级的我会这句话不是我就是6级。6级，我上面的样子几万多级，我也用得到。那对是有，还是那个时候就给我很大的信心。那挫折当然也有，在认识的过程里面，都有会经历很多的，因为不会，他就会说，我这1年级我要高级班上这样子，因为他被人家认识，就是说他很嚣张啊，这个那也会有这样子很奇怪的事情。然后我就跟1年级的，就我高2的跟高1的在那边谈话什么，他觉得说你们是在干什么？你们高2就要我们这里干什么？那我觉得在跟他们相处久之后，他们都还会有会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掌握自己才能。你去认识自己的才能之后，好好去发挥，那你的挫折感觉会降低，会降低。就说你有学过钢琴，那你就不只是想要做钢
就是建立这个模式，然后以后就是要用非常快的，拉起来，你自己也让自己快乐，学习其他快乐，你的某些内容也让你自己快乐，很重要。只是学校的书而已，外面的书、课外的书、空这个不让自己快乐。像前几天那一个台大生物科技还是什么啊，有一个不是学生吗？大一的吗？为什么13楼就跳下来的那样？而且一直跳，赶快走上学停止，跳起来这非常自觉和期间对学历不好的建立。但是你想看他课肯定是好的，说路上很多谈到说今天的意识从小就是一定是第1名或者前3名在路上，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想到他生命中的价值，他觉得他有回去影响他爸妈或者回去，他的功课好也没有办法让女朋友跟他走，功课好也不能得到同学真正的敬重，那是很大的没有。因为他有些学习也不是为了一个人学，他没有从这里得到快乐跟满足，他尽量的去找这个东西，给自己快乐，给自己不是很安，给自己也在快乐学习的时候，你学习其力不要忘了，就是说快乐让他不快乐的时候，不会让自己发光，认真就会有人家，用挫折相，挫折就相对相比，这个快乐相比，当每次是越高，快乐越高，你错的感觉越低，你越上度越有力，它是相对的，是这样快乐用起来，有点口中做得很好，有点这人只有很好，那就是真好，就是画画的真好。就是给自己的才艺真，我自学也真好，我真是自学。别人在打电脑的时候，别人为什么自己说你帮你自己写课好？你们你自己写课好，有人怎么写课好？今天就是很快的事吗？对，那增加我这个进步。好，谢谢老师。然后我们多班有比，我就要分解法的，我时间有限。继续
2天，他们就这个老太太从接待过一位，他说他非常讲究，好一点的他现在出来了，他安慰这个东西真假的，我就蛮感动，就说哇，这个感情好深啊！他说，我讲这个会谢自己。他说，你说人体啊，每个人都是以师长的这个地位，最知道都要说一遍。他说，以他这个会是真经，应该接待过很多你今年都是你知道，第一张是体格都是最好的，而且脑筋要很开心，脑筋要很好，然后长相都是最要求，然后你知道他旁边之前都会擦一知道这样子，就是那样比较要这个样子呢，然后继续就会时间要，他现在有很多，他是人会的身体，但是你用小孩这个人工动力，就他买的这个年轻人，对他非常有喜。他说才有3天3夜，他说我见过最漂亮的，这辈子我照顾的不好，更漂亮，更温柔，而且说这一个是光头的会员，然后第一次给了我，他说他第一次，是我方面第一次给到你，他不觉得他对不起，他何德何能，几乎不是。所以他对他的年纪来75，我就60，你就是烧的，就他不愿意再嫁，最后他就觉得养女，然后他生跟他说，那时候那时候有多远，然后我就告诉他，鸡宝，这还有一项说什么方面的鸡宝，就是这种飞机到休息的地方，他现在没有菜，上一种菜，飞机宝就当年那一个。什么队员要离开以后，他才能3分3分出来，他就努力的要去拉上去，他就会死了，不是？这个人讨厌不学到这个路，是不是也是很美的事情？所以在对生的爱恋里面，你会去失去理智，所以往往这是不是人对我们的时候，所以那个往太跟我讲的时候，往太看到他19岁、20岁的人物，你要年少不知道你手做的，我就想说，哎呀，曾经是多很光芒的人物，他是这种未来的他讲的就是一支气，就是一支气，但是他是从古代出来的田地这边呢，他在田地什么？对跟一个什么中央队伍的，这小朋友不好看啊！喜欢吗？喜欢看鼓掌。最近看到老师在公司的作业，老师说我在那里做一个小回球嘛，为什么老师把我动一下手嘛？签一下。有什么事可以来签吗？有什么可以来签？今天这个活动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在这里感谢一下张老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所有同学拜拜。
举办那个英文话剧那个活动啊，那我们就让学生自己尝试写那个剧本。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戏剧的，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剧本有这样写嘛，后来自己尝试写之后，真的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您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您是把人物构思之后呢，是把整个大纲就是想好你要写什么，然后再写细节，还是说你就先起个头，然后编细节？那个写剧本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个最根本就是你第一个要问自己说，你这个剧本想说什么？就你这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你在写之前一定要问自己说，我这个剧本想写的是一个寂寞，寂寞也是个主题啊，或者说很拥挤的城市，就你要给自己先想你这个整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说很悲伤，或者表达一个喜剧，很好笑，很好笑也是主题啊，很悲伤也是主题啊，所以你要先想出来这个。想完之后，当然是所有的戏剧都是通过这个人啊发生故事，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有个戏剧都没有人啊，一只牛啊，然后旁白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要设计人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说，你这些人要干什么？就你一步步推嘛。比如说我举例子，你这个戏剧要表达是寂寞，用谁来表达寂寞啊？一个老太太跟一个流浪汉，好，可以 ，OK， 两个角色在哪里遇到？发生什么事情？他是不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那这两个人背景是什么？背景有差别哦，因为这个老太太有可能是她其实还有儿女在国外，她一个人住台湾，这也是一种老太太。一个是她儿女很不幸的都比她早离开了，她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故事又不一样。然后她遇到了流浪汉，那流浪汉大概几岁？他为什么变流浪汉？他是自己不得已当流浪汉呢，还是他其实在南部有个田地，他很贱，他想当流浪汉，是不是也可以？所以当你去想这个人的时候，越想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在对话中讲出来。对话，那比较高明的写法是不要直接说，不要直接说出来说，各位我是流浪汉。我怎么样啊？各位，我是这个老太婆，我是很寂寞的。你绝对不要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就不用编剧了。你一定要通过很多行为，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是很无聊的，或者是很寂寞。你要用行为啊，然后要用方式，就是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去表达那个你想要传达的意涵。这个间接不要那么直接，也是一种技巧，对不对？就像说你要介绍我叫什么名字，我好像不用说。各位，我叫王大毛吧，我不用那么笨的方式说，各位，我叫王大毛，你可能就他走过去有人叫说王大毛，他已经告诉你他叫王大毛，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最简单的方式，就说你这个方式要稍微的。能够认知到你心中的某一个角落或者某一个角落，那这个他们就说，让你对我们怎样做出改变，怎么样参与这个思考，思考，这个稍微我觉得你这个舞台剧是有5幕一幕一幕这样接，有5幕的话，你告诉自己说，第一幕，老太婆流浪汉坐在那边讲话，那第一幕，我想表达的是很寂寞，请注意，寂寞就是情绪。第二幕一翻开，老太婆不在了，只剩流浪汉一个人站在河边，他想自杀，那我想传达给看的人的东西是很悲伤。第二幕情绪是悲伤。第3幕，他突然看到一只小猫走过来。第3幕是希望，小猫走过来了。为什么小猫给他带来希望呢？我们中间带一点悬疑第3幕就是希望加上悬疑，这是你的情绪。我这样讲下来，你大概就知道说，如果你编不下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检讨说，我到底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寂寞，我想说2个人的故事那我用透过谁来表达呢？2个角色。那这2个角色我用什么情绪表达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终于找到了，第1幕是寂寞，第2幕是绝望，第3幕是希望，第4幕是什么什么。当你抓到每一幕的情绪的时候，你的故事就可以往下写。否则你会写下去，我都没灵感呢。不是你没有灵感，是你还没想清楚。你应该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很多人都说没有灵感，其实是因为你一开始没想清楚你要做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要写个故事是你妈妈，我举例子，或者你爸爸，你身边这个人，你妈妈或你爸爸，你这么熟悉的人，你怎么会没有灵感呢？你每天看到他进进出出或者他做什么事情，
甚至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你不管怎么样，他说你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啊，你很容易写他，你从他身边的一些活动、行为、讲话就可以模仿嘛。所以很多人编剧或者写东西的时候，他会想一个他认识的人，就刚才这位同学啊，叫于中彦，对不对？好，于中彦这个同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刚才编一个叫做小林。这个小林的所有样子就是于中彦的样子，你身边很好写，很好写嘛。他平常跟你讲什么都就照他平常骂人的话，他平常怎么样走路都照你。通常编辑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想一个你熟悉的东西，开始写。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要真的写作的话，其实就写自己的故事，写日记。先从这一个简单的方式写起，再开始写小说，写别人。好，就不用担心说你开始会写一个天马行空的伟大的剧作，那你可能会发疯。就不要做那么难的事情，就做个简单的事情。我小时候，我爸爸也跟我讲说，你先学会写日记，写自己身边的人，啊，写每天的事情，你就慢慢会写下一个东西。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好像一般你在编剧了，让大家去要不然你讲很多了。英文它的乐趣在哪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那同学的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那小燕老师，我们现在可以邀请一下帮我们签名吗？那现在要签名的同学可以到前面。我们希望来第班的班长来，我们将来请找一个班长，不需要。那回去先准备考试啊。找一个谁鼓掌跟我来教。找一个谁鼓掌跟我来。第一位。前面吧。来到学校就这样的一个找一个谁鼓掌来？协议的最热烈的掌声。找一个谁鼓掌来？跟我到办公室拿考卷，发给大家10位啊，发给大家做哈。这是我刚刚从日本拿到，在东京找到的片子是黑泽明导演。黑泽明各位听过吗？我给你听过。黑色的黑，泽三点水，沼泽的黑泽明的作品。他是一个日本人，他是日本导演，他是有讲座的导演，他是个世界的导演，他已经不属于日本人。他属于全人类所有，因为他是一个文化产，这是一个文化产。在我底下，你们听什么？还有这边有按照声音。那这个片子是有日文发音的，日本话。那我在找到的时候是有中文字幕的，那也有英文字幕，有西班牙字幕，有俄文字幕，有很多字幕。那我希望你会选到中文的字幕可以看的。那么希望用日文来发音，所以呢，你也把我们的故事有点难搞，有点难搞。我们第一个播出它的待会要播出的是这种花和梦，我们今天准备看3个梦，看3个梦。第一个梦是桃子的，那讲说5月5号那一天是日本的女儿节，女孩子的节日。那女儿节日在上面还有放一个飘绿的鱼袋子没放，所以一起还有那个很多我们家给就是那个娃娃，是有做的娃娃。但那天女孩子都可以享受男孩子的服务，比如说他弟弟就要赶快送孩子去吃，那所有的姐姐们就这样的大大的坐在那边，但是那一个弟弟就发现说，这个来的这些姐姐的朋友总共加起来就是5位嘛，他是看到有6位，他就跟姐姐说，你看六盘那个拿起来，那姐姐就说，那你们干嘛？我们一个人做就好了。他说有6个，那不会数就是5个。就是6个，发烧了，姐姐很凶，姐姐打他的头，然后他就给我们看，那个女孩子在那边，
我要留一个灵魂，因为你的灵魂在那里。他就说在那边，这个姐姐一回头一看，不见了，不见了，他就赶快冤屈，冤屈。原来他是什么桃树精，这人把那个桃树全部都砍掉你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意思是这样，因为他没有中文字幕的时候，你大概努力了解是这个意思了解这个意思。这还不是讲到环保，有一种最象征那个桃花是象征的这些女人，这些女孩子要是自我不尊重，或者没有可惜的话，乱砍乱伐的话，那么这些是女孩将来不是日本人的妈妈，不是日本的国民，怎么办？他们将来希望怎么办？他们将来都是人家的妈妈。都是平时自我尊重的时候，那怎么办？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片子是在30年前就拍好了，得到坎城影展的12项大奖，囊括了所有大奖。我们台湾都不知道，因为台湾那个时候说，不能看这片，不能用事或不能怎样，完全是情绪性的那种有做法。OK， 那这部片子得到12项大奖，你可以看到那个服装。镜头，所有东西都是作品。我们可以看这些都讲作品。我们看第二个梦，桃子园，从第二个梦开始看。第二个梦，可以吗 ？OK， 好，请。前面应该两排灯关掉就好了，两排关掉就好了。第一个梦想，一个小孩子在打雷雨的时候想要出去，他母亲就交代他说：“你不要出去。”这个时候会淋着雨，那就是不要娶亲的日子。不娶亲不会让人看见，你要是看见，你会遭到横祸。这个小孩子才8岁，你不说他反而不会想去看，你越叫他不要看，他越想去看。就走进了森林，果然就看到了狐狸娶亲。他回到家之后，这妈妈就拿一把刀子就给他选择，你要自杀。因为狐狸叫他来过了，所以你偷看他没娶亲。你就突然起来，他说你要是想要一个活命，只有说你带这把刀子去找狐狸，请求他们的谅解。狐狸住在哪里？他说狐狸住在彩郎的家。这个男孩子就不断的走，开始走，彩郎就后退，他不断的走，那很多人就开始纳闷，这是不是对？那说实在，我也觉得不是对，因为它是边缘被中央化。Now, be the best you doesn't mean that you have to be the best. 第三个字是最好。Now, this might sound a little confusing to you. 是不是有点搞不清楚？ It just means that you just give as much as you can. Give your 100%. 不一定要 perfect. 你不一定要 perfect. 你要做自己。做尽力而为 You know, just try your best. Try your hardest. And if that's not perfect, if that's not 100,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 did your best. 如果不是完全十全十美的话，没有关系，只要你尽到力量。So remember, be the best you. Don't try to be anybody else. 记得做最好的你，而不是做别人。And then be the best you. Just try your best. You don't have to be perfect. 你不见得要十全十美，可是要做你最好的你。And if you remember those two things, well, I think then that you will be a really great person. 如果你能记到刚才的两项的话，你。我想买你的录影带版权，那版权费多少？18万。你不愿意卖，你只要一上线，我就直接发录影带。你愿意卖的话，我只是保障版权费。一次都要做 number one， 但是尽力的做最好的你自己。啊，包括到杨拉他的跟昨天的你相比，你比昨天的你更好，就已经是好的。OK， 啊，跟别人比都会挫折，每天担心，但是跟自己比会更加进步。OK， 当我们愿意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给环境、带给周围的人一些很多的帮助，也许很多的提醒，使对环境的关心都会更加的健全起来。所以下面有一首歌要跟你一起分享，是我们自己在这1-2年之内，这个团体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提醒，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 be the best you in Taiwan， 就可以 transform 这个台湾的状况。在黑暗的地方，我们可以点燃一束光芒，照亮这个社会，也可以在冲突的当中，我们带来和平；在竞争的当中带出爱。OK， 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就能够带出一个爱的家园出来，让台湾可爱起来。
慢慢经过观众的引起正面的正面改变，大家也是去今天很机会来到新竹，我们也介绍一下这个教室的我们的 slogan，A friend for life， 一生的朋友。我们不是只有教英文，我们希望成为你们的朋友。是的，那么我们很希望呢，能够跟你成为朋友，继续来跟你保持联络。所以现在我们要送给每一位可爱的同学一份礼物，就是有一个书签，还有一张回应卡，需要同学们帮我们填一下。请问你们有没有带笔来？太好了，现在请班长出列来领这个回应卡跟书签，然后请班长很快的把它发下去。你们的回应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哦，你们可以将你们的建议写在这个回应卡上面。请你们将你们的姓名、地址还有电话回复清楚，然后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络。因为这个东西完之后，后面就开始看后金同学，班长能够很快的帮我们把它发下去，同学用很短1分钟的时间帮我们填写好了以后，再请班长一起收集，拿到前面来交给我们的老师。然后当我们在唱的同时呢，接下来我们会请同学一起唱一首歌《A Friend for Life》，就是我们的主题曲。好，所以就在我们在唱的同时，就请同学开始帮我们填写一下回应卡，再交给班长。We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the teachers in the back, the administration for inviting us here today. 我们很感谢后面所有的老师，还有这个联络这次英语活动的同工。We hope that we can be your friend for life. We hope that after we leave, we can still be your friend, that you'll contact us, send an email, visit our 希 website. 望能够成为你们一生的朋友，请你们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也希望收到你们的来信，或者欢迎你们能够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去留言给我们。As you're filling out your forms, we want to sing one last song for you today. I hope it represents our heart to you. We want to be your friend for life. 最后，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把这首歌献给你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你们一生的朋友，也希望你们也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朋友。谢谢。有没有对于我刚才讲说电影中的这个文学气很多意见？那我刚才讲说，任何电影中的文学气，大家这个是一部电影，那你们要看，就是震撼，对，我们各位是。谢谢。如果说班长收过来，然后你们有跟我们借笔的话，也请你能够传给班长，请班长拿来还给我们。谢谢你们的合作。这叫做音画分离，声音跟画面是分开的，这个问题就是有分开。通常文学是去描述一些感情，当我把这个做出来，今天请班长开始把笔还有笔拿回来。
say hello and talk with you for a moment. Thank you once again on behalf of all the teachers and Melody. Goodbye, everyone. Bye. 谢谢，再次感谢所有承办这一次活动的老师。那么同学，如果你等一下这个课堂结束了以后呢，你有一点点时间的话，老师他们我们业务老师非常乐意在门口那边跟你们握手，跟你们 say hello。那么请你们就现在就将这个回应卡传给班长，班长可以收集到拿到前面来。请你们记得，我们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是什么 ？Be the best you， 做最好的自己。好，我们再一次能够很快的跟你们见面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看到拍的有一个电影，在一个女孩前面一起跳舞，然后在你要脱裤子啊，然后他们追来追去就是什么事？他是讲那4个人快要去当兵了，4个男生快要当兵，其他没事干，很无聊。所以他整部电影主题都是无聊，遇到红灯，很无聊，画这4个人照，像脱裤子，在海边追来追去，你就觉得这在讲什么？讲什么无聊啊？那当律师要拍出来的时候，票房非常好，因为拍的很无聊。可他确实现在当时年轻人从头没有事做，需要去当兵的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海岛上面追来追去，这时候他的镜头就用远远的镜头，就是用比较远的镜头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人就少说，是海洋很大，画面很大，这也是文学，这也是文学，所以刚刚各位看完这个时候会得到一个感觉。掌握了其实用电影在说文学的方法。好，我们今天休息一下，那个下一节课我们没有看。其他人请先就座，先就座。听完了就请回座。有没有哪一个同学是住校生，还没有跟陈文体老师登记的？有没有？
手上那张，请同学配合注意事项，务必前后要看清楚。回教室用完餐之后，12点20分这边就位完毕啊，12点18分，更正18分就位完毕。你已经签完名的同学可以开始写你的学习单啊，你可以跟同学先心情分享一下啊，那么看看学习单怎么写啊。那么3张，总共3篇，有3张，你今天就写第1张啊，总共有3种学习单，好，今天只有发1张，是不是？好，那就是今天写第1张，你可以跟别人讨论该怎么写，但是不能用抄的啊，这个将会有评审啊，那么如果发觉你是用抄的啊，那就给你退稿啊，甚至给你警告处分。学习单是明天早上啊报到的时候，明天早上报到的时候啊交回来。每个同学都要交啊，如果你没有交，那个会让你啊没有办法完成报告程序，会增加很多的困扰。你还没有拿到学习单的举手，你没有拿到绿皮书的举手。好，等一下给你们啊。还没有拿到学习单跟绿皮书的同学，请你等一下。11点50分，我宣布可以回教室的时候，就全班来这边拿。来帮老师按摩一下，然后我帮你拍照。是我们2个啊。跟马克吐一个书，也不会跟毛泽东挂钩啊。那这姓毛的怎么没有事呢？他怎么来教我？我就很生气。但是我们这个老师居然在3天之内哦，可以把我们全班48个同学的名字跟脸谱对起来。啊，可以真的是我自己教过书，真的是很不容易。3天，可是我们更很明确，我们很明确，跟人有对起来。他可以不用这样，叫你开始那就是帮他们什么，就是练习，就是练习，不把练习。让我欢迎小伟老师。这种用心跟诚恳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当然是这刚刚也证明他就是这样，他也是真的是亲自的。老师呢，接触到学生的时候呢，我是在《永之声》这本书里面，当时我就非常非常强烈的感觉到，老师对于人物性格的描摹呢，有一个独到的功力，就连没有个性的性格都能描写得非常
都能描写得非常精湛。当我发现书中人物和自己有雷同的我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样瞬间的共鸣不是我现在用3言2语可以形容的出来。怎么有这种事情？哪里有人说对老师，看老师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老师的作品对于人生的启发。我觉得当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中的主角都会做茧自缚，然后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然后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利益，自己人生的利益，然后寻找自我，然后当我在看书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寻找自我，体会书中人物的感觉，然后让我自己也跟着书中人物的蜕变成长。当我在看完书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是变成一只成蝶破茧而出羽化的感觉，真的就像是一场魔术一样然后其中的虚虚实实，然后我实在也搞不太清楚。那我们现在就请小远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他魔术的技巧。水图上有留下来的时候，穿过了3站河边，总是会留下一滩跟水草。到嘉义的时候是飞机差点搭不上，跑到那个柜台，他说是在最后一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就在坐在那个飞机的那个驾驶后面。空中小姐隔壁最后一个位置你要不要坐？你要面对所有的那个乘客。我说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也要面对很多人，所以我先试试看坐在很多人前面什么滋味。所以我来的时候差一点没搭上飞机，不过上帝保佑，我终于来了。我搭最后一个位置，面对所有的顾客，假装眼睛闭起来没看到大家，飞到这边来了。然后今天这个场面真的很特别。我刚才在来这边的路上讲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演讲。然后我最近的一场演讲是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去跟德国一个国际书展的德国现场的国际观众讲一个台湾的文学跟电影的主题。讲完之后，我就把台湾的主题带到这边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也非常高兴，选择你们学校，你们学校真的蛮特别的。你看刚刚的开场就知道，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开场这么慎重的。有点把我吓到了。我也知道你们非常热情，因为前面有一次本来是 SARS 没有来成的，我就收到一些同学的来信，然后卡片，我看了非常感动，想说下一次如果再办的时候，就算再忙也要来。所以果然等到今天，其实我是非常忙的，但是我想说又不能不来，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各位失望的表情，所以我就来了。那我想。来这边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共同的经验嘛，那我们就开始好不好？在场有些人要发问，是不是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所以没有关系，各位不要紧张，你们就要开始吧，我们自由发问。我们就拼命脱什么？不是。对了，脱鞋子，没有那么快脱衣服，先脱鞋子，所以就脱了。那人脱得好快啊！有人没有啊？以前那个小孩子穿鞋子都穿很大，你说穿到那个1年后都还可以穿那种鞋子，所以你稍微就做个就可以脱了。那有的人，人家说的比较紧，就然后穿的舒服，然后就看别人一下就泡水，你先去追过去，结果碰到那个河水，那河水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说，其实。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位同学开场白说，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念生物了，因为我们生物老师很凶。然后我很崇拜科学家，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念生物。但是老师送了我一个蛹，一个蝴蝶的蛹，他告诉我说这个蛹你摆在家里面观察10天，但是你小心它会很快就飞出一只蝴蝶来。后来我就把那个蛹带回家去，放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不到10天它就破了，然后就飞出一只蝴蝶。那只蝴蝶是南台湾屏东少见的一种叫黄裳凤蝶，黄色的衣裳叫黄裳凤蝶，那个翅膀黑色的，身体黄色的。我看完之后非常感动，觉得生命实在非常奥妙，觉得生命本身非常奥妙，所以我也想了半天，生命很奥妙，应该念什么系呢？就念了生物系。后来发现，我想如果了解我如果想了解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系，因为生命的本质可以念哲学系，哲学系可以探讨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可是我当时因为念高中嘛，不太清楚这个
选择，比如说我今天的生物，而且我如愿以偿也考上生物系，而且也非常辛苦念了4年，成绩也不错。最后为了要立志当科学家，就去了一个医学院研究2年，教书，然后出国念书念本科生物，一直到差不多快要30岁，我恍然大悟，觉得说我如果喜欢生命的话，我应该做许许多多创作跟创作有关的事情。后来我就重新开始我的生命，所以其实我的生命改变很大。后来我开始创作，包括拍电影，然后写小说、写童话。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大学时代念生物也没什么不好。一方面增加蛮多生物的知识以外，科学训练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科学训练对我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比较理性，我比较不会情绪。那我觉得，有时候你学一样东西，有时候不完全只是知识嘛，对，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我要回去，我就说我要回去，那时候才9点。第二个问题，你的第一部小说《永之声》啊，在1990年就是中国时报评选为那个40年来影响读者最深的那个书籍嘛。那对于这一部小说，你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而缓慢的过程。我人生中第一部小说叫《永之声》，就写的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老师送我一个蛹变成蝴蝶的印象我实在太深刻了，所以我第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做《永之声》。那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太会写小说，那我唯一能够掌握就是我念生物系，所以我让那个男主角是念生物系的，然后他的朋友有人念中文系，有人念经济系，因为我妹妹是念中文系的，我姐姐是念经济系的，我所有的知识跟认识都是我身边的人，我就用我姐姐、我妹妹她所念的系，她有的课本跟内容，我去了解，写下我人生中第一部中篇小说。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永之声》里面写了很多实验室，我写了很多生物系的实验室，做实验的成不成事啊，或者在大学的爱情啊，或者大学生的处境。那现在看起来，也许里面有蛮多的技巧上的不成熟，可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改它，因为我觉得它蛮能够反映像我那样子，刚刚才进大学，我大概是念大学开始写作，大一、大二就开始投稿，所以里面保有很多是那个年龄的心情。那我其实写到现在已经写到第80本书了。这80本书你可以回顾最早第1本到现在第80本，我所关心的事情其实差不多。我所比较想关心的，我想写的事情，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的追求跟那个他的教育、他学习，然后他的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从第1本写到第80本，我中心的关心都差不多，只是写的故事不太一样，跟题材不太一样。说像《逆女》啊、《夏庄牛车》，还有刘航教授等这些像那个文学啊、人物本土戏剧的这些戏剧节目也是练习制作像那个薰衣草啊，然后自然之文，让使用偶像剧的手法，这样来塑造文学生活化的那个戏剧节目，然后是什么样的动机，然后促使你会有这样风格迥异的那个尝试？其实我今天来这边，待会儿的课程里面，我会讲到，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因为早期的台湾电影跟文学是脱节的。那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就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另外呢，当我从事电视工作的时候，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引进了很多台湾的小说，比如说《逆女》这个小说，我就改编成一个7集的迷你连续剧，还有《流氓教授》，像各位比较有印象的大概是《流氓教授》，因为它是一个8点档，它也是一个人的自传。不要太，你们都不要太紧张哈。那个你一紧张我就变得很紧张了。那个《流氓教授》其实也不是一个小说，它就是改编那个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嘛。那我就会想说，这个故事如果变成连续剧的话，它可能很有一些情节，也很有一些励志啊，我就把它改编了。换句话说，我本身一直觉得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
他应该要有自己的艺术，他应该有自己的舞蹈，他也应该要有自己的音乐，他也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学，他甚至于应该要有自己的电影，他也应该有自己的电视剧。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台湾本身应该要有能力生产自己很好的电视剧，所以包括偶像剧啊，我都认为说偶像剧好像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找自己的故事。自己拍，所以各位大概有一点印象。我在台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叫做《名扬四海》。名扬四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名扬四海就是很典型的是，也没有改编日本的漫画，也没有改编什么，就是在台湾本地找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北部去求学、奋斗的故事。那后来拍了大概1-2年，后来我都离开我的工作了，之后才上映。那像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我比较喜欢的。那后来还有一些偶像剧都是台湾自己本地自己创造的。我一直在觉得说一个环境啊，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台湾社会，我们台湾的这种环境，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己从我们环境里面找故事，找能力来完成。就像我刚刚来的时候说，我为什么会去德国做演讲，是因为德国人知道台湾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拍了很好的电影，从文学改编，他希望我去讲给他们听。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在20-20年以前一直进行了差不多10年的工作。我是很乐意去把我们自己拍的那个电影、文学接到欧洲去。那换句话说，既然欧洲人都知道我们的东西，我当然会今天会特别来这边，希望带给这边的孩子，国中生也好，小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知道一点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大概是这个心情。电影跟戏剧来带动文学的这种理想，真的实现了吗？那对于未来的市场还有什么比较的期许呢？经过了一个电影跟电视的改编以后，台湾有很多文学作品被很多人知道。比如说各位公共电视有个镊子，对不对？镊子是一个作家白先勇，大概都比我大个10几岁了，是我们这一代比较崇拜的作家，比我大概20-20岁的一个作家叫白先勇。那他的作品在台湾，其实在我们那年代每个人都看，那到了我们下一代很多人就不知道他的作品，所以经过电视一播以后，很多人又知道有一个白先勇这个作家，他有作品叫《镊子》。所以电视跟电影实际上有帮助我们去让文学作品让别人知道而已。那未来我最大的梦想是因为我看到美国有迪士尼有他们的动画，然后美国的迪士尼其实是台湾加工的，就美国很多这个来台湾很多人看这种迪士尼的动画啊，各位我想从小到大都看过很多这种动画，其实有一大半是台湾在加工，加工完之后再还给他们在全世界演出。那我的梦想是希望说台湾有能力ところであなたはおいくつですか？おいくつですか？いや、今日有没有人用我给你一个时间啊？あんた、生きるのはこの選手が何とかにも来るんだ。これから日本語に起動する正直生きてるのはいいのかい？でもそれで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资讯太发达以后，我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直接看到世界之强，对不对？然后打开电脑拿一打之后，我们就收到很多资料。就像你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去电脑上打一打，小写2个字就出来，你都已经内容。然后它有一些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去消耗一些资讯元素，我还是要里面想说，我们是非常有用的，都是这样的。我们在公园里面打开来看一下。
有人那个想改编那个吉米的那个改编吉米的那个的，然后买了那个什么好几本绘本，对不对？像一部电影叫《向左走，向右走》，它就是从吉米的那个里面改编的。那其实改编动画题材啊，在台湾有很多题材。你从比较古老的传说里面去找题材，你从中国的神话小说里面也有很多题材。其实动画是因为怎么样做我们的题材，比如说像迪士尼最后花木兰都可以做啊，他把中国古典的花木兰都可以做成一个动画，然后日本人可以把中国的三国演义做成电动版、电玩的，这个题材可以其实很多，主要还是能力，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些东西有趣，有3D动画的技术、绘画能力，所以台湾如果要做动画，其实条件很好，因为台湾除了早期的上游的话，上游的像公司的表演以外，从开始画图到加工到完成全部都有。那台湾有这种公司，最大的一家，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公司在台北的一个台北县的一个红广公司，那里面有这些的员工。那我曾经带领他们做了一个西班牙的团队，我带领过他们去参赛。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早上看了这8个动作，其中4个梦，你们这些人都值得我们珍惜。真正让你的世界有另一个心情，为我们留下真理。能够看陌生的牺牲中的这种感动，有负思想。家中骗子，让我们看其他人不敢不听的骗子。就这次138的工作人员，让我们伤害。我们决定有责任监督坐在这里，好好看看他们的名字。可以看到水晶的水草如此难过，想想看，不仅导演最后那个骗子骗到了逆流，但现实跟梦幻之间的关系，它告诉我们其实。这所这生之夜，所这生之梦的地方，即便它结束了，有些人记忆，有些就是个女人，也就是因为我们确定了，我们来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旅程的一段，于是我们更加的积极，要在我们的身心里，能够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东西，是正面的。能够让我们自己发光，也让我们自己发热，也让有幸和我们在一起的朋友、老师、同学、亲爱的人，能够产生一个光和热，都变成这么几个积极又正面的，透过死亡的诉说生命的存在。这些人，今天早上。金强老师对我们介绍了作家的火楼，让你是一个温柔的成为的过程。那个女人是那一切写出是成的命运，就是安之森，我们的心，我们向安之森说，安之森，我一来下面，阿桃，你今天听到了阿桃鼓。陈永涛足为我们写下这么多好歌，天问、水木、长波波，他们精神的诗作。你要说一声，有时候很多故事，不是我要说，是我们很自私。我们对于长波怎么可以？认识他，他不在这个世界上，要去看这个片子，我们需要要自我训练。我们要跟他说。安之森，我不要追求安生、先生。水草不断地往下流去，却发现有上游了。今天吴老师有客家的客家文化的课，我就告诉你一点内容。艺人总是知道这个人物，即便你不是客家人。但是，你总是把这个内容，你是汉族的人，你给他汉族之间
之间的语言，与孩子之间的回应，与孩子之间的结果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问的蛮好的。好，我一讲完就有一个女生了，很棒。好。就是啊，我要先说抱歉，因为我没有看过小野老师的书啊，然后就是对你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不太了解吧。不过我刚才在听你说啊，就是你刚刚有说到说，就是你写小说啊，或者一些故事之类的，都在探讨那种生命的意义啊。然后我想问你说，你从第一本到80几本书，你所探讨出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机器的生命。根本上还有讲，这个生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书上告诉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地球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了。如果这样的话，我生命意义达到，因为我有2个孩子嘛，所以我创造宇宙机器的生命。请坐。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我必须告诉你说，大概是没有答案的。就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生下来那一刻开始追求的。有些人生命意义非常伟大。因为我最近读了一本书，讲一个韩国企业家，他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女孩子，全家人都唾弃他，就后来一场战火爆炸了，他只有5岁就被遗弃了。那他后来看到一个炸弹丢下来之后，他身边的几个最好的朋友都被打死了。那那时候他5岁，他那一刻他告诉别人说，他突然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创造一件事业帮助别人的，否则的话活得没有意思。因为一瞬间看到很多朋友都被炸弹炸死，那是他的生命意义。那每一个人会因为他的环境不同、经验不同，给自己不一个。人本身活着本身就是他的意义，应该这样讲。就是人你活着，你想想看这个生命本身多么奇妙。在你之前，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祖父、祖母、你妈妈那一边的系统，只要有一个人死掉，就没有你，对不对？我们往前推到远古时代，中间要不能断掉，才会有你这个生命诞生。所以一个生命诞生之后，你要告诉自己说，它是很奇妙的。就像我看到蝴蝶从蛹变成蝴蝶，我会觉得哇，生命好奇妙，怎么有生命这个东西？当你觉得生命很奇妙的时候，你就要赋予生命有丰富的意义，不要单一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在如果没有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了，那多可怜了。万一我追求不到我的目标，我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人其实活着就是他本身的意义。至于你要追求什么，随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跟学习、跟经验不同，给自己下决定。我之所以一直在写作，其实我也不断的在书里面在写一些在追求他自己的东西，我不断的在探讨这个东西。它不会有一个一定答案，因为如果有一定答案的话，可能我们都不需要上课，不需要花这么多力气去研究、去写作、拍电影，做各种艺术创作，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力气去追求生命中最奥妙的东西。所以我当然是没有答案。如果有答案，我可能觉得人生没什么意思，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我也不会想再写作，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嘛。好，还有没有同学？我们定一个时间看到几点钟好不好？我们下一堂课是大家讲几点？9:50，没关系，时间这个机会很宝贵，给大家继续问。那就35分。我一进来到了之后，我终于都是最后一排。好，老师。我永远都是坐在最后一排的。我就赶快走过去。对啊，同学，我会鼓励你们尽量要表达自己，因为小雨老师好极了。心情很开放，非常 easy， 你跟他在一起就是这么自然哈。所以你不要去害怕说你的问题，因为你们才17岁，当然你问的问题一定是会比较实际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害怕，任何问题都welcome。难得碰到这么好、这么亲切的一个老师在这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把握。那刚刚有几位有话表达，我觉得特别要鼓励他们，非常棒。自我表达应该是自我表达就是这是人生的一个学习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懂得表达自我的情感、自我的思想哈。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你很幼稚，因为我们都是学习者哈，应该是这么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请问小伟老师，你喜欢旅行吗？那因为我是觉得说旅行其实跟阅读是应该是相通的，旅行也是阅读的一种，阅读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旅行哈。那我本身是也蛮喜欢旅行，我想请问小伟老师，你如何结合旅行跟阅读，让生命更丰富精彩？谢谢。
这位老师问得很好，因为我才刚刚旅行回来，我刚才讲过我去德国，那其实蛮好玩的，只是今天时间不太够啊。就是说我以前旅行的时候，假使我是带着我的2个小孩去旅行的话，他们最讨厌跟我去旅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次要去旅行之前，我在出发前都要上一课说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哪里，然后我就拿出地球仪说我们来讲一个这个我们要去的地方的历史地理。他们俩就看着我说，哎，算了，跟你去玩不好玩的。我们自己随便玩就好，干嘛跟你去？去了你一到巴黎，一到哪里又要看这个博物馆，要参观那个各种那个古迹啊什么，那个什么好看的嘛？有什么东西肚子饿了，什么东西好吃就吃嘛，有河流就看，没东西就再到处玩一玩，没关系。所以我小时候我2个小孩很怕跟我去旅行，可是又没办法，因为太小，只好我带嘛。等他们比较大一点之后，就开始比较敢自己出去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鼓励他们自己去玩。那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在出发前一定要拿出地图来把我要去的地方全部研究一遍，因为我们小时候旅行蛮难的，不像现在，以前出国都很难的，所以我的记忆中，我们同一代的人每次一去到一个地方拿起地图来，用跑步的到每个地方拍张照片也好，比如说知道这个地方有5个古迹也好，用跑步的快要关门了，在夕阳落山前，每个地方赶紧拍一张照片，10秒钟，拍完照片到此一游，赶快跑步就到下一个点去。从这样开始玩，到后来渐渐的，就是说这样玩也没什么意思。那我后来就越来越领悟到说，其实旅行甚至于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东西南北在哪里，你只要飞机票一买去了再说。我这次旅行就是这样，因为我答应了一场演讲，因为时间很忙，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我去的那个城市到底在那个国家哪里，我都搞不清楚。我去一个叫法兰克福的地方，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南边，后来我才知道在南边。那我一上飞机前在忙别的事情，忙到要准备演讲稿、准备纪录片，全部 OK 以后上飞机的时候，法兰克福在哪里？飞机会带我到就是了。到的时候什么都没看到，看到一个旅馆跟一个那个火车站，就住进去了。开始我旅行，然后等我演讲完毕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地图也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看，走到接下去看到什么就算什么这样。我终于玩了一次，从头到尾没有拿到任何资料，也没有买一本这个。旅游手册，一次旅行，然后自己带一张牌子，走到哪里做记录，走到哪里做记录，把东西哪边搞清楚，然后到火车站去看，研究一下几小时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火车来了赶快跳上去，坐错位置也没关系，被人家赶一赶再换个位置，这样子玩回来到有一天玩了差不多7、8天要回台湾的时候，我才伸手去买了一本本来应该在出发前买的书，比如说法兰克福导游或者海德堡导游，就是我要回台湾。是说想想有点可惜，我来这边已经玩这么久，都没有买一本这边的那个导览，所以等于是离开前才买了一本刚到时候应该买的书，回到台湾来，因为我好像带在包包里面，我包包带来1天，你还放在包包里，我包包里还放了一本法兰克福的导览，我还没开始看，因为我才已经玩回来了。所以我刚才回答老师的问题就是说，尤其是你们这个年龄我给你们很珍贵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做了一些研究，当然是不错。但是比研究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自己用自己的脑袋、身体、眼睛看到什么是什么，把它记录下来，这永远是最珍贵的。尤其是你做错，比如说走错路，永远不会忘记你走错路。像我就走错了，走着忽然走在一条河流上面，这是哪里完全不知道，心里有点害怕，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可是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不会丢掉，因为反正那个地方再大一点，走路走得到。但是你曾经走错的，曾经因为完全不知道而做记录的东西，永远是会是你生命中最记得的事情。你根据资料去找完之后，你可能看到拍张照片之后，你回来都忘记说那铜像叫什么名字，真的会忘记。那我就是去玩的时候，就很小心的自己玩到哪里就把那个树叶落在地上的树叶把它捡起来，放在那个笔记本里面做个记号，说这是在哪里的树叶。然后如果是什么树，我就做笔记；如果不认识它，我就回到台湾以后，家里有很多那个资料很容易找家里一本植物，全世界植物的博览，我就去查这个树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下来了。我曾经在几月几号到达法兰克福的一个歌德的铜像的后面，有一棵银杏树，这个叶子就是银杏树的叶子这样我就觉得人生这样子自己去摸索跟探索是很有趣的。你们这个年龄还对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以后我会希望你们每一步都是自己去体验到，什么是人生。从旅行里面你也看到很多东西是只有你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东西。
所以刚刚老师问到旅行，刚好我刚刚才旅行回来，有很深刻的感受，就这一次我终于没有依赖任何地图跟资料，完了回来以后才慢慢再回来再看看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感受一不一样。我跟别人感觉一不一样，因为别人也会写说他去了那个地方嘛。好，那大概就这样的经验了。这个经验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分享。因为他早就退休了，因为他已经很老，就是没有他教我。各位看看有没有？应该是有7、8岁。好，这位女生。对他教我们书的时候，我那时候13嘛，12嘛，他也不过就是20几岁出头，20岁出头。我们是以为他很老。那个老师您好，我想我们学校啊，就是有帮举办那个英文话剧的那个活动嘛，那我们就让学生自己尝试写那个剧本。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剧本是写剧本，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剧本是这样写嘛，后来自己尝试写之后，真的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你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你是把人物构思之后呢，是把整个大纲就是想好你要写什么，然后再写细节，还是说你就先起个头，然后边写边想这样？谢谢。那个写剧本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个最根本就是你第一个要问自己说，你这个剧本想说什么？就你这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你在写之前，你要问自己说，我这个剧本想写的是一个寂寞，寂寞也是个主题啊，或者说很拥挤的城市，就你要给自己先想，你这个整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很悲伤，或者表达一个喜剧，很好笑，很好笑也是主题啊，很悲伤也是主题啊，所以你要先想出来这个，想完之后，当然是所有的戏剧都是透过这个人啊发生故事，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有个戏剧都没有人啊，一只牛啊。然后旁白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要设计人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说，你这些人要干什么？就你一步步推嘛。比如说我举例子，你这个戏剧要表达是寂寞，用谁来表达寂寞啊？一个老太太跟一个流浪汉，好，可以 ，OK， 两个角色在哪里遇到，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不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那这两个人背景是什么？背景有差别哦，因为这个老太太有可能是她其实还有儿女在国外，她一个人住台湾，这也是一种老太太。一个是她儿女很不幸的都比较早离开了，她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故事又不一样。然后她遇到了流浪汉，那流浪汉大概几岁？他为什么变流浪汉？他是自己不得已当流浪汉呢，还是他其实在南部有个田地，他很贱，他想当流浪汉，是不是也可以？所以，当你去想这个人的时候，越想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在对话中讲出来。对话，那比较高明的写法是不要直接说，不要直接说出来说，各位我是流浪汉啊，我怎么样啊，各位我是这个脑袋婆，我是很寂寞的。你绝对不要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就不用编剧了。你一定要透过很多行为，啊，就知道这个大概是很无聊的，或者是很寂寞。你要用行为啊，然后要用方式，就是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去表达那个你想要传达的意涵。这个间接哈，不要那么直接，也是一种技巧，对不对？就像说你要介绍我叫什么名字，我好像不用说，各位我叫王大毛吧，我不用那么笨的方式说，各位我叫王大毛，你可能就他走过去有人叫做王大毛。他已经告诉你他叫王大毛，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这个方式在编剧上是要稍微有点技巧，这样懂吗？这样讲大概就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如果你想编剧或者写故事的话，我给各位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情绪，就是如果你这个舞台剧是有5幕哈，一幕一幕这样接，有5幕的话，你告诉自己说，第一幕。老太婆流浪汉坐在那边讲话，那第一幕，我想表达的是很寂寞，请注意，寂寞就是情绪。啊，第二幕一翻开，老太婆不在了，只剩流浪汉一个人站在河边，他想自杀。啊，那我想传达给看的人的东西是很悲伤。第二幕情绪是悲伤。第3幕，他突然看到一只小猫走过来。第3幕是希望，小猫走过来了。为什么小猫给它带来希望呢？我们中间带一点悬疑。啊，第3幕就是希望加上悬疑，这是你的情绪。我这样讲下来，大家就知道说，如果你编不下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检讨说，我到底想说什么嘞？我想说寂寞，我想说2个人的故事，
啊，那我透过谁来表达呢？两个角色。那这两个角色我用什么情绪表达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啊，终于找到第一幕是寂寞，第二幕是绝望，第三幕是希望，第四幕是什么什么。当你抓到每一幕的情绪的时候，你的故事就可以往下写。否则你会写下去就哎，我怎么没灵感呢？不是你没有灵感，是你还没想清楚。你应该想清楚你当时为什么写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说没有灵感，其实是因为你一开始没想清楚你要做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要写的故事是你妈妈，我举例子，或者你爸爸，你身边这个人，你妈妈或你爸爸，你那么熟悉的人，你怎么会没有灵感呢？你每天看到他进进出出或者他做什么事情，甚至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你不管怎么样，他说你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啊，你很容易写的，你从他身边的一些活动、行为、讲话就可以模仿嘛。所以很多人编剧或者写东西的时候，他会想一个他认识的人，就刚才这位同学啊，叫于中燕，对不对？好，于中燕这个同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干脆编一个叫做小林，这个小林的所有样子就是于中燕的样子，那是不是就变得很好写？很好写嘛，他平常跟你讲什么都，你就照他平常骂人的话，他平常怎么样走路的，照你。通常编辑最好的话就是去想一个你熟悉的东西，开始写。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要试着写作的话，其实就写自己的故事，写日记，写自己，先从这一个简单的方式写起，再开始写小说，写别人，好，就不用贪心说，开始我要写一个天马行空的伟大的巨著，那你可能会发疯，你就不要做那么难的事情，就做个简单的事情。我小时候，我爸爸也跟我讲说，你先学会写日记，写自己身边的人，啊，写每天的事情。你就慢慢会写下一个东西。那我好像不帮你在编剧了，我帮你讲很多了。1排、2排、3排、4排，那个4排书柜就开始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那个同学的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那小燕老师，我们现在可以邀请一下帮我们签名吗？那现在要签名的同学可以到前面来。来，7班的班长来。先找一下班长，等我回去先准备考试啊。找一个协议副长跟我来调，找一个协议副长跟我来啊。先第一位，前面。找一个协议副长来，协议，找一个协议副长来，跟我到办公室拿考卷，发给大家。发给大家做啊！然后就跑过来，那个窗户有1米5哦，他就这样给他就刮过去，一脚就刮过去，60岁哦，刮过去，刮起，然后好，各位同学，我们签名，这位老师签名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就因为声音会越来越快，这样。那最后一个就打到那个窗户过了。我们那个班，不管窗户都是靠边的，都是开的。第二笔就他打过来之后就往眼皮上，就那个书就扎着那个玻璃，看那个地方，看到的那个书就摊开。然后让他开就把那个书签是用什么做的？玻璃片壳开过去，好大一片厚的玻璃压在那边，书签没有，地上还在摇，还在余震啊，我怎么办？我眼睛看哪里？我只好看那个书，变软，不要吃。然后你会发现啊，上山的车不行，你就加油，下山的车就滑了，依旧是边缘时。依旧是山景线，我独自月下归。开始摇，这凄凉如何能解？最为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东山的寂静。山风吹乱了窗子上的松痕，追不散我心头的人影。没有一些心话。
学真好，每一个字我都认识。跟那些年轻导演合作那段时间，听你这么讲，我这样才难过。那个字，每一个字我都认识，我都用查字典，但是居然可以把它组合成那么好。讲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伴侣分手的时候，他从空山选择了而且就是越原始，他们常常在那个时候写的是一个家曲，依旧是越原始，依旧是空山静夜，我独自月下归。凄凉不能止，凄凉就是我周越人。山风吹乱了窗子，那个山风很强，对不对？会把那个松吹乱的，那个绝对是小风，那很强，吹不散我，心里不在意，我都怀念你的启发性的。吴石先生写的，怎么写这么好？大家都这么老的人，他不是很老吗？他怎么会写情诗啊？而且情诗写的这么好，我觉得很棒。没有，他在我立场呢，没有不是爱上诗，爱上了文字，爱上了文字，太好了，太好了，就是到图书馆去找，去找。大概我们第一个外国人，他们很理解的，他的口音。当时还看到一首诗，叶公有诗，他讲说，也是有一个人要分手。那时候用红色分手，红色就到另外一个雨中去，其中有很多的挂起。那这首诗是叫做父亲，他说：“这次我离开你，是风，是雨，是贵。我为了温一秀，无论你讲的这一群啊，他们在当年得到金马奖最佳影片，现在他也是大爆人。”因为他当时在金马奖里面听到遍地有名，他分数到第9名，后来经过辩论之后进入到第6名，他最后关键中第2名金马奖最佳影片。那可是这个红会的所有宣传都好像用枪用血用震撼的东西宣传，结果很多观众都被骗进去，以为它是一个警匪片，但是他没看到之后不是，它里面其实讲的是一个整个台湾社会的变迁到每个人都是同一个人，一个松一个回家。然后分手的时候，心中还是很多挂记，离我很远。但我常常跟一个朋友分手，他很快就会到家，但我要走很远的路，我还要很远的路，他就会想分手。这是我离开你，是风是雨是夜晚。你挥了挥衣袖，白衣白手，一条街最后便在彼此。就是梁耀昌在那个时候现在2002年这个台湾社会来讲，就是很多边缘人被压迫在边缘黑社会老化，然后他一通电话打错就发生一个命案，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是梁耀昌拍电影拍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一个非常对台湾社会的观察都是非常细微。恐怖分子对我而言，就是从全部拍完以后呢，我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只知道大概这个人，但是我的表演方法应该怎么样，我一直不清楚。我倒没有说被打击到，没有信心到对自己表演完全失去信心，没有。当我看完了《恐怖分子》这部电影以后，我觉得这部电影拍得很好，比我想象的好。梁真老师要拍这么一部电影，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希望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你是人间四月，描述一个人间四月天，人间四月天不是个季节吗？居然可以到了差不多18岁左右开始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一方面在一种没有办法继续电力运作，因为越多的这些文化艺术就开始出来。那很多人就开始纳闷，这是不是对？但说实在，我也觉得不是对，因为它是给人类重要的嘛。熟透了。他描写，你是一束一束的花开，像割开花的树，是夜在梁间呢喃，你是暖，是爱，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这首诗谁写的？是台湾本土派的越来越少，他们念啊，
他前去买香港。然后喜欢吗？林徽因。其实为什么香港的人要价会价到这么高？都听了台湾电台。当然。你知道你的来了吗？今天早上，吴清阳老师、大刀虎、叶泽宇跟我陪各位步路上了。要是你觉得今天早上是工作上进入最后一个小时，请大家。此刻我站在这个地方我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好笑，突然忘了我是谁，因为我变了。因为我看了这几部片的时候，真的也是深深的受到感动。我刚刚坐在后面的位置，旁边的几个同学似乎他们也深深的受到感动，那种感觉。好像很想大家手牵手有一种彼此的情谊，互相交流，那文学之美激励人们的那种心灵的激动，有一种澎湃的思潮跟灵泉此刻都被我们李老师勾引起来了，请大家再一阵阵的掌声，再高音。现在还有时间12点，不要太晚了好，12点就12点12点在各教室点名就在各教室我们要发放便当请你不要迟到那么现在如果你要签名的同学请你的手机从这边来现在可以请问一些问题吗？在场的同学有没有人要向老师
师提出问题的，举手回答。没有吧？那我先问好了。老师，那你刚才提到说，我们要维护自己的赤子之心，然后不可以让师给感动到。老师也一定遇到过，就是情况会让自己的师给感动到。那老师是怎么维护自己的师给感动？一直到现在，他也保有这个纯真的赤子之心。来，那我们说不要怕，因为你在保有一个，比如说你对正义的一个坚持，你对是非的，你对对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你是一个有好的想法，你在做对的事。他说，一个要有好的想法，在做对的事。那你觉得你的好的想法是透过你的理智跟感情的这条线通过之后，觉得你这是好的想法，而且你的做法也没有错的时候，那有很多人的心里有人，而且很糟糕的是说，在任何地方，不只是台湾哦，学校、新国中学哦，当你在做这样的事情对的时候，而反对的声音会比那种沉默跟同意的声音要大。任何地方都一样，不管你今天是个大人，你做老师的也好，你做什么也好，往往那个反对的声音是极少数，但那声音很大。你会不会以为说哪一个都在反对你们？这家你要把握好，我有好的想法做对的事，我无所谓，我更好说，我跟他沟通好，我已经做一个充分的解释之后，我觉得我是好的想法做对的事，我就做。那这里说到底，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你不要一下我跟你讲一下你就脸红了，然后你就开始受不了了，你就退缩了啊，你太要脸了啊，我们当然是有羞耻，我们是有尊严的，但在这个时候有利于那个不要加点光，加点引号的，这样记住了吗？智慧就智慧，可是我们一件事情，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其实世间很多事情都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解决一种事情，它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解决一种这个事情。那一个聪明的人，基本上一个聪明的人，他可以很快的找到年轻快捷又便利的方法。但是那个方法是聪明方法，跟经济社会的方法，那可能会伤到对方，或者是伤到对方的尊严，伤到对方的习惯，伤到对方的很多很奇怪的东西，他个人的某些造诣，然后不小心就碰到了。那有智慧就是还要考虑到对方可以接受的程度，那两者去找一个公分，或者是找一个重叠点。做下去，现在花很多功夫，也很耐心。我也缺少这个，老实讲，非常缺少这个耐心，然后慢慢去跟他解释。而且对方是我很看不起的，我说这真是笨，不是普通的笨。已经讲了好多次，他都一直不理解这样子，我就会想要很快就想要放弃掉。但是你不会伤到他，会有好多人会伤他，他后面给我一些反弹回来给你，会有。但是这你要很帅，就是说没有关系，我这个事情有没有办法去跟你这样子啰啰嗦嗦的，不要在这个阶段我要完成，我值得这样做一个相应的事情，所以要加点智慧，这个需要有耐心，而且是综合两方的立场、两方的观点，不同方的对方。我觉得这个老师刚才的原来非常有道理。
境非常好。像后来的那个他们王家族陶冶，在陶冶，然后开心和去留学，然后到台湾回来之后去竞选县长，然后再开高中的时候，创办了三公局的县，三公局的县，而这边走乡是因为在后面跟同姐美好的相聚所留下来的。
闪烁，这不是很胆怯，没有自信，就是这种跟你完全不来电，完全没有频率，那你就不要有希望，要不然就鼓励他。他还有多欣赏他的优点，发掘他的优点，而且不是五官，不是身材上而已，而是还有些内容上去充实他。这样好吗？很好啊。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带他来。老师你好，我想要请教你说，就是在人生嘛，就是有时候会遇到挫折啊，你都怎么抒发你就是不错的心情啊？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排解？我有时候可以再小一点，我说遇到别人抛弃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有的时候这样子的，要去理解一些挫折，但是有些挫折非常非常多样啊，所以要是你问题问得很大啊，那就是大灾问，大灾问就会被用人家就很简单，被计划就回答就是你克服嘛，啊，你就克服嘛，啊，那就很简单，所以呢，我会给自己讲，小一点，小一点，再小一点，对。还要小一点。徐志远演完方面呢，你这个眼睛在跟谁放电，你都忘记了。就是阿爸，就是那个在你那个校本这个年代的时候，然后要是你穿得上衣服，我想你全部的排解的话，你会怎么办？我从前的功课好像不是太糟糕，当然没有像洪一勇那么好。就是洪一勇在我们学校的时候，洪一勇，大家听过吗？洪一勇在我们学校的听说功课不错，对。那我这个功课没有他那么好。那我能够，就是这个照顾大家很重要，就是自信，这个事情。那我一星期那就是来自我像课这样高的时候，我大学是我月底，我月底是带过很多照着想法的同学们都要深入耕耘，那对这个出发会比较准确的等等。然后跟老师之间的沟通也还好，我不太好。那我也在怕同学，不只是在怕同学，因为我爸爸是同学，怕那个同学，有的事情，而且我也不怕那个高一之前的同学，因为我怕我对他，我就跟他们认识，那我觉得对他是有才，他有比较好的实际上对我就主动就跟他们接触，那我就会轻视那个没有那么强，这个叫就是认识的，我会就说无声，也就是六级。对不起，我上面的这样子几万多集，我都没有知道。那对是对，还是那个时候就给我很大的信心。那挫折当然也有，在认识的过程中，为了会经历从一个，因为不管因为什么。他就会说，我这1年级我要高级班上这样子，被他被人家认识，就是说他有嚣张啊这个，但是有没有这样子很奇怪的事情？然后我就跟1年级的，说我高二的跟高一的来在那边喊话什么，他就会说你们是在干什么？你们高二进来我们这里干什么？那我们在这边的相处久之后，他们都还会有讲，会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掌握自己才能。你去认识自己的才能之后，好好去发挥。那你没有挫折，我觉得会降低，会降低，会降低。就说你有学过钢琴，那你就不只是想要做而且是解题，或者是了解，或者是说给我妈妈听她快乐，爸爸听她快乐，拉吉他很可以，你自己也让自己快乐，学的吉他快乐。你的某些内容也让你自己快乐。很重要，只是学校的书而已，外面的书、课外的书、课业，不让自己快乐。像前几天那个学
生物科技还是什么啊？有的又不是学生啊，对吧？为什么13楼就跳下来有没有？而且电子教育赶快走上学习怎么跳下来？因为我们是举和其坚定，学了一个好的建立。但是你想超越肯定是好的，说路上很多谈到说科技，那一定是从小就是一定是第1名或者前3名在路上，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想到他生命中的价值没有他觉得他有空去影响他爸妈在那边去，他的工作好也没有办法让女朋友跟他走，他的工作好也不能得到同学真正的敬重。常态第一因为他有些学习也不是唯一的同学，他没有从这里得到快乐跟满足，他经常我们去找这个东西，给自己快乐，给自己不才能安，给自己一个人在快乐学习的时候，你学习其实不用忘了，就算他画一张那他图画很好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发光发亮。那个时候你就会有同学，那个作者相对相比，这跟快乐相比，当每次新的越高，快乐越高，你出来感觉你越有散度越有力，它是相对的。就这样快乐录起来，有点口中作乐有点这个人只有比较好那就是真好，就是画画真好。就是给自己的长时间，我自己也真好，我真好。也有人在打电脑的时候，也有人在想自己就他比自己写课好，有人比自己写课好，有人比自己写课好，中间就是很快的事吗？对，它增加了你这个进步。好，谢谢老师。当我们报班有理，我就要先简短的，我们时间有限。讲过无限自己。
他说，你说他得体啊，每个人都是比师长有这个地位就知道多要小心对呀。他说以他这个有些人就应该接过很多并且都觉得你上第一章写听的都是最好的，而且脑筋要很开心，脑筋要很好，然后长相就是最要求，然后你知道他旁边之前都会插一个资料，这样子，就那样那样，就很喜欢，然后去就会有时间料，那现在有很多，他是里面会有声音，但是如果想要这个我们都会就他们这些年轻人，对他们非常珍惜。他说才有3分3厘，他说就见过最漂亮的这辈子我再也不能花更好更漂亮更温柔，而且说这一个生活的辈子，然后第一次给了我，他说第一次生活的第一次给到你，他觉得他对不起，他何德何能经过生命。所以他对他每天居然71，我就65，6天烧的，就他不愿意再嫁，最后他就回答他养女，然后所以跟他说那时候不所以嘛，那我就告诉他，鸡宝，就还有一个这样多，什么都没有鸡宝，就是那种飞机到就是写一张，他是那个菜，上一种菜，但是鸡宝就当年那一个。雄风队员要离开的时候，他才能3分3就说他去努力奋斗，就让上去，他就死了，因为人家好练，不知道到这个路，现在也是个很难的事情。所以在对生的爱护里面，都是狮子，失去理智。所以王尔特是有些人对我们骄傲，所以那个王太跟我讲的时候，哇，王太太让他29岁20岁的有一点，你看年少过的走个人的我就想说，曾经是过很光芒的一段，他是为了为他父母，对，他讲的就是这个气嘛，就是这个气嘛。但是他是说有一段很柔软的田地在那边，那段田地什么？对在一个什么中央队伍的，这小提琴不好看啊！喜欢吗？喜欢看鼓掌。知道老师在一新的动力了，而且说老师那一次那个小朋友说，不知道老师保住我家手帮我们牵一下，有什么说才来牵到？有什么可以来牵？我想
完全没看过他一本书的时候，你怎么样问都问不到那个核心啊！我不是说你没有，我只是举例子说，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书啊。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些问题来。如果你没看过他书的话，你电脑上一按小野2个字，打出来一大堆小野，也有日本人的哈，很多日本人小野图，那你可以找到很多问题。可是那个东西可能距离他已经好2、3、4年以上了，他你会觉得很遥远，懂吗？就是所以你刚才讲看书，其实看书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能够了解这个世界，很安静的让自己进入一个世界去看一本书，让你的心情会安静下来，心情会安静下来，不会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非常快速的往前进的，然后心里慌慌的，好像读了很多东西，好像每天都在看电脑，每天看电视，好像知道很多，又好像知道不多。那看书是唯一让你能够让自己觉得说我很实在的看完一本书有收获。那我的心中是否有一套书可以推荐给我们高中生的阅读？那然后再大约介绍一下里面内容啊，它为什么值得拿奖？这个问题问的我不会答，因为台湾每一年每个月都出几百本书，我很难讲哪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我有个建议啊，就是说青少年阅读应该是很广泛比较好，不要太局限于说像我那个年代，我会被鼓励说只看传记啊，看名人传记，看成功的传记。到了这个年代，我会鼓励同学什么都看，尽量多看不同成长的东西，比如说你爱看侦探的，你爱看武侠的，你爱看漫画，你爱看一些爱情小说，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阅读本身是一个进入文字世界的一个门。当你开始喜欢阅读以后，你就很自然的，也许你读一读这个，读一读这个，读一读那个，啊，然后慢慢就喜欢其中一样。我讲个笑话啊，比如说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什么都读啊，他有人跟我讲说他想看金庸的小说，他说他要买一套，他那个念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钱跟我给他的钱去买了一套金庸。那很多父母亲很怕小孩看金庸，可是我儿子很早就看金庸，看完很熟。然后我儿子也是跟大家一样玩电动玩具，然后你会觉得他花很多时间在电动玩具上面。那他念的大学是念社会系，有一天他毕业了，他去应征工作，他看到有一个分工作是，一熟读金庸小说者，2很会打电动玩具者。他一看2个都符合，跑去应征了。他发现这种人很少，第一个是把金庸小说全部看完的，第二个电动玩具打得很快的。这2个人可能各一个都可能，同时在同一个人身上更少。结果我儿子就去应征了，就是他终于找到一个他在他小时候自己纯粹是兴趣，不知不觉忽然发现有一份工作他可以做。我不是说这个好坏了，我只跟各位聊天说，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个书单说。有没有开放的同学？有没有同学发问的啊？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因为我们时间还有一些，对不对？原来我们到几点？OK， 好，那我就来。好，现在你刚刚说你想做动画啊，关于动画的题材，你觉得哪一方面是你最想做的？这个同学问到那个动画哈，我站起来讲一下好了。我最近看到有人那个想改编那个吉米的那个改编吉米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好几本绘本，对不对？像有部电影叫《向左走，向右走》，它就是从吉米的那个里面改编的。那其实改编动画题材啊，在台湾有很多题材。你从比较古老的传说里面去找题材，去从中国的神话小说里面有很多题材。其实动画是因为怎么样做，而不是题材。比如说，你看迪士尼最后做到最后，花木兰他都可以做啊。他把中国古典的花木兰就可以做成一个动画，然后日本人可以把中国的《三国演义》做成电玩这样。就是说题材本身其实很多，主要还是能力。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些都很有趣？比如3D 动画的技术、绘画能力。所以台湾如果要做动画，其实条件很好，因为台湾除了早期的上游这个想故事跟导演以外，从开始画图到加工到完成全部都有。在台湾有很多这种公司，
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公司在台北的台北县一个叫红管公司，它里面有几千个员工。那我曾经带领他们做过一个西班牙的卡通，我带领过他们一群人在做自己编剧，所以我蛮希望在我可见的未来，大概5年、10年之内，看到台湾可以生产自己的动画、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导演、自己的编剧，自己做，我觉得不会太难。这个同学问得蛮好，各位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难得来这边跟大家碰面，你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你可以问很难的，也可以问很简单的，然后不要不好意思，谢谢。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扭转这样的一个趋势。老师，我想请问您，因为我对你对人物的描摹就是非常非常的生动，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好像自己就进入到书里面去，然后变成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这种功力啊，除了多观察、多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对于人物哈，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心理医生的话，那个我的病人走进来的时候，我通常看他什么呢？我看他习惯，就他会摸鼻子啊，他可以从他动作开始看。比如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注意你摸哪里啊，或者说你手不知道该放哪里啊，就类似这样，这是一种观察开始，对不对？然后人从习惯开始观察这个人，他的习惯，然后慢慢了解他是什么样一个人以后，一步一步越知道越多。他家庭背景，他生活在哪里，就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清楚。像我们从事编剧工作哈，要做一件功课，就是在编剧以前对你每个角色哈，都要重新写一遍。比如说某某人几岁，小学读哪一个小学，国中读哪一所，比如新国高中，新国高中位于哪里，这个高中有什么特色，会影响这个人的什么想法。所以我们通常对一个是我刚刚从日本拿到在东京找到的片子，是黑泽明的导演。黑泽明有听过吗？会不会你听过？黑色的黑，三点水，沼泽的黑泽明的作品，他是一个日本人，他是一个日本导演，他是一个亚洲的导演，他是世界的导演，他已经不属于的他属于全球的所有，因为他是文化产，他是一个文化产，他其实再有一下你们是什么？好像在这边有蛮大的声音。那这个片子是有日本发的日本话，那我在找到的时候是有中文字幕，那也有英文字幕，有西班牙字幕，有俄文字幕，有很多字幕。那我希望能够选到中文的字幕，可以看的。那么希望用日文来发音，所以呢，你就把我们主持有点难搞，有点晕倒。第一个播出，当时我们待会要播出的是曾祖父8个梦，我们今天准备看3个梦，看3个梦。第一个梦是桃子人，那讲说5月5号那一天是日本的女儿节，女孩子的节日。那女儿节这个哪有放一个飘绿礼袋子没放，所以以及还有那个很多我们家姐就是那个娃娃，你看我做很多娃娃，但那天女孩子都可以享受女孩子的服务，比如说弟弟就要赶快送孩子的东西，那么所有的姐姐们就这样的大大的坐在那边，但是那一个弟弟就发现说，这个来的这些姐姐的朋友总共加起来就是5位嘛，他是看到有6位，他就觉得说，你看六盘那个马奇啊，他觉得跟你们干嘛？一个人就好了，这个6个，那为什么就是5个？就是6个发烧了，就是很凶的，也不打他然后他就给我们看，那个女孩子在那边，突然有一个灵魂在那里，他就说在那边，这个姐姐一回我一看，不见，他就把他冤屈，原来他是什么桃树精。日本人把那个桃树全部都砍掉你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意思是这样，待会没有
字幕的时候，你大概有没有了解是这个意思？了解这个意思。这还不是讲到环保，讲到环保，有最象征因为桃花是象征的这些女人，这些女孩子。女孩子要是自我不尊重，或者没有那种可惜的话，乱砍乱伐的话，那么这些是女孩将来不是日本的妈妈，不是日本的国民，怎么办？可以这样的希望怎么办？他们家里都是人家的妈妈。这些东西自我尊重的时候，那怎么办？那可以看到，这部片子在30年前就拍好了，得到凯泽影展的12项大奖，囊括了所有大奖。我们台湾都不知道，因为台湾那个时候说，不能看这片，不能用日或不能怎样，或者情绪性的那种有做法。OK， 那这部片子得到了12项大奖，你可以看到那个服装、镜头，所有东西都是证明。我们可以看这个我讲证明。我们看第二个梦，桃子园从第二个梦开始看，第二个梦可以吗 ？OK， 好，请前面应该两排都关掉就好了，两排关掉就好了。人其实活着是他的能力，至于他最终怎么，随着每一个人是不一样，跟学习跟经验有关，跟讲的，我之所以开始做这个大概这个主题是那个老师们有不好意思看，这个地方是不行的话，过去的话，我们继续看第一个会比较好，因为它把第二个东西去做这样让我们先接触第一个梦，第一个梦想，一个小孩子。在打雷雨的时候想要出去，他母亲就交代他说：“你不要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没这雨，那就是不要娶亲为